萧王，再不打开城门，我便杀了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这说话之人乃是敌军残暴冷酷的魏国大将军魏明。这次魏国侵犯大周边境，魏明铁血手腕，拿下大周边关数城。最终，大周才派出战神萧王，魏军也被萧王复还业阻挡在离城。就在这时，魏国奸细抓住了萧王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白玄。魏将军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不怕被人笑掉大牙？城楼上不见萧王的身影，只有年轻的扬武将军白明眉头紧皱。魏明手中的女子，正是他的嫡亲长姐。该被人笑掉大牙的人是你们萧王，堂堂大周护国战神，竟然连自己的未婚妻都保护不了，如此姿容绝色，倾国倾城，你们萧王当真不怜惜？想做什么？呵呵，魏明冷笑一声，手中匕首寒芒一闪，削断了白玄的一缕头发。可恶！哟，小将军生气了？不过是几根头发而已，你们萧王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要剥光他的衣服了。哈哈哈哈哈哈！何必如此羞辱一个女子？哼，只要你们打开城门，我不但不羞辱她，还会立刻把她还给你们。大周朝中腐败，魏国如日中天，他若是能用一女子打击到萧王以及萧王的部属，岂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本将军耐性有限，快点滚去问你们萧王，他究竟是要这离城，还是要自己的未婚妻？白明再也忍不住，拉开弓就要射魏明。魏明一把抓住白玄，连同十字架一起挡在自己身前。小将军，放箭呀！白明脸色大变，只气得浑身都在抽搐。就在这时，萧王的副将雷霆从城楼下大步走来。雷将军，王爷怎么说？王爷有令，任何人不得开城门。你说什么？这是王爷的命令。白明一下子哑了声音。王爷当真对我姐见死不救？白明，你冷静一下，敌军5万，朝廷却只给了我们2000人马。我不管，我要去救我姐。你们商量好了吗？我耐心有限，数10声。要是萧王再不开城门，我保准剥光了这丫头的衣服，让大家一起观赏。10、9，开城门！我要去救我姐。他今日就是一个人豁出命去，也要和魏狗拼了。我们也去！大周将士们同仇敌忾，气愤不已。谁也不许去！白明顾不得许多，拔出长剑，给我打开城门！不许开！众人不禁一愣，这声音竟是白三小姐。不许开！白玄没有想到自己乘坐的飞机竟然爆炸了，他穿越到了古代，被当作人质，威胁守城将士开城门。他堂堂华夏特种兵训练营总指挥，岂有一穿越来就被人当作人质的道理？白明，你听着，绝不可打开城门！你姐白玄宁死，也不让敌军踏入离城一步。小姐，众人满目震惊，白三小姐真不愧是将门虎女，这般傲骨真是让人佩服。魏明面色一沉，这么说，白三小姐是想被脱光了衣服，供人观赏？没问题，将我剥光了，再五马分尸都没问题。白明，转告萧王复还业，我白玄死不足惜，可是这辱妻之仇一定要报。魏大将军家门显赫，祖坟不难找，让萧王殿下也别刨多了，他们家祖宗18代，一个也别放过就是。离城城楼上，大周将士们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十字架上，少女看着那样纤细柔弱，可是她的声音有种气吞山河的气势，让人震撼。敌军铁砂营中，一个面容冷峻的男子埋伏已久，将这番荡气回肠的话一字不落地收入耳中。这丫头不是整日里追在三皇子身后，莫哥哥长莫哥哥短的，还追到了这边关，掉入敌人虎狼群中，没想到竟能说出这样一番义正言辞的话来。辱妻之仇，她倒的确是他的未婚妻，虽然是父母从小定下的娃娃亲，可他的心不在他身上。都准备好了吗？这丫头突然醒来，已经激怒了魏明，他们必须尽快动手。回王爷，准备好了。找准机会靠近魏明，救人。是，王爷。魏明面色铁青，这臭丫头怎么敢说出这样狂妄的话？本将军今天就剥光了你，看看你家萧王哥哥颜面何存。就在这时，白玄抬起一条长腿，猛地一脚踹向魏明的小腹。魏明身体没动，白玄却被震得往后倒退数步，
才堪堪站稳。原主这具身体虽然是将门之女，身体素质还算不错，但和常年训练的魏明相比，还是差得很远。魏明满脸不敢置信，这女人竟然敢踹他，找死！白玄立住身子不动，等到魏明冲过来之时，才猛地一个旋身，背上十字架就随着他的动作猛地朝魏明脸上抽去。魏明眼疾手快，身子迅速往后一退，才险险躲过木架的抽打。就在这时，白玄已经挣脱束缚自己的十字架，袖手一扬，将十字架高高抛起，又稳稳接住十字架，慢条斯理将上面绳索解下来。就这破东西也想困住他？舅舅，你怎么样？没事儿，杀了他。顷刻间，魏军铁砂营将士朝着白玄冲过来，白玄则盯上了魏明身旁的男子。只见男子面庞嫩白，脸上没有风霜雕琢的痕迹，倒像是从小在富贵窝里长大的娇宠之人。白玄卯足气势，直冲魏明面门，却在靠近魏明之时，身子一转，就将魏明的外甥李全牢牢控制在手中。白玄一把拔出李全身上佩剑，退下，否则我立刻割破他的喉咙。魏明整张脸都黑了，这女人竟然抓了他外甥。你威胁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魏大将军用我威胁萧王的时候，不是也挺爽快的吗？全儿，为国牺牲是你的光荣。舅舅，您不打算救我？这可是他的亲舅舅，他母亲浔阳长公主的亲弟弟。李全将军为国牺牲，给我拿下杀害李将军之人。一声令下，李全便被判了死刑。白玄知道魏明是个硬茬，可他也不是吃素的，手上用力一拧，就拧断了李全的脖子，朝着冲来的敌军将士扔去。最前方几个将士被砸倒在地。魏明本以为白玄会投鼠忌器，没想到他竟然一把拧断了全儿的脖子。给我杀了这个女人，不惜一切代价！白玄面若冰霜，举起从李全身上拔出的剑，和敌人拼杀起来。魏明的外甥已死，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擒贼先擒王，抓了魏明。放开我！放开我！这会儿，离城的城楼上起了乱子，白明硬闯城门，被将士们合力出拿，押送到城楼上。王爷有令，不得开城门，给我绑起来！放开我！我要去救我姐！魏明瞅着城楼上，勾起唇角，臭丫头，真是好福气呀！没想到还有个肯为你送命的弟弟。话未说完，白玄手中长剑刺入他坐下马脖子，魏明坐下马儿，人力而起。魏明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来，堪堪稳住身子。可还不等他站稳，白玄已经整个人跳起来，骑在他背上，薅住他头发，将他头发用力的往后扯。挨倒也不吭一声的魏大将军被扯得头皮直掉，痛呼起来：愣着做什么？赶紧弄死这个女人！退下，否则我就刺死她！铁砂营将士紧张的脑门直冒冷汗。这女人和大将军焦灼在一起，实在难办。大将军性情暴戾，要是他们一不小心伤了他，定会被罚。魏明使出浑身力气，终于将白玄整个人从身上扒下来，往地上使劲一扔。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白玄终究抵不过魏明的力大，被甩到地上，嘴里吐出一口血来。臭丫头，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就在这时，一道黑影如同流光一般窜出，直飞向白玄。一个英俊威武的男人提着长剑杀过来，坐下棕红色宝马，高扬前蹄，来到白玄身旁。他从马背上弯下腰来，大手一捞，将白玄的身子往上一提，单手箍在怀里。与此同时，男人身后18亲卫顷刻间从敌军之中冒出来，挥剑砍向敌人，杀得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抓紧马缰绳。好。男人身上有股淡淡的血莲香味儿，滚烫的呼吸喷洒在耳廓。顾怀业，是你？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去？萧王冷冷瞥了魏明一眼，猛地从马背上跳起，一脚踢向魏明的太阳穴。下一瞬，萧王一左一右2个侍卫冲上前来，立刻将魏明按住。说时迟，那时快，眨眼之间，魏明成为萧王手上人质。魏大将军，该你做选择，你是退兵保命，还是去西天和你外甥团聚？本将军怎么知道，退兵后你会信守承诺放了我？魏将军现在知道了，或者要再挨一刀才知道。魏明他现在别无选择。半刻钟后，呜呜的号角声在离城上空吹响，魏军铁砂营将士如同潮水一般退去。萧王带着白玄回城，等他们安全后，依约放了魏明。小王，你给我等着，不报此仇，我魏明誓不为人。随时恭候。
萧王回城，大周将士们纷纷前来迎接。萧王眸光淡淡扫了一眼白玄，将身上披风解下，披到白玄的肩头。谢谢。萧王不禁微微一愣，这丫头会对他说谢谢了，不会因为他不支持三皇子而不待见他了？王爷，刚刚何不杀了魏明？杀他没用，魏国猛将如雨，杀了一个魏明，还有下一个魏明。如果当真杀了他，只会激怒魏国，不如羞辱一番，放他回魏国去，也叫魏国不敢小觑我大周。众将士们纷纷点头。王爷说的极是。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一旁的白玄身上，这白三小姐可不愧是王爷的未婚妻，巾帼不让须眉呀。白玄这会儿脱离危险，紧绷的神经忽然放松下来，身体竟有些支撑不住，脚步踉跄几下。白三小姐！萧王眼疾手快，将她拦腰抱起。快去找个女医过来。萧王抱着白玄回了他在边关临时住的院子。周妈妈和丫头小菊见状，忙扔下手中的盆儿前来帮忙。没过一会儿，雷霆匆匆赶来。王爷，这边关只有寻常医者，没有女医。问过这里当地的百姓了？属下问过好几个当地人了，他们都说这离城医馆里全是男大夫。傅环业不禁皱眉。白三小姐是未出阁的女子，又浑身是伤，这要是搁在上京城，一般都是由女医处理。可这是边关，地处荒凉之地，女医可没那么好找。王爷，白三小姐失血过多，恐怕快撑不住了。傅环业浑身气息一凛。王爷，白三小姐性命攸关，要不还是找个寻常医者。话未说完，只见他家王爷一把掀开帘子，大步走进去。准备剪刀、一桶热水、烈酒。是。拿最好的金疮药来，再找一身女子所穿的干净衣服来。是。白玄迷迷糊糊的，只感觉有人在帮自己擦洗身子，身上伤口痛得他四肢麻木，无力动弹。他拼命想要睁开眼睛，只感觉眼前一片迷蒙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他身体虚弱到了极致，昏睡过去。萧王从房里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一轮圆月高高挂在空中，男人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漆黑深邃的眸光看向城外。魏明今日受了奇耻大辱，不会善罢甘休。传令下去，加强戒备。是。就在这时，白玄身边照顾的丫头小菊又冲了出来。王爷，不好了，白三小姐发热了，额头滚烫，嘴里还说着胡话。去打盆水来，再多拿几条帕子过来。傅环业眉头紧皱，又匆匆走回屋里。昏迷了整整3日，白玄才醒转过来，他是被人用水泼醒的。白玄豁然睁开眼睛，只见床边站着一个满脸愤怒的红衣少女，手里拎着一个空了的茶壶。你泼我？哼，泼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小贱人！作为表哥的未婚妻，却跑到边关来找三皇子，你还能不能要点脸？红衣少女目光冰冷盯着白玄，眼里闪过一抹嫉妒。这女人容貌实在是姣好，白嫩如玉的面庞上一双碧波大眼，冰肌玉骨，恐怕是个男人见了都会动心。哦，白玄想起来了，这位是梁府的2小姐梁玉涵，她叫萧王一声表哥。这位梁2小姐自幼好武，仗着有2下子身手，时常偷偷混入军中，跟在萧王身旁。但她好像没有惹到这位梁2小姐吧？也不等白玄开口，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怒骂。你被敌军俘虏，现在已是残花败柳，根本配不上表哥。识趣点的就赶紧和表哥退了婚，嫁你的三皇子去，一边吊着我表哥，一边勾搭着三皇子，真是无耻至极。白玄面色沉下来，他没说一句话，缓缓从床上起身，抬起一脚就踹向红衣少女。你敢这么对我？不想死的话，滚！白玄，你可让我滚！梁玉涵顿时就怒了，一耳光就要招呼上去。白玄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这大清早的被人用冷水泼醒，还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让他心情坏到极致，捏住梁玉涵的手腕。下一瞬，白玄将梁玉涵整个人提起来，朝门口扔了出去。梁玉涵屁股着地，摔得四仰八叉的。白玄，你这贱人，竟敢这么对我！白玄，你这贱人，竟敢这么对我！梁玉涵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就要朝里冲去。房门被人从里面关上，梁玉涵一张小脸撞在门框上。白玄，我杀了你！白玄神色淡然走回屋里，从一旁架子上拿了条帕子擦头发。白玄隐隐约约记起，他重伤昏迷之际，有人将他抱回来，还为他疗伤。脑子里浮现出敌人万军从中杀出的那个男人。萧王是原主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是在2人小的时候父辈定下的娃娃亲。如今2人的父母亲都已经去世，原主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转而喜欢上了三皇子。这次就是来边关找三皇子，被魏国敌军抓去了。白玄轻轻转过眸来，
抬头看向眼前的铜镜，镜中女子容色倾城，身材曼妙。但白玄更知道，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若是没有自保能力，美貌也会成为一种罪过。既然他已经来到了大周，继承原主的身体，那就要活出个样子来。上一世他习惯了站在高处发号施令，这一世他同样打算站在权力的顶峰。把门给我砸开！没过一会儿，房门轰然打开，这些都是梁国公府的护卫，专门保护梁玉涵的。把这小贱人给我拖出来！护卫们一个个冲进去，完全不顾白玄是一个重伤未愈之人。然而怎么冲入房中的，就是怎么被扔出来的。最后一个直接被白玄举起来，重重砸到梁玉涵的身上。没长眼睛吗？没看到本小姐在你后边，你是不是想死？对不起，二小姐，我是真没看到您。废物，连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梁玉涵眉头紧皱，满脸狐疑。白玄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他是吃了大力丸吗？白玄轻轻倚在门框上，就跟看耍猴戏一般，看着倒在地上的人。梁玉涵气得直跺脚，脸上表情是一个大大的不服。突然，梁玉涵见身旁护卫手里拿着一张弓，不由抢过来，对准了门口的白玄。羽箭飞射而出，直逼白玄面门。白玄冷笑一声，身子一偏，箭羽射空，定到他背后的门框上。贱人，还敢躲！这一次他手上力道更大，羽箭以更快的速度射向白玄。白玄死定了！梁玉涵正洋洋得意地想着，忽然迎面一道罡风打来，只见他刚刚射出去的箭又飞了回来。梁玉涵大惊一跳，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眼看着白玄下了死手，梁国公府护卫们皆是面色一变。就在箭羽射到梁玉涵面前之时，一只修长的手臂从旁伸出，凭空抓住梁玉涵面前的剑。梁玉涵已经吓得两腿发软，回过头来看向身旁男子，双眼通红。表哥，你可算是来了，我差点就被这女人给射死了。表哥，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萧王目色冷锐，扫了梁玉涵一眼。你好好的来这儿做什么？梁玉涵自然不会说是来找白玄麻烦的。萧王身后，雷霆看了一眼门口躺着的梁国公府的护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只是没有想到两人这次闹得这么厉害，差点出了人命。回去。我不回，人家还不是为了你。白玄这不知廉耻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王爷还为了救她冲入敌军之中，守了她3天3夜。人家心心念念的只有三皇子，刚才睡梦中还叫着三皇子的名字呢。住嘴！本来就是嘛，你忘了你身上寒疾是怎么来的了？还不是因为救他？你身子好不容易养好，因为救他寒疾复发，昨夜痛得死去活来的，值得吗？我寒疾发作跟他没关系，还不快把梁二小姐带下去！我又没说错，这边关天气本就寒冷，你又为了救他，在敌人铁砂营中待了一整夜，冻了腿。梁玉涵还在说个不停，雷霆赶紧让左右护卫将他拖下去。这些话是能当众说的吗？王爷不要面子的吗？空气中安静下来，萧王神色有些不太自然。白玄倚在门框上，一双乌黑灼亮的眼睛就那么肆意大胆地看着他，四目相对，两道视线无声交汇，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又似乎本就无话可说。半晌后，女子轻轻开口：我饿了，有吃的吗？比如青菜瘦肉粥。萧王对身旁人挥了挥手，立刻就有人去厨房。没过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粥端上来。这粥啊，看着十分软糯，里面瘦肉都炖烂了，没有2-3个时辰也炖不好，应是早就备着了。白玄安安静静地喝着粥，动作优雅，和平日里大不相同。萧王坐在白玄对面，等他吃完，才语气平缓地开口：有没有想过，万一真射中了梁玉涵，梁国公府的人岂会善罢甘休？王爷这是担心我，还是在担心自己的表妹？萧王薄唇轻抿，没有吭声。有些人惯会得寸进尺，你不吓他一下，他不会长记性。王爷来得晚，可能没有看见梁二小姐那几支箭也是奔着要我性命来的。教训他一下可以，但是不能要他命。我哪里要他命了？白玄轻笑一声，清脆的声音如同悠远的铃声，一下一下敲击在萧王心上。要不是本王来得及时，你那一箭就射到他心脏了。王爷不是来得挺及时的。萧王一阵无语。白玄3两口喝完碗里的粥，轻轻放下碗筷，瞅着萧王脸上有些僵硬的神色。梁玉涵没有分寸，射死了他却有梁国公这个父亲兜底，而他背后的白家无权无势，他本身也没有强大的势力。若是当真射死了梁玉涵，整个白府都会跟着遭殃。所以白玄不过是看着萧王过来，才射出那一箭的，吓唬梁玉涵罢了。萧王被他堵得没了话，这丫头看着温温软软的，可浑身气质大变。王爷若是有空的话，最好还是管一管自己的好表妹，可不是每次都能遇到王爷帮他挡箭。两人之间的气氛又是一阵奇怪。
萧王静静看着白玄，神色莫测。白玄则轻轻靠在椅子上，光明正大打量着这男人的容颜。想到这男人冲入万军丛中救下自己，白玄的神色微微柔和一些。多谢王爷救命之恩，多谢王爷救命之恩。王爷身上的寒疾是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梁玉涵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和你没关系。等你伤好了，本王亲自让人送你回上京。三皇子不会有事儿，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我并不关心三皇子怎么样，我是在问你的寒疾。哎，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白玄不关心三皇子，反倒关心起他来了。本王没事儿。萧王有些不自在回了一句，起身就往门外走去。白玄盯着男人的背影，回想着他冲进敌人万军丛中救他的场景。他这个人啊，可不喜欢欠人人情。白玄目送萧王离开，沉默一阵，对伺候他的小菊说：“带我去找梁二小姐。”梁玉涵就住在不远处，绕过几个回廊就到了。这会儿啊，他正趴在床上，对着空气骂骂咧咧的：“你来做什么？看我笑话吗？本姑娘告诉你，我不会放过你的。白玄，你给我等着！”白玄只当是没有听到这些。你表哥身上的寒疾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是拜你所赐。表哥自幼身体就不好，当年你掉进冰窟窿里，表哥为了救你，把身上的衣服都给了你穿。自那以后就落下了寒疾，这些你都忘了。现在表哥身体好不容易好了些，谁知道你有作，好好的上京城不待，非要跑到这边关来找三皇子。表哥为了救你寒疾复发，昨天晚上差点没痛死过去。白玄不禁陷入沉默，他仔细回忆了一下原主的脑子，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原主脑子里满是三皇子，这段记忆也就被他弱化了。眼看白玄默然不语，梁玉涵满是嘲讽：“你要是真有良心，就让你的好三皇子把药王谷那儿得来的驱寒丹给我表哥。”驱寒丹？对，驱寒丹能抑制表哥的寒疾。三皇子在哪儿？古阳城。白玄转身就往外走去，梁玉涵不由一愣，在白玄背后大喊：“喂，你真打算去啊？我可告诉你啊，从这儿到古阳城路上到处都是山贼土匪，到时候你要是被人给抓了，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白玄理都没有理他，径直往外走去。萧王因原主落下寒疾，他占用了原主的身体，且战场上被萧王所救，给他弄颗驱寒丹也不过分。此去古阳城并不远，但是一路上山道崎岖，丛林密布，路也不好走。行至一处密林，忽然一道绊马索从道路中央横空而出。吁！白玄连忙勒住马缰绳，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马儿被绊倒在地。何人在此？大当家的，是个美人儿。岂止是个美人啊，这简直是个大美人好吗？哇，这么漂亮的美人儿，赶紧抓起来，给大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啊！白玄神色冷冽，看向为首的三人。这三人穿得破破烂烂，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来人，把这小娘们儿给我抓起来！顿时10几个小喽啰朝白玄冲去。白玄周身气势一冷，一拳一个，一脚踢飞一个。这小喽啰们连白玄的一脚都没有碰到，也被打倒在地，惨叫连连。好一个小娘们儿，有两下子！老二、老三一起上！是大哥。白玄冷笑一声，3两下就将他手上斧头给夺了。三当家的见状，连忙举起剑朝白玄刺来。白玄直接绞了他手上兵器，将他撂倒在地。三人一阵傻眼啊！他们这就玩完了？说吧，你们想怎么死？哎，姑奶奶，我的好姑奶奶，我们不想死啊！不想死，还敢做山贼，半路打劫？姑奶奶，我不做了，我们再也不敢了。白玄神色淡淡瞅了几人一眼。你们吓跑了我的马，说吧，打算怎么办？我们陪你。哦，对，我们陪你一匹马。白玄瞥向3个山贼头子，只见他们衣服上打满了补丁，一看啊就穷得叮当响。你们全身上下加起来，恐怕也不够买一匹马。女侠，你别看我们穿的破烂，我们还有些家底，不过都在山上，本来是留着今年过冬用的。女侠，你要是不信，可以跟我们上山。想等我跟着你们上了山，再收拾我？大当家的心思被戳穿，吓了一跳。我们哪敢啊！女侠身手这么厉害，简直是我辈之楷模啊！女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留下来做我们的头，以后我们跟着女侠你混。白玄忍不住嘴角抽了抽，他有点嫌弃，但是眼下他的马跑了，他也不能走着去古阳城啊。行吧，那我就姑且跟你们上山看看，你们有什么家当够赔我一匹马的？好啊，好啊！一群小喽啰连忙在前带路，招呼白玄上山。入夜，离城一片静谧，忽然一道尖锐的声音打破院子的平静。王爷，白三小姐不见了。人怎么不见的？
王爷今日走后，白三小姐就去找梁二小姐问了王爷韩琦的事儿。梁二小姐说三皇子手里有驱寒丹，白三小姐可能是去古阳城找三皇子拿驱寒丹去了。你带人到城里四处找找。是，王爷。雷霆命令下去，带着人在离城到处寻找白玄。哪知一行人找了大半夜，也没有见到白玄的人影。入夜，梁玉涵睡不着觉，看着外面到处灯影幢幢，不禁从床上坐起来。一问丫头喜儿，才知道是白玄不见了。二小姐，奴婢怎么从未听说过三皇子的手上有驱寒丹呀？哼，他本来就没有。那小姐你骗白玄那傻子的，他活该，居然敢当众羞辱我，我让他不得好死。可是，小姐，奴婢担心王爷要是知道了。表哥就算知道了又怎样？白家已经没落了，难不成表哥还会为了区区一个白玄来怪罪于我啊？可是，别可是了，赶紧睡觉吧，白玄回不来了。梁玉涵刚刚闭上眼，门口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不好了，梁二小姐，王爷出城去了。表哥出城干嘛？据说白三小姐出城了，王爷是去找白三小姐。你们怎么不拦着表哥？这谁能拦得住王爷啊？梁玉涵气得面色铁青，白玄那个贱人根本不值得表哥为他如此。萧王带人从夜里找到天亮，终于在去古阳城的路上发现了一丝蛛丝马迹。王爷，这里有人打斗过。王爷，之前就有百姓报过，这虎头山附近有山贼，白三小姐多半是被山贼给抓了去。上山。王爷，这山上恐有危险，还是属下先带一队人马上去看看为好。本王亲自去。如果白玄当真遇到了山贼，后果不堪设想。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终于有了发现。王爷，找到了，山贼们正在洞中大吃大喝，他们放哨的已经被我们拿下，可以立刻杀进去。发现白三小姐了吗？没有，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敢太靠近。走，去看看。萧王面色冰寒，周身散发着一股子杀意。此时白玄正被一群山贼簇拥着，坐着一张虎皮，大口的喝酒，大口吃肉。山贼们为了招待白玄，将自己所剩不多的存货全都拿了出来。哥俩好啊，四季财呀，五鬼手啊，666啊！众人划起了拳。山贼们本以为白玄会输得很惨，结果是他们自己输得很惨。大当家的，又该你喝了；二当家的，你又输了；三当家的，喝呀！三个山贼头子全都傻眼了。啊，咱们仨都划不过女侠呀！女侠威武！女侠威武！众人满是佩服地看着白玄，眼里冒出一颗颗小星星。女侠，你就留在我们虎头山做山大王吧，我们的山贼事业一定能做得红红火火的。是啊是啊，有了女侠，我们一定能混出个样子来，说不定还能吞并了隔壁山头的李老二他们。对，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儿有手有脚，为什么不自谋生气，做起了山贼呢？山洞中顿时一静，众人的动作都不自觉慢下来。女侠，这就说来话长了。自从边关发生战乱，百姓民不聊生，大家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们就走上了劫富济贫的道路。这贫的就是我们自己啊！男子汉大丈夫，国家危难之际，当挺身而出，为国效力。你们为何不去从军呢？女侠，不是我们不从军，这边关将士的军饷被层层克扣，到了士兵们手中都不剩下什么了。你说这将士们都吃不饱饭，还能打仗吗？那不是只能送命？有这种事，萧王知道吗？二当家的摆了摆手。这萧王啊，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敌军5万，朝廷却只给他2000人马，这不是摆明了要萧王去送死吗？白玄不禁陷入一阵沉默。他虽然知道大周朝堂腐败，可是没有想到腐败到这个份上。这么说来，萧王如今的处境确实是难。他名义上是萧王的未婚妻，和萧王处在同一战线上，那他得帮帮萧王。报了，有官兵杀进来了！大家浑身一个机灵，连忙去拿自己的兵器。混乱之中，一队官兵已经冲杀进来。放下武器，缴械不杀！一群山贼们立时抱头，老老实实蹲在地上，连挣扎都放弃了。抬眸瞥见椅子上还坐着一人，正要厉声呵斥，赫然发现坐在椅子上的人正是他们要找的白三小姐。雷霆不禁嘴角抽了抽，脚下一让，身后男人高大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山洞中。白玄微微挑眉，眼里一阵震惊。哎，萧王这会儿不是应该在离城想办法对付魏明吗？王爷来了，坐下喝一杯。萧王脸上表情快裂开了，一步一步朝着白玄走来。白玄不傻，一眼就看出这男人是专门来找他的。饿了吧？吃点东西。能不能别闹了？我怎么闹了？雷霆见气氛不对，忙上前解释。白三小姐，王爷担心您一个晚上。我要他担心吗？
他不是留了纸条，说自己出城了，几日就回吗？雷霆一阵无语，一众抱头蹲下的山贼更是无语。嘿，这什么情况啊？眼前这位便是赫赫有名的萧王殿下。哎呀，女侠很硬气啊，连萧王都敢凶。白玄也不管萧王是什么神色，朝着地上几个山贼道：还蹲在那儿做什么呢？起来啊，自家人。山贼们一阵面面相觑，紧接着就笑嘻嘻地站起来。这大当家的惯会看眼色，连忙给萧王倒上一杯酒，又招呼小弟给萧王按摩肩膀。萧王袖子一拂，将几人挥开，浑身散发着冷气。都退下！现场气氛一阵冷凝，雷霆连忙让弟兄们全都退出去。山贼弟兄们眼见形势不对，也哆嗦着身体走了出去。这热闹的山洞里一下子就空旷冷寂起来。萧王满面阴霾，冷沉着脸，一言不发。有什么事儿就说。你就那么想见三皇子？是啊，要不是我的马被山贼弟兄们给吓跑了，我这会儿就已经到了古阳城了。你若真那么想见三皇子，大可以来告诉本王，本王亲自派人送你过去。一个人偷偷溜出城，难道你还想被魏明给抓去？第一，我光明正大的走的，没有溜。第二，我没有被抓，我是被魏明抓过，但是这不代表着以后我就怕了他魏明。等下一次见到魏明，我还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白玄，萧王语气一厉，这丫头听不进去也就算了，还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当真是一点分寸也没有。王爷这么放不下我，百忙之中还跑来贼窝里面找我，可是心里有我。放肆！萧王一阵面红耳赤，怒不可遏，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调戏他。白玄，王爷用不着这么大声，你先回去吧，给我留下一匹马就行了。我去找三皇子，给你弄颗驱寒丹，弄到了立马就回，耽误不了2天。你想见三皇子就明说，不要拿本王当挡箭牌。当什么挡箭牌啊？你救了我一命，我给你弄一颗驱寒丹罢了，就这么简单。三皇子手上根本就没什么驱寒丹，你深夜偷偷溜出城，不过是为了见他。你喜欢三皇子也无可厚非，但是能不能不要拉上本王？三皇子手上没有驱寒丹，梁玉涵那个小婊子骗我。白玄的沉默直接就被萧王当成了默认，男人脸色铁青。你不是想去古阳城见齐墨吗？本王现在就送你去。我不去了。既然三皇子手上没有驱寒丹，那他还去做什么呀？萧王神色这才好了一些。不去就跟本王回离城，回头我派人送你回上京。我不回。现在回去他多没面子呀，出都出来了，不干点什么可不是他的风格。这驱寒丹搞不成了，别的东西嘛总还要搞一搞的。你以为本王想管你？要不是看在你父亲救了本王一命的份上，本王看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王爷现在已经自由了，从今往后都不用再管我了。你到底留在这干什么？难不成你真要做什么山大王？做山大王有什么不好的？自由自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别说，我还真就留在这儿做山大王了。傅环叶眸色微沉，一把握住白玄纤细的手腕。你信不信本王一锅端了这贼窝？这男人要来强的。白玄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萧王强硬，他更强硬。反手握住萧王的手腕，用力一拉，就将萧王拉到了自己身前。信不信我把王爷按在地上摩擦？傅环叶耳窝一热，呼吸都重了几分，听到他的话又不禁一阵惊怒。不等他有所动作，用力一推，就将男人推倒在桌子上。他俯下身来。王爷这么放不下我，百忙之中还跑来贼窝里面找我，可是心里有我。放肆！萧王一阵面红耳赤，怒不可遏，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调戏他。我还大胆着呢。白玄轻笑一声，近距离欣赏的男人刀工雕刻一般完美的盛世美颜。王爷长得可真不错。萧王真是无语，他竟然被这女人给轻薄了。傅环叶额头上青筋暴跳，这女人到底是哪儿根筋不对呀？他不是觉得三皇子那样的才好看吗？说什么三皇子温文尔雅，不像他冷硬粗犷，就跟个臭石头一样。萧王反应过来，一把推开白玄，却不知什么时候，白玄手中绳子已经缠上他的双手，迅速打了一个奇怪的结，将他给绑了起来。你做什么？王爷要是不想丢面的话，就尽管大声的喊，最好是让你的属下和山贼们都进来看一下，王爷被一个女人给绑了。你到底想做什么？我想给王爷支个招。什么招？我知道王爷眼下守在这离城，正是危难之际，敌我势力悬殊。王爷若是不动用萧老王爷留下来的人脉和势力，恐怕很难打赢这场仗。可若是王爷联合老王爷的部下，朝中就会有人说王爷勾结老王爷旧部谋反。萧王不禁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白玄会看到这一点。
我给王爷支的招呢，很简单，就是把三皇子拉下水，让三皇子来背这个锅。萧王凝视白玄半晌，眼前这张脸绝美而陌生。曾经的白玄不会说出让三皇子背锅这样的话。如今三皇子龟缩在古阳城，正等着抓本王的错处，怎么让三皇子背锅？这简单，潜入古阳城中弄了他，逼迫他出兵就是了。他可是三皇子。三皇子又能怎么样？没有实力的皇子命如草芥。白玄语气猖狂至极，他说这话之时明眸透亮，神采飞扬，让萧王不禁微微一愣。三皇子如今在朝中的处境比之王爷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上面有大皇子和二皇子压着，永远低人一头。三皇子这次前来督军也不过是为了抓到王爷的错处，讨陛下欢心罢了。王爷就不如将胜利的锅盖强行盖到三皇子的头上，彻底将三皇子拉下水，让三皇子来承担这一切。他毕竟是个皇子，就算是再让他的父皇爹不开心，也就是不开心罢了。可这灾难要是落到了萧王府的头上，那就是灭族的罪。萧王很是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白玄会出这样的主意。白玄轻轻抬眸瞅着眼前男人，见他没有表态，王爷，这是您的机会，支持三皇子就是救您自己，也就是救萧王府。说了半天，你还是为了齐墨？我是为了你。白玄一阵无语，他怎么做什么这男人都觉得他是为了三皇子呢？这主意摆明了是在坑三皇子呀，让三皇子没法讨皇帝的欢心呀。萧王到底没多说什么，只是微微摇头。齐墨难成大业，若是本王支持他，萧王府就真的完了。萧王府一向中立，不参与各皇子党争，他若是开了这个先河，萧王府日后都没法独善其身了。王爷只需要先让他把这锅给背了，让他误以为你支持他，回头找一个机会把他甩了就行了。萧王陷入一阵沉默，他从前只知打仗，以保家卫国为己任，可到头来呢？陛下忌惮萧王府，三番五次为难他，怀疑他。这次面对强大的魏军，竟然只让他带萧王府的2000府兵上战场，美其名曰萧王府的战士能够以一当百。王爷若是下定了决心，现在就可以去找三皇子了。那你呢？我还有点事儿，做完了就回离城。王爷放心，我不会给你惹麻烦。傅环叶凤眸轻抬，看向眼前女子，只觉得她变了不少。以前她是绝对不会喝这种劣质茶叶的。最后萧王留下18亲卫保护白玄，自己带着雷霆等人离开。山贼们见萧王下山了，立刻就朝着白玄围过来。女侠，你和萧王是什么关系啊？女侠，你可真厉害啊，连萧王都能搞定。女侠，我们以后就跟着你混了，以后你让兄弟们往东，兄弟们绝不往西。那我要你们从良，你们可答应？山贼们对视一眼，扑通一声跪下来。答应，只要是女侠让我们做的，我们通通都答应。好，那就准备准备，跟我去烧了魏军粮草。啊！山贼们顿时就懵了，真去啊？怎么，怂了？莫非你们刚刚所说都是假话？谁怂了？干就干，跟着女侠，兄弟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行，那就做好准备，天黑就行动。遵命，女侠。白玄没和众人开玩笑，是夜，他便带着一群人前往魏军储存粮草的雍城。你们在城楼底下挑衅，将敌人引出来，我斩杀了他们的主将，然后我们就一起冲进去。女侠，这可是训练有素的敌军，你不要轻敌啊！只管按照我的吩咐做就行了。这些拿着冷兵器的敌人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记得，你们冲进去之后，不要和敌人纠缠，一路从南门杀到北门，在那里等着。到时候见城内起了大火，就是敌军粮草被烧了。女侠，如果没见城内起火呢？没有这种可能。白玄抬眸看了众人一眼，眼里冷芒，浩如明月。女子身上气势十足，浑身满是自信。山贼们也被她身上气势所感染，当即站出来挑衅。雍城的小贼们听着，马上快过年了，还不快拿些东西孝敬山贼爷爷们！快开城门，快来迎接本山大王！再不出城来，小心爷爷一锅端了你们！城楼上亮起了灯，雍城的敌军守将一见是一群山贼，顿时就带领一彪人马出得城来。区区山贼，竟敢前来打劫军营！哟呵，还有个女的！话落，白玄手握长剑，当空一横，只一刀便将敌军将领的头颅斩落在地。山贼和敌人们尽皆大惊一跳，白玄一马当先冲进城去，敌人四散溃逃，山贼们在后猛追。进了城内，白玄带着一小队人马去烧敌军粮草，大部队山贼们直往北门而去，整个城内全都混乱起来。半个时辰后，
城内火光冲天，起火了！女侠烧了敌军粮草了！山贼们振奋不已，士兵们守将被杀，一路溃散。没过一会儿，白玄与众弟兄们会合，往城外而去。翌日，萧王从古阳城回来，带回被胁迫不得不答应出兵的三皇子，让人将三皇子看管起来。城楼上，萧王刚刚巡视一圈，留在白玄身边的一名亲卫来报：王爷，白三小姐昨夜带着山贼们烧了敌军粮草。傅环叶微微抬眸，白玄不跟他回来，就是为了烧敌军粮草。什么？你说谁烧了敌军粮草？白玄？怎么可能？是白三小姐啊，我们一直跟在白三小姐身边。昨晚上，白三小姐带着众人杀入雍城之中，斩了敌军守将，放火烧了敌军粮草，我们亲眼所见。梁玉涵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白玄这女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啊！这名亲卫是不是被白玄给收买了，所以才会为白玄说话？白玄这会儿带着山贼弟兄们进了城，安顿好弟兄们后，打着哈欠上了城楼。白玄，你这贱人上哪儿去了？还得表哥到处找你！你偷偷溜出城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撒谎，说烧了敌军粮草。你快告诉大家，敌军粮草不是你烧的！你敢打我！梁二小姐的嘴巴若是再不干净，我不介意帮你撕了它。表哥，他打我，看我不弄死他！弄死我，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这梁玉涵骗他，他正愁找不到借口收拾他呢。这会儿正好自动送上门来了。梁玉涵的脸被白玄打伤，这会儿城楼上又有这么多人看着，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张牙舞爪就朝白玄冲去。白玄冷笑一声，等到梁玉涵冲过来之时，脚上一勾，梁玉涵跌了一个狗吃屎，哇哦一声就哭出来。他抹着眼泪，不服气地从地上爬起来。白玄抬眸看去，只见梁玉涵的手中握了一把匕首，好家伙，动刀子了！众人不禁屏住呼吸，但见萧王没有说话，也就没人动。白玄侧身躲过梁玉涵的袭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一旦有人在我的面前耍刀子，就得见血。梁二小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没伤到我，反倒是把自己给弄伤了。白玄抬手拍了拍梁玉涵的肩膀，将他推到一旁，朝着萧王走去。梁玉涵看着白玄嚣张狂妄的背影，心中恨意升起，他举起匕首就朝着白玄后背上刺去。众人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这梁二小姐还偷袭啊！雷霆想要过去阻止，已是来不及了。眼见着匕首就要刺到白玄的后背，白玄一个回身，一脚就将梁玉涵手中匕首踹飞。下一瞬，他从腰后取出绳索，直接套在梁玉涵的身上，拖着他往城楼边上走去。你干什么？表哥，表哥！萧王神色淡淡看着城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下一瞬，白玄将梁玉涵从城楼上扔下去，倒挂在城楼上。梁玉涵的身体砰的一声撞在城墙上，撞得他骨头都要散架了。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梁玉涵眼里世界都颠倒了，这会儿才感觉到怕了。白玄眼皮子都没有眨一下，一手拽着绳子。梁国公府的护卫们围上来，面色阴沉。放开我家小姐！哦，你的意思是要我现在就松手了？白玄手上微微一松，那绳子就往下移，梁玉涵也跟着往下坠落。护卫们吓得面色一白，顿时缩在一旁，不敢说话了。王爷，您看我多知道分寸，是不？萧王抬眸看向白玄，神色淡淡。玩够了就把人放下来。白玄美眸对上男人深黑的眸子，看他一眼，冷哼一声，随手把绳子绑在城墙的垛口上。三皇子答应出兵了？那就好。眼下敌军粮草被烧，军心大乱，三皇子既然已经答应出兵，王爷要及早行动才是。你不去看看三皇子？白玄眉梢微挑，这个男人的语气怎么怪怪的？不想去。原主是个恋爱脑，沉迷于三皇子，他可对三皇子没有半分兴趣。哦，对了，我弟弟白明被关了好几天了，王爷也应该放人了吧？他这次收服了一大群山贼，那群山贼弟兄们可嚷嚷着要跟他混，正好他让白明把这些山贼们编入军中，好好训练，将来有用处。白明违背军规，该罚。那就罚呀，罚完了就赶紧放人。众人一阵诧异，白明将军当初也是为了救他这个姐姐才闯城门违背的军规，如今这白三小姐不但不替白将军求情，还让王爷罚他，真是让人惊叹。众人并不知道白玄的骨子里是个比萧王还遵守军规的人。依你之见，本王该怎么罚？就依军中规定，大打50军棍，罚俸半年。好，就按白三小姐说的办，将白明带上来。白明很快就被带上来，高高个个的男子一见到长姐，眼睛瞬间就红了。长姐！白玄面无表情，神情严肃。趴下，好好受罚。众人无语。白明用力吸了吸鼻子，还好长姐没事，
没事就好。他点点头，老老实实受罚。粗壮的棍子一下一下砸在白明身上，白玄眼睛也没有眨一下。见白玄神色冷漠，雷霆不禁摇头，有些为白明感到不值。萧王完全可以肯定，这女人确实是性情大变了。要是换了以前，他早就跑过去护着自己弟弟了。等白明挨完罚，他弯下腰，直接将白明从地上抱起来。白明一阵不好意思：“张姐，我自己能走。”“走什么？姐抱着你回去。”众人看着姐弟二人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城楼上，神色一阵复杂。白玄一路将弟弟抱回房里，说是要给他上药。白明的脸色直接就红了，强撑着伤痛把张姐往外推。怎么不好意思了？他对这个哪怕违背军规也要冲出城去救他的弟弟有种天然的好感。姐，你自己身上的伤还没好呢，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我没事儿，倒是你身体看着瘦了不少，回去姐给你炖一些鸡汤补一补。白明一听，顿时满脸拒绝。可别了，张姐，您还是别糟蹋鸡了。臭小子，怎么说话的？白玄被气笑了，这小子是在嫌弃他做的黑暗料理。对了，姐，听说三皇子答应出兵了，这事儿不会和你有关吧？白明瞅着自己亲姐，神色看起来有些紧张。老实说，他并不希望长姐牵扯进三皇子和萧王之间。没，是萧王说动了三皇子。是吗？张姐，你就那么喜欢三皇子吗？你呀，还管起姐姐的私事来了。张姐，我只是觉得三皇子或许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白明满眼担忧，爹娘都不在了，他只有长姐一个最亲的人了，他只希望长姐能够平安幸福。行了，长姐都已经知道了，你赶紧让人进来给你上药。白玄揉了揉弟弟脑袋，大步往外走去。原主为了三皇子做了很多让人误会的事儿，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等时间长了，大家便会知道他对三皇子可没有什么好感。昨晚上折腾一夜，白玄也累了，回房后便倒头大睡，这一睡就是2天2夜。白玄醒来的时候，萧王早已带着手下2000人马、萧老王爷部下以及三皇子手上的2万人马迎敌去了。忽然大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院子里传来一阵吵闹声。白三姑娘，三殿下有请。白玄一看来者不善，随手将匕首插入靴子，又从梳妆台上挑了几根尖利的簪子放入袖中，这才目光幽冷地看向几人。你们这是请人的态度？三殿下耐心有限，还请白三小姐麻溜点跟我们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说话的口气直接就是威胁了。白玄耐着性子，我可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三殿下？白三小姐做了什么自己清楚。他也就是让萧王坑了三皇子一把。难道三皇子已经知道了？不对啊，这些都是我和萧王私底下的谈话，没有人会知道才对。白玄一边思索着哪里出了状况，一边跟着三皇子的人走了出去。此时院门口梁玉涵的丫头喜儿见白玄被带走，赶紧回去禀报自家小姐。怎么样？回小姐，三皇子的人已经把白玄带走了。好啊，白玄这贱人竟然敢把我倒挂在城墙上，让我颜面尽失，那我就让他这辈子都无颜再见表哥。另外一边，许久未见，玄儿可有想念本宫了？白玄听了这暧昧不清的话，只觉得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我不明白三殿下这话是何意。哼，这里只有你我2人，就不要再装了。殿下有事说事，没事的话，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就不奉陪了。齐墨神色一冷，朝门口几个彪形大汉微示意，白玄立时被人拦住。这么说，玄儿当真是不想本宫了？不想。干脆果断的2个字，犹如快刀斩乱麻一般，直接将原主和齐墨之间的纠葛斩得干干净净。看来梁二小姐说的没错，你一直都在玩弄本宫的感情，嘴里口口声声说着喜欢本宫，其实是为了萧王。萧王整天怀疑他做什么都是为了齐墨，齐墨则怀疑原主喜欢他是为了萧王。哼，真是有趣。白玄转过身来，强迫自己脸上露出一抹笑意。我和殿下并不相熟，以前或许是做出过什么事情让殿下误会了，但是今日一并说清楚。另外，我是萧王的未婚妻，如今我和殿下孤男寡女在这里会面，若是被有心人传出去，恐会累及殿下的名声，你我2人今后还是避着点好。这意思就是今后能不见面就不见面了。我们不相熟？哼，这香囊是你亲手送给本宫的，你该收吧。白玄随手接过香囊，静默不语。说啊，你要是和本宫不熟，你的贴身之物又怎么会在本宫身上？送错人了，这本是送给我未婚夫萧王的。白玄神色淡定，走到一旁，拿起柜子上剪刀，便将香囊剪成了2半。现在毁坏信物，未免太晚了。况且
本宫这里还有。齐墨满面嘲讽，拿出一条手帕，只见雪白的丝绸上面用粉色丝线绣着一个小巧工整的玄字。白玄无语，他眸光淡淡扫过手帕，神色清冷。我以前可能喜欢过三殿下，又自觉配不上三殿下，就对三殿下死心了。这些陈年旧事又何必再提呢？白玄一边说着，一边慢慢走过去，从齐墨手中夺回手帕，撕成了碎布。齐墨脸色都黑了。陈年旧事？上个月你不是刚写信给本宫，说分别数月甚是想念，你千里迢迢从上京赶来，不就是为了见本宫一面？白玄确实没有想到，他堂堂华夏特种训练营总指挥，竟穿越到这样一个恋爱脑的身上。怎么，没话说了？有。白玄索性拉开一把椅子，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杯茶，慢悠悠地喝起来。他继承了原主的身体，也得处理一下原主留下的烂摊子。我以前确实喜欢过三殿下。哼，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不喜欢本宫了？没错，我千里迢迢从上京赶来，只为了见三殿下一面。然而不幸在路上被魏军抓获，我心心念念盼望着三殿下前来救我，可是结果呢？殿下躲在古阳城，不发一兵一卒，还一来就对我兴师问罪。敢问三殿下对我可有一分真意？齐墨自知理亏，神色也缓和一些。本宫奉旨守在古阳城，不能擅自离开，你当体谅本宫的难处。哦，那如今殿下怎么能离开了呢？三皇子被堵得哑口无言，谁能想得到他是被那萧王那天杀的给绑来的？他如今就是和傅环业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这种丢面的事儿，他也不好当着白玄的面说出来就是了。梁二小姐说，你本是要去古阳城找本宫拿驱寒丹的。对。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接近本宫都是为了萧王？这有什么不对的吗？萧王是我的未婚夫，又为救我寒疾复发，我给他弄一颗驱寒丹，这怎么了？这么说，你的确在玩弄本宫感情。三殿下一个巴掌拍不响，殿下早知我是萧王的未婚妻，还对我勾勾搭搭，这传出去就不怕被人说闲话吗？本宫对你勾勾搭搭，不是你想方设法的爬本宫床吗？这些你都忘了？说话间，齐墨欺身而进，眼里满是轻浮。白玄眸光微沉，想调戏他。上一个调戏他的人命根子被他踢断了。怎么，三殿下这是发情了？齐墨先前就饮了一些酒，这会儿体内不知怎么的一股无名热火直往上冲，他整个人被踹得直往后退。三殿下若是想发情，怕是找错人了。白玄，你竟敢打本宫！我警告三殿下，下次要是再敢这样对我动手动脚，小心我废了你！齐墨头脑顿时清醒几分，可身体愈发燥热，朝着白玄扑去。白玄面色一沉，是他刚刚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还是说这男人觉得他的威胁毫无作用？白玄侧身一躲，齐墨扑了个空。装什么装？你不是早就想爬本宫的床了吗？今日本宫就给你这个机会，好好的把本宫伺候好了，什么都好说。他只要一想到萧王强行逼他出兵，还将他软禁在这儿，就是一肚子气。他弄不了萧王，还弄不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你是自己乖乖过来，还是等着本宫去抓你？白玄心中冷笑，面上神色不变。来呀，殿下过来呀。这就对了嘛。等到齐墨靠近，白玄一把抓住齐墨头发，将他头揪得直往后仰。白玄提起桌上茶壶，就将里面的茶水全部倒在齐墨头上。贱人，你做什么？三殿下这就不懂了吧？这样玩才刺激，才有情调。白玄轻笑一声，握着茶壶的手一松。三殿下既然想玩，我就陪殿下好好的玩一玩。白玄说着，抓住齐墨衣领，用力一推，就把他推倒在满是瓷片的地上。你这贱人，瓷片扎到我了！你这贱人，瓷片扎到我了！他奋力挣扎起来，身子却被白玄死死地按住，鲜血从后背流下来，痛得齐墨面目狰狞。三殿下想要玩刺激的，就得付出代价，这点痛都忍受不了，还玩什么呀？齐墨愣愣看着白玄，只觉得他变了，变得放肆又大胆。白玄，本宫可是皇子，你胆敢伤害本宫，本宫回头禀告父皇，抽了你白甲。我好怕呀，我怕三殿下还没有来得及抄我的家，就被陛下给贬为庶人了。毕竟三皇子今日的行为和强抢良家妇女有什么分别？白玄死死压着齐墨，将他身体往碎瓷片里面按，让他一动也没法动弹。齐墨痛得龇牙咧嘴，朝门外大吼。白玄从他脚上脱下袜子，直接塞到他嘴里。
齐墨不敢置信，瞪大眼睛，这女人竟然敢这么对他。就在这时，门口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表哥，喜儿亲眼看到白三小姐打扮的妖艳无比，到三皇子这儿来了。白三小姐还说要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三皇子殿下。”白玄眸光眯起，梁玉涵的声音，怎么哪儿都有他？男人满面阴沉，径直越过守在门口的护卫。梁玉涵直接绕过萧王冲进去：“表哥，我就说白玄这贱人勾引三皇子吧！”只见三皇子双手被反绑着，嘴里塞了一块破布，仰面躺在铺满碎瓷片的地上。三殿下，您这是怎么了？梁玉涵冲过去，目光四处扫视，连白玄人影都没有见着。不对啊，门口那么多人守着，没见到白玄出去，他人呢？白玄，是你在这儿吗？不会是你把三殿下给伤成这样了吧？你快出来啊！我们都知道你仰慕三殿下，都这种时候了，你也没必要躲起来，快出来吧！他一定要将他找出来，让他身败名裂。你们还不快到处找找，看看到底是谁伤了三殿下？护卫们这才反应过来，忙把三皇子手上绳索松开，嘴里破袜子拿出来，四处搜索起白玄来。三殿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是谁伤了您？齐墨此时浑身滚烫，体内就像是有一片火在燃烧。他一见梁玉涵在面前晃荡，就忍不住朝梁玉涵冲过去，一把抱住梁玉涵。众人都惊了一跳，梁玉涵更是吓住了，浑身僵硬的一动也不敢动。齐墨却更加放肆了，又朝他嘴唇上亲去。众人一阵傻眼，可谁也不敢说什么。原来三殿下喜欢梁二姑娘。白玄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梁玉涵这才清醒过来，连忙挣扎着退开，却发现齐墨力大无比。他双手紧紧箍着他的腰身，将他死死按着，让他挣脱不得。表哥，救救我呀！表哥，救救我呀！萧王这才走上前去，制止了齐墨。他神色奇怪看着白玄。齐墨这副样子是他做的，他不是很喜欢齐墨吗？梁玉涵好不容易从齐墨手上挣脱出来，一见白玄完好无损地站在眼前，顿时脸都绿了。白玄这贱人怎么会好端端的从门外进来？没想到梁二小姐和三殿下才是真正的郎情妾意，二位都已经亲在一起了，想必好事也将近。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也不提早告诉我一声呢？我也好准备一份贺礼啊。梁玉涵面色铁青。白玄，是你做的是不是？是不是你对三殿下下了药？下药？白玄本来没往这方面想，经过梁玉涵这么一提醒，再看看齐墨现在的模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齐墨虽然对他别有所图，但好歹也是大周三皇子，不至于对他做出那样无耻的事情来。但如果是被人下了药，那就不好说了。还不快找大夫来看看，是不是有人对三殿下下了药？齐墨的护卫们一听，立刻就去找了一位大夫来。这位公子在2个时辰前服用了鸳鸯散。齐墨的侍卫们不禁面色一沉。大夫又替齐墨施了针，齐墨才慢慢清醒过来。三殿下，你还好吗？真没想到白玄竟然因为喜欢你，就对你做出这种无耻之事。梁玉涵的一句话，直接就把下药的罪责推到白玄头上。你耳朵聋了，还是脑子瘫了？大夫说了，三殿下是2个时辰之前中的毒。你们好生想想看，2个时辰前到底是谁来过这里？齐墨身边的护卫们齐齐看向梁玉涵。2个时辰前是梁二小姐来看三殿下，说是白三小姐玩弄三殿下感情，随后三殿下便怒气冲冲，要他们去请白三小姐过来。三殿下，小女冤枉啊！小女只是听说三殿下来了这离城，按照惯例来给三殿下请个安，行个礼而已。小女自幼仰慕的人是表哥，万没有对三殿下用这种下作手段的道理。倒是白玄一直仰慕三殿下，我看就是他对殿下用了毒。齐墨这会儿已经清醒了大半，他当然知道这不是白玄对他下的毒，可白玄这个女人竟敢这么对他，他今日就把这脏水往白玄身上泼。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对本宫用毒，罪大恶极，本宫回头就上报父皇，让父皇下旨抄了你们白家。三殿下，饭可以乱吃，话却不可以乱说，在陛下面前撒谎可是欺君大罪。三皇子脸色微变，欺君之罪他可担当不起。白玄，我们都知道你对三殿下情有独钟。不等梁玉涵说完，白玄一把揪住他衣领，将他整个人提过来。我看你是对三殿下情有独钟吧？这不，脖子上面还有吻痕呢，瞧这2个粉色的小草莓印在上面，可真好看。三殿下说，我为了得到你机关算尽，对你下毒。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家刚刚冲进来看到的，就该是我扒了三殿下的衣服和你如胶似漆的画面，而不该是你被我揍得满地找牙。这么说，你承认是你伤害了三殿下？没错，
就是我亲手将某些对我欲行不轨之人狠狠地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白玄冷眸扫视过去，只看到梁玉涵心底发寒。有三殿下背上的伤口为证，我倒是要看看陛下会不会相信我机关算尽，为了三殿下却将三殿下弄得遍体鳞伤。齐墨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从前怎么不知道白玄如此伶牙俐齿？三皇子殿下欺辱良家妇女，更何况还是战功赫赫的萧王殿下未婚妻，就算是不被陛下责罚，也会被大周的百姓戳脊梁骨。萧王府在皇帝眼中是功高震主，可在大周百姓眼中是保护大周百姓的国之柱石。齐墨本就是污蔑白玄，现在被白玄这么一说，不禁有些心虚了。他姑且把这口恶气压下去，等回了上京再找白玄这贱人算账。梁玉涵却没有打算放过白玄。你血口喷人，分明是你勾引三殿下，对三殿下下了毒，还敢说三殿下污蔑你，真是不要脸！没有你不要脸，萧王殿下，到底是谁下的毒？一查便知。我只是送了些糕点过来，三殿下已经用了。用了也没事，再看看药铺里面有谁抓药不就行了。萧王对身旁雷霆吩咐：去查。表哥，不是我，你相信我。本王自然信，但本王更信事实真相。话落，萧王拂袖而去。他还真得好好查一查梁玉涵最近的行为，实在是太放肆了。萧王回房后没多久，雷霆便查到了结果。回王爷，梁二小姐身边的一个护卫去街口药铺买过药，正是鸳鸯散。把梁二小姐给本王叫过来。梁玉涵很快就被带上来。表哥，你刚刚为什么不帮我？帮你做什么？帮你污蔑我未婚妻的清白吗？还是说帮你下毒毒害三皇子？我没有，我只是……还敢狡辩！雷霆都已经查到了，你让人去买的鸳鸯散，是我身边的人自作主张，我真的没有。你以为三皇子不知道是你？要不是担心这件事累及自己名声，你以为三皇子会善罢甘休？雷霆，将梁二小姐拖下去，大打20大棍，再送回上京。表哥！梁玉涵满目震惊，他竟然为了白玄打他。立刻打，打完连夜把人送走。是，王爷。左右侍卫立刻上前来，架住梁玉涵就拉下去。表哥，你不能打我，不能打我，我不要回上京。表哥，我不要。梁玉涵的声音越来越远，屋子里安静下来，窗外树叶刷刷，秋风卷着寒冷的气流从窗户灌入。雷霆连忙去关窗户。萧王似乎再也忍受不住，面色肉眼可见的发白，他眉头紧皱，整个人有些哆嗦，额头上渗出不正常的汗珠。雷霆回头一见，面色大变，王爷这是寒疾发作了。王爷，属下让人去熬药。白玄呢？白三小姐收服了那群山贼，这会儿正和白明张罗着训练山贼呢。龙刹，属下在。以后你暗中保护在白三小姐身边，若是有什么事，及时来报。是。这会儿萧王整张脸都成了乌白色，雷霆心疼不已。王爷，您就别担心白三小姐了，先上床歇会儿吧，我让人弄点姜汤来。这药啊还得熬上一会儿，只能让人先熬点姜汤。雷霆吩咐下去，又叫人抬了几个火炉子进来。今年这天冷得比往常早，只希望王爷这个冬天不要太受苦才好。此时白玄面前100多个山贼整齐列队站在教场上。入了军中就得遵守军中的纪律，以前你们的那些山匪习性通通给我收起来，从今往后好好的训练，将来好上战场杀敌，建功立业。是，女侠。 3个山贼头子站在队列最前方，腰杆挺得异常笔直。以前他们在山上只以为做山贼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就很痛快，直到女侠带他们闯入敌军大营，烧了敌军粮草，他们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痛快。军中有军中的规矩，以后不要再叫我女侠，可以叫我白三小姐，或者是老大。是，老大。山贼们异口同声选择了后者。白玄点点头，转眸看向身旁的白明。给他们领的盔甲和兵器都已经领到了吗？辎重那边的人说得王爷同意才行。这群弟兄们原本是山贼，如今虽然从了军，但是以前的身份毕竟不光彩。辎重管理的人以此为借口，拿王爷的身份来堵他。行，我回头去找萧王，都给我好好的练，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是。白玄离开教场后，径直往萧王院子里而去。这会儿正值傍晚时分，萧王的院子里灯火通明，来来往往的下人们行色匆匆。白玄见他们抱棉被的抱棉被，抬火炉的抬火炉，还有人端着汤药，不禁一阵奇怪。这是出什么事儿了？雷霆惊了一跳，
回过头来见是白玄，想着王爷这一身寒疾都是因他而起，不禁没好气。还不是因为白三小姐你？因为我。王爷当年为了救白三小姐而落下寒疾，如今是寒疾复发了。白玄闻言一愣，随即他朝屋里走去。白三小姐，王爷已经歇下了。白玄没有应声掀开帘子，一眼便将里面情况尽收眼底。不过深秋季节，屋子里已然燃起4个火炉。萧王静静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几床厚厚的棉被。白玄径直往里走去，只见男人合着眼，面色煞白，唇上毫无血色，整个人好似没有了生气。他抬手抚上男子额头，刚一碰到男人肌肤，手上便是一凉。他又摸了摸男人的其他地方，萧王浑身好似一个冰块。白玄心中大为震惊，萧王的寒疾竟然如此严重，照这么下去的话，他怕是活不了多久了。很冷吗？很冷吗？你怎么来了？白玄没有回答，他将手伸进萧王被子，想替萧王按摩一下身体。你做什么？我懂一些穴位方面的按摩，可帮助王爷揉捏一下腿部，让王爷身体热起来。不必了。萧王忙抓住白玄乱动的手，往被子外推。不巧的是，他这会儿浑身无力，力气竟没有白玄大。萧王只得厉声道：“出去！别动，好好躺着便是。”被子里冷冰冰的，一丝热度也没有。男人身体冷得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冻结了。白玄也没有墨迹，迅速找到萧王的腿，便按摩起来。你快别闹了，出去！王爷可是担心我的名声？我在世人眼里都已经是被敌军糟践过的女子了，王爷还担心什么？在这封建的古代，只要女子被敌军抓去，甭管你清白还在不在，世人皆认为不在了。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毛毛雨，他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萧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半晌他才道：“你不用担心自己嫁不出去。”言外之意就是他会娶她。我一点也不担心。白玄一边和萧王说着话，一边将萧王手脚四肢按摩完毕，又帮他揉揉脚底。脚被柔软的小手握住，萧王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按摩完后，白玄探探萧王的体温，发现这套按捏手法对这男人来说作用不大。萧王的身体依然僵硬得如同一个冰块，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这不行。白玄愣在原地沉默半晌，他踢掉脚上鞋子，钻进萧王的被窝。你做什么？白玄没有回话，趁他不防备，整个人窝进男人怀里，雪白的藕臂抱住他。萧王的呼吸猛地一沉，一股奇异的感觉从心头窜起，直涌入四肢百骸。这丫头身体如此柔软，如此沁香，就像是一团热火，好似要将她点燃。萧王重重喘了口气，眸光幽深看向白玄。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既然按摩手法对这男人没用，那他就换一种方法。白玄并不打算单纯的用身体温暖萧王，他估计这样做效果不大。他想用一个女人的诱惑力激起一个男人内心原始的火热。白玄也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但总归得试一试。萧王整个人都乱了，身上传来的奇异感觉几乎让他失去理智。这丫头的行为太突然，太大胆，太放肆，以至于他除了震惊全是慌乱。萧王极力保持镇定，用力推着白玄的身体。出去！你再不出去，我就叫来。萧王话未说完，尽数被白玄堵在喉咙里。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哪种方式能让这男人热起来，他就用哪种方式。萧王唇瓣一热，脑子轰的一声炸开，只觉得头皮都在发麻。他体内迅速窜起一股火热，直冲脑门。女子奇异的香甜在口腔中蔓延，让人忍不住想要汲取更多。白玄的吻极大挑战萧王的自制力，冰冷与火热交融在一起，让人沉沦。小丫头，你这是在玩火。白玄离开男人嘴唇，轻轻一笑。王爷火起来了吗？他感受到他身体变化了，这一招有用。萧王也察觉到自己的变化，心中又惊又恼，又羞又郁。他从未和女子有过如此肌肤之亲，除了那一夜抱着昏迷的他为他清洗伤口。萧王体内生出一股奇异的潮热，身上的冰寒一点点散去。白玄一动没动，只还是抱着萧王，深深看着他。王爷就没有找个大夫看一下？宫里的御医也没法子吗？难道这病就没得治了？看了，御医也没有法子，只说是药王谷的老医仙才能治，但药王谷神秘莫测，
药王谷的人更是行踪飘忽不定，本王找了好些年也没有消息。回头我帮你找。萧王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但也没多说什么让人沮丧的话。这丫头能如此待他，他已经很意外了。我的寒疾和你无关，你不要听梁雨涵胡说。男人声音不自觉柔和下来，看着这个从小和他定了娃娃亲，但是一直不怎么喜欢他的少女，第一次有了不想放手的想法。和我有没有关系都无所谓。那日我被魏明抓去，你不是还救了我一命吗？一报还一报，我也还欠你一条性命。白玄感到萧王的身体越来越热，被子里也渐渐有了热气。他还发现男人的手臂不知什么时候环在他腰上，不发现还好，一发现只觉得身体有点发烫。这男人身上的肌肉弹性紧致，抱着太舒服了。就算本王那日不出现，你也能抓住魏明自己逃脱吧？不好说，只能说有机会。主要是当时这具身体太弱了，等我以后好好的训练，一个两个的魏明根本就不在话下。你变了。是变了。原主都已经死了，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灵魂，不变才是怪事呢。白玄的手臂轻轻松开萧王，因为他感到男人身上有点火热了。他在被子里面活动一下手脚，伸展，保持一个姿势有点僵硬的筋骨，却一不小心碰到男人身上不该碰的地方。萧王浑身一僵，面色骤变，脸从脖子红到耳根。白玄手上一烫，连忙放开萧王，脸色也烫起来。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就暧昧起来，四目相对，两人又迅速移开目光。王爷，你脸红了。本王又不是柳下惠。他一个大男人和个身娇体软的小姑娘同在被窝，又被人吻了，甚至碰到了敏感处，还不准他脸红。怪我喽。白玄轻笑一声，见萧王恢复的差不多了，他不由从被子里抽身出来。这厚厚的被子里3层外3层盖在身上，他实在有点热。萧王轻轻看着女子穿衣的背影，心头一阵空落落的感觉。白玄倒了杯水递给萧王，萧王伸手接过，只喝了一口便放下。多喝点热水，补充水分，也能暖暖身子。萧王听话的又喝了一口，见他寒疾慢慢好转，白玄开始说起正事。看在我给王爷暖身子的份上，王爷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萧王神色一僵，这丫头如此对他，是因为有事求他。说吧，什么事儿？萧王神色慢慢冷淡下来，心头的火热也被浇灭大半。据我带回来的那群山贼兄弟，他们已经从了军了，但是缺一身甲胄，还缺一件趁手的兵器。王爷能不能批准一下，给他们每人弄一套？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王爷一句嘴皮子的事儿。好，本王答应你。傅环叶唇角微勾，心情又不自觉地好起来。他还以为这丫头又要和以前一样说什么没谱的话，没想到只是给山贼们要一身行头。他们竟然已经入了军中，一身甲胄和兵器是该给的。本王丑话说在前呢，他们虽然是你的人，但入了军中就得严格遵守军纪，若是有违军令，本王定会严惩。放心吧，我已经叮嘱过他们了。白玄眉眼弯弯，笑得肆意。萧王就那样看着眼前女子，险些被她笑容晃花了眼。女子落落大方，明媚似火，不像一般闺阁女子那般娇羞，反倒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豪气，让人看不够。白玄穿好衣服，缓缓走出门外。好好照顾你家王爷，切莫再受了寒气，往后天就更冷了，随时提醒你家王爷更衣，做好保暖。是，白三小姐。雷霆这会儿笑意满满看着白玄，态度恭恭敬敬的。这白三小姐比药还好使啊，要不以后王爷寒疾发作的时候，他直接去找白三小姐好了。翌日清晨，天光大亮，敌军撤退，离城危机解除，萧王正准备班师回朝的事宜。雷霆匆匆前来。王爷，龙刹传来消息，白三小姐去龙脊山了。去哪儿？龙脊山，说是白三小姐要去龙脊山寻找药王谷的人，帮助王爷治疗寒疾。胡闹！他想起昨日白玄说的帮他找药王谷的人，本以为他是随口一说的，没想到今日他就去了龙脊山。这些年他派了无数人去龙脊山，都没有找到药王谷老医仙，他又如何能够寻得到？王爷，我们此番回朝也得经过龙脊山，可以一并去寻白三小姐。传信给龙刹，让他立刻回禀白玄的位置。龙脊山山高谷深，神秘莫测，除了传说中的药王谷，还有很多神秘杀手组织。白玄孤身一人闯入，实在是危险。此时一路跟着白玄的龙刹，正在龙脊山一座云雾缭绕的密林里兜圈子。他身为王爷身边最为厉害的隐卫，竟然在这里跟丢了白三小姐。忽然身后一阵劲风袭来，只见一条长蛇般的树藤朝自己飞来。
龙刹迅速退开，一道冰寒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为何跟踪我？”这黑衣人从离城出来之后，就一直跟在他身后，他一直等着他动手，他又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白三小姐，你认识我？我是龙刹，奉王爷之命保护你。白玄不禁一愣，他倒是没有想到萧王还派了人暗中保护他，这男人有心了。别一会儿入了龙脊山深处，还得我保护你就好。白三小姐，龙刹就是再怎么没用，也比山贼强。说话间，龙刹看向白玄身后缩头缩脑的山贼头子顾子刚。顾子刚是山贼头子中的老大，说是小时候跟随祖父采药来过这龙脊山，这次白玄提起要来这儿，他才自告奋勇的前来带路。那可不见得。顾子刚武力值是不行，但他们能在这林子里不迷路，他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至少子刚不会透露我的行踪，不是吗？那是。龙刹神色一阵尴尬，好在他脸上戴着面具，看不出来就是了。我也不会透露白三小姐行踪。你觉得我会信？除了王爷。你要透露我的行踪也行，摘下脸上的面具，让我看看你的脸。龙刹犹豫一下，抬手摘下脸上面具。白玄微微有些惊讶，没想到龙刹竟然毁了容。他半张俊美无愁的侧脸，半张像是被恶魔撕毁过的脸，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抱歉，吓到白三小姐了。这点伤吓不到我。白玄神色淡淡回一句，眸中并无任何异样。龙刹愣了一下，他倒是没有想到白三小姐能够如此坦然。龙刹心中不禁对白玄多了几分敬意。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赶路了。我们的任务是深入龙脊山，找到药王谷。谁？等白玄回过神来，只见一个白胡子老者正抓着龙刹脸上面具，打量他的脸。这是谁伤的你？是我娘。你娘是什么人？她人在哪里？她已经死了。居然死了。他像是回想起什么事情，眸中一阵黯然，半晌不语。前辈，您是？小姑娘忒没见识，连我药王谷医仙都不认识。白玄欣喜，药王谷医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萧王的寒疾这下有救了。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医仙前辈，失敬失敬。说来我们也真是有缘，晚辈正在四处找您呢。让我做什么？白玄正要说找他给萧王治疗寒疾，可想到根据自己查过的资料，这位药王谷老医仙性情怪异，也就没有说实话。找您喝酒呀，听说您老千杯不醉，我心中很是佩服，就想着跟您老拼拼酒。跟我拼酒？好啊，到我家来吧。话落，老者身形一闪，整个人消失在众人眼前。果然是个怪脾气的老头，不但脾气怪，功夫还很高强，至少跑得倒是挺快的。白玄打量四周环境，正思索着如何去找老医仙，只见顾子刚贼笑着屁颠儿屁颠儿跑过来。嘿嘿，老大，我刚刚使了点小手段，给那位老医仙身上撒了点东西，我们可以循着气味找过去。好啊，好小子，有你的。这小子武力值不怎么样，歪门邪道倒是懂得不少，也难怪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山贼的头子。嘿嘿，我还是有点用处的。龙刹自然知道顾子刚是在介怀先前自己所说的话，不禁无奈笑笑。方才是我出言不敬，还请小兄弟见谅。嗨，无妨无妨。三人循着气味一路寻去，不到半日功夫，气味就不见了，一座高大的山崖立在眼前。奇怪，怎么没有气味了？因为他进了山洞了。顾子刚诧异不已，抬眸看去，老大，这上边有山洞？有，就在这半山腰上。白玄抬头看着半山崖上一处生长方向与其他草木不同的草丛，他可以断定洞口就在那里。那片草丛刚刚被人拨开，有人进去，所以草丛生长的方向被拨乱了。前辈，是你邀请我来你家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老医仙在洞中听到外面一个年轻女娃娃的声音，不由惊了一跳。那小丫头当真找到这里来了？他突然打了一个阿嚏，才发现自己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染了药粉。好啊，竟然敢对他用计！老医仙躲在山洞里，一声未吭。顾子刚有些怀疑：老大，这崖上真的有人吗？有，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可是这么高，我们怎么进去啊？顾子刚望着山崖，一筹莫展。龙刹倒是会轻功，但这山崖中间有段距离空无一物，没有合适的接力点，他要上去也有些困难。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上去。白玄说着，从靴子里拔出匕首，就开始徒手往上攀爬。这能行吗？老大，行不行啊？不行你就先下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少废话。老大，行不行啊？不行你就先下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少废话。白玄扔下一句话，就沿着崖壁往上攀爬，顾子刚的心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龙刹则紧绷着神经，做好随时接住白玄的准备。然而白玄没有掉下来，他很快攀爬到山洞处。我去，老大简直是我的神啊，这也太厉害了。龙刹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是真的没有想到白三小姐为了王爷竟会冒这么大的险。山洞里别有洞天，外面天气严寒，里面却挺温暖。既然来了，那就是客，坐吧。白玄从善如流，盘膝坐下。不瞒您说，晚辈此番前来是有一事相求。老夫已经归隐了，不救人了。白玄一听就知道这是托辞，他淡淡一笑，不是，我是有一批好酒，想要请前辈鉴赏鉴赏。酒呢？老一仙斜了白玄一眼，见他浑身上下连个酒壶都没有，不由得翘了翘胡子。在上京城。太远了，不去。萧王殿下刚刚得了一批好酒，想请前辈您喝个够。原来是想让我去上京医治萧王。萧王乃我大周护国战神，朝廷不可或缺的人才，如今身患寒疾，受病痛折磨，前辈身为大周人，救萧王也就是救大周。老夫并非大周人。前辈乃是隐士高人，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相比，无论是哪国人，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老夫不信佛，也不想造7级浮屠。那不知前辈想要什么？只要前辈肯医治萧王殿下，晚辈能够做得到的，一定会为前辈办到。老夫什么也不想要。他闭上眼睛喝着酒，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白玄默了一下，试探性开口：今日与我同行之人，也就是脸上有条伤疤的那位，是萧王属下。前辈若是想要在他的脸上试试自己的医术，或者想从他那儿了解些什么，不妨就跟我们走一趟。老一仙的心思被戳穿，有些惊讶看了白玄一眼，下一瞬他冷哼一声：不感兴趣。哼，威胁他？他可不是那么好威胁的。白玄不禁嘴角抽了抽，还真是一个油盐不进的倔老头。唉，那就没有办法了。白玄轻叹一声，从背后取出一条绳索。你想干什么？莫非想绑了我？既然前辈不同意跟我走一趟，那我就只能先入为敬了。前辈得罪了，前辈得罪了。老一仙神色一变，转身就要逃，却不知何时身下衣袍被白玄踩住了。哎，老前辈莫急。白玄先前已经见识过老一仙转瞬消失的本事，所以这次有了防备。老一仙连忙出手和白玄打了起来，谁知几招不到就被白玄制服。老一仙不禁瞪大眼睛，虽然他行走江湖靠的是医术和轻功，但也会些武功啊，不至于这么快就败在这丫头手上啊。不多会儿，白玄的身影出现在半山崖上，顾子刚和龙刹对视一眼，老一仙同意了。当他们看到仙风道骨的老一仙被白玄捆得结结实实，用一根绳子从山上掉下来时，整个人都大受震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白三小姐竟是用强的掳来了老一仙。老一仙一阵吹胡子瞪眼，这要是被他一群徒儿们知道了，还不丢死人了？臭丫头，你这是虐待老人！您鹤发童颜，一点也不老。龙刹背起老一仙，三人准备沿来路返回。这时山中起了雾，四处白茫茫的一片，顾子刚也有些认不得路了。一仙前辈，劳烦您给指一下路。见过把人绑起来让指路的吗？此时就见了。您要是不给指条前路的话，我可把您那心爱的酒壶扔到山底下去了。老一仙只气得胸口一阵起伏。臭丫头，沿着这些黑桑树走。白玄抬眸看去，只见他们右手边果然种着很多黑桑树，这些桑树看着好似杂乱无章，却以一定的秩序排列着，似乎在为人引路。几人朝着黑桑树丛走去，没过多会儿，白玄便觉得不对，与生俱来的警惕心告诉他，这树林里有危险。龙刹目光四顾，也警觉起来。白三小姐，小心！保护好老一仙。老一仙听到这话有些意外，这小娃娃心地不坏。小丫头，我可警告你啊，这山里吃人的妖魔很多，你要是不想葬身于此的话，就赶紧放了老夫，麻溜点离开。我们这不是正麻溜的带着您老人家离开吗？不就是一些穷凶极恶之人，他上辈子可见得多了去了。忽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桑林中飘出来。什么人敢单闯我月沙门？并非有意冒犯，只为借路经过。
想要路过，留下性命。阁下有本事就来拿好了。话音刚落，前方桑树林中人影晃动，无数艳红花瓣在空中飞舞。漫天花瓣中，一顶挂着大红纱帐的轿子落在地上。轿子上斜斜躺着一个男子，面容冷峻。慕容月莎冷冷看着白玄几人，薄唇似笑非笑，脸上更添几分冰霜。白玄感受到他浑身爆发出的杀气，不由得更加警惕。门主，几个不起眼的小喽啰而已，杀了便是。李霞，没看到他们背上扛着咱们龙脊山药王谷的老医仙？老医仙虽然医术高绝，轻功也是世上绝无仅有，可他武功并不厉害。本座让你顶嘴了。属下知错。白玄忍不住嘴角抽了抽，这火气可真够旺的。阁下，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借个路罢了。可以啊，留下命来就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路过我月沙门的。月沙门是闻名天下的杀手组织，世人皆知月沙门杀手遍布天下，却没人知道月沙门的总部在这龙脊山深处。白玄眸色微沉，这月沙门门主动不动要人性命，似乎不讲武德，看来只能干了。白玄也不多废话，本着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就朝大红色轿子冲去。月沙门的人都没有料到来人竟敢如此大胆，想要刺杀他们门主。慕容月莎也没有想到，他抬手示意周围属下别动，好不容易遇到一只爪子尖利的小野猫，他要亲自降服。身后紫衣女子得到命令，连忙带人退下。白玄一跃跳入挂着红纱帐的轿子中，直攻慕容月莎的面门。慕容月莎冷笑一声，袖手轻抬，一把抓住白玄袭来的拳头。小丫头，胆儿真大！近看之下，慕容月莎发现白玄的容貌更是艳绝，不由一愣，将人拉近自己。白玄并不反抗，假意让慕容月莎得逞，并装作无力挣脱的样子。你放开我，放开我！就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来袭击本座？白玄装作恼羞成怒的样子，奋力挣扎。慕容月莎笑得更加肆意。就在这时，白玄另一只手突然重拳出击。慕容月莎猝不及防之间挨了一拳，脑子都被打懵了。白玄趁这个机会，一脚将他从轿子上踢下来，手中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他脖子上。月沙门众人一阵傻眼，门主被这个女人挟持了。小丫头，你使诈！兵不厌诈。慕容月莎不禁满目怒容，她不过是多看了这丫头一眼，竟一时大意，被她给骗了。龙刹见得这一幕，不由得佩服。竟然短短一会儿的功夫，就降服了天下第一杀手组织月沙门的门主。月沙门主得罪了，拿绳子来，绑了。顾子刚拿着绳子走过来，被紫衣女子用剑指着，对白玄道：“放开门主，不然我杀了他。”好啊，你杀呀！不怕我先宰了你们门主的话，就动手好了。我倒是想看看，究竟是你们门主的命重要呢，还是我们几个小喽啰的命重要？好啊，我倒是想看看，究竟是你们门主的命重要呢，还是我们几个小喽啰的命重要？白玄说着，匕首娴熟又无情地在慕容月莎锁骨上割了一下。慕容月莎疼得倒吸口凉气，这个小丫头片子可真是一点不留情啊！都退下！听说这龙脊山就是你们月沙门的大本营所在，我饿了，走，去你们家找点东西吃。众人无语，这个小丫头片子真是胆大包天，竟然还敢去他月沙门，他就不怕进去以后出不来吗？白玄根本就无所畏惧，战场上枪林弹雨对他来说都是常事儿，还怕一个古代的杀手组织？月沙门闻名天下，这些年肯定是赚了不少，这大老远的来都来了，岂有空手而回的道理？小丫头，你当真要去我家？少废话，带路。白玄亲自押着慕容月莎，没过一会儿，众人便到了一处山门口。通过山门进入，里面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外面秋风肃杀，严寒冷酷，可月沙门里温暖如春，绿草如茵。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月沙门里居然有热气腾腾的天然温泉，潺潺流水，热气氤氲。这对一个在山林中腿脚都快走废的人来说，如何能够抗拒得了？白玄现在就想跳进温泉池中，好好的洗一洗满身泥土。他瞅了瞅身旁打量自己的慕容月莎，转头看向老医仙：“医仙老前辈，能不能跟您借点东西啊？”“借什么？”“借颗药，能让人乖乖听话的药。”“没有，老夫只救人，不害人。”“没错，你现在就是在救人，救我们，也救你自己。你要是没有合适的药给咱们这位门主吃，为了防止他逃跑，我就只好打折他的腿。到时候他要是找你复仇，那可不要怪我。”老医仙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丫头够狠呢。
你打断他的双腿，他要报仇也是找你呀。可是我是因为你没有药才打折他的双腿的呀。老医仙胡子抖动，这是什么歪理？您确定真的没有这种药？没有。行吧，既然老医仙说没有药给你吃，那为了防止你逃跑，我就只好打断你的一条腿。你可千万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老医仙身为医仙，却连颗给你吃的药都没有。臭丫头，你无赖！反正啊，你找我报仇我也不怕，但是也别忘了找老医仙报仇就是了。话落，白玄浑身气势一变，眼看着就要对慕容月莎动手。慕容月莎眼皮一跳，老医仙则是头皮一阵发麻。我有药，给你就是了。解药也给我。行，都给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太过分了，居然威胁她一个老人家。慕容月莎门下杀手无数，她可不想招惹。这就对了嘛。这药是我新研制的，2个时辰吃一次解药，直到彻底解毒为止。真不错。白玄满意的点点头，盯了慕容月莎一眼。要是有人胆敢抢解药的话，我就把解药扔到温泉水池里面去。小丫头，不用这么麻烦，我绝不会跑的。白玄直接捏着慕容月莎的嘴巴，将要丢到她喉咙里。慕容月莎脸都黑了，她一个小小的丫头，做起事来竟比她还不讲情面。白玄先让慕容月莎下令，让她属下全部守在院外，又亲手将慕容月莎绑到院子里柱子上，用黑布蒙上她的眼睛。你们2个要不要泡温泉啊？龙刹摇了摇头，顾子刚则浑身都警惕着，哪还有什么心思泡温泉呀？他可不敢啊。白玄看着顾子刚反应，不禁一阵好笑。不用那么紧张，月莎门主在我们手上，没事儿。好的，老大。说是这么说，顾子刚心中还是警惕的不行。他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他真担心出什么事儿。老大也真是大胆，什么龙潭虎穴都敢闯，还敢在人家地盘上泡温泉，真叫人佩服。臭丫头，我想泡一泡。可以，只要你答应帮助萧王治疗寒疾。不答应，那白玄就不能给他泡温泉了。白玄让龙刹和顾子刚看着老医仙，自己则亲自盯着被绑在院子里的慕容月莎进入温泉池中泡起了温泉。小丫头，你要当着本座的面沐浴。白玄没有搭理他，只是再三确认他眼睛被蒙着，身上也被他用绳索以特殊的手法绑着，便怡然自得躺在温泉池中。池中热气缭绕，水波荡漾，还漂浮着娇艳的新鲜花瓣。这本是月莎门的人为慕容月莎准备的，没想到他们的门主竟然被人给抓了。白玄舒舒服服地躺在池子里，伸展开手脚，让温暖的泉水浸泡4肢百骸，只觉得整个人都酥了。哎呀，太舒服了！泡着泡着，忽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白玄蓦然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一袭墨色，竟是萧王。这男人不知何时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这里。眼前男人如芝兰玉树一般站在温泉池边，一身风尘仆仆，冷锐的眉眼之间尽是寒霜。他一路马不停蹄赶来，这丫头竟然在月莎门泡温泉，看她的样子似乎还极为享受。龙刹的消息传得可真快。男人目光沉静看着白玄，一颗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下来。热气氤氲的温泉池中，女人只着了一件单薄的中衣，这会儿衣服已经全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曼妙的身材若隐若现，带着一股致命的诱惑。萧王眸中不自觉窜出一股火苗，身体也起了奇怪的感觉。他敛了敛眸，有些不自然地移开目光。你倒是行情逸致。那可不，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那就得好好的享受。你倒是行情逸致。那可不，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那就得好好的享受。王爷，要不要下来一起泡温泉啊？本王不泡。这丫头完全不知道，她现在这副美而不自知的样子具有怎样的诱惑力。泡泡温泉对王爷身上的寒疾是有好处的。不需要。他们毕竟还未成亲，该保持的距离还是得有。虽然比一起泡温泉更亲密的事情他们都做过了。就在萧王极力克制之时，耳边传来扑通一声，回过神来，竟是白玄扯着他衣角，将他拉入温泉池中。刹那间，两人肌肤相贴，靠得极近。隔着浅浅的布料，萧王甚至能够感觉到女子身上的柔软，带着沁人的体香。王爷难得来这山中一趟，不泡泡这天然的温泉，实在是可惜。白玄没想别的，只觉得他一路风尘，泡泡温泉可以大大缓解疲劳，好好放松一下。萧王心头升起一股莫名的情愫，他正要一把推开白玄，白玄已经适时松手，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王爷，脱了衣服泡更舒服。啊！萧王脸色一红，这丫头也不害臊，旁边还有蒙着眼的杀手在呢。
白玄并没有男人这么多顾虑，只想着萧王一身锦袍，进了水很重，恐怕泡不舒服。本王就这样泡。温泉水氤氲着热气，的确让萧王的身体舒适很多。王爷，听我的，至少把外面一件衣服脱了吧。不必了。白玄轻笑一声，走过去扯住傅环叶身上腰带。萧王连忙按住白玄在他腰上乱动的小手，触碰到少女柔一般的小手，男人呼吸都紧了几分。萧王就跟扔掉烫手山芋一般，猛地扔开白玄的手，躲得远远的。随着他动作拉扯，宽大衣袍终是被白玄给脱下来。白玄袖手一扬，就将萧王的衣服扔了出去。眼见萧王红着脸，整个人不自然极了，白玄忍不住一阵好笑。王爷身材真不错，看着还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不知羞。萧王紧绷着身体靠着池壁，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胆大包天的女子。我又没有吃王爷一口，怎么就不知羞了？你还想吃本王一口？白玄无语，他真没这个想法。被蒙着眼睛的慕容月莎终于忍无可忍，咬牙切齿：你们当本座是死人吗？这女人自己泡她的温泉也就算了，还找个男人一起来泡。这男人还极有可能是他恨极了的大周护国战神萧王。臭丫头，你身旁这男人是谁？慕容月莎的愤怒，白玄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怎么了？你和萧王有仇？岂止是有仇，本座简直恨不能烧他。白玄不禁微微一愣，这两个人，一个是朝堂王爷，一个是江湖杀手，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仇啊？他怎么惹你了？本座这一生从无败绩，除了萧王。哦，你还曾经暗杀过萧王？这不关你的事儿，你就告诉本座，这男人到底是不是萧王？正是本王。如何？慕容月莎面色骤变。不还业，果然是你！当年你害得本座赔了3000万两银子，几乎将整个月沙门家底赔光，还损失了不少人手。本座今日一定要跟你算这个账。3000万两？大周的国库里面有这么多的银子吗？这月沙门很有钱吗？随时奉陪。5年前，慕容月莎出动大批高手都没能杀得了他，如今更不会是他的对手。当年本座虽然没能杀得了你，但你也身受重伤。你这副身体，常年征战，又是寒疾又是内伤，怕是支撑不了多久了吧？萧王抿唇不语。被我说中了，你再厉害又如何？终究不过是个短命鬼。白玄不禁一愣，抬眸看向对面男人，他支撑不了多久了。白玄忽然就没有了泡温泉的想法，他得尽快说服老医仙，让他给萧王看看身体。温泉水虽然舒适，但是也不宜泡得太久。王爷泡得差不多了，就该起身了。白玄看向守在院门口的顾子刚，去找月沙门的人，拿2身崭新的衣服过来。紫衣女子顾及自家门主的性命，对顾子刚的要求无有不应。白玄的是一套女子服饰，颜色雪白，还挺合身。萧王瞥了眼，明显不属于自己风格的大红色锦袍，慢条斯理穿起来。王爷这身衣服很好看，很像你们这儿的喜袍。白玄随口说了一句，萧王不由微微一愣，眸光幽深看向白玄。等会上京城，我们便成婚可好？怎么不愿意嫁给本王？萧王语气微凝，目光定定看着他。白玄轻咳一声，他当然不愿意啊，这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那么想不开，早早成婚啊？只要一想到成婚以后男方家里的公婆妯娌，甚至一大堆亲戚牵扯，白玄就觉得头皮发麻。萧王府是大家族，萧王的父族和母家都十分庞大，亲戚之间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光是想想他的那些表妹们，白玄就已经打退堂鼓了。王爷，现在说这事儿还太早了。他的神色看在萧王眼里，自然就成了不愿意与他成婚。萧王神色淡淡，转开眸光，心情瞬间跌入谷底。这几日这丫头对他态度好转，他还以为他，没想到竟是自作多情了。你们温泉泡完了，该把我眼睛上的黑布解开了吧？白玄朝顾子刚示一下，顾子刚连忙过去，将慕容月莎脸上的蒙面取下来。慕容月莎上下打量萧王，唇角扬起得意的笑。不还业，你没几日活透了！不还业，你没几日活透了！萧王跟没听到一般，沉闷地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我饿了，让你们的人准备饭菜去。你就不怕我让人下毒？我们所吃的每一道菜都会由你和老医仙试毒，如果你们2个吃了都没事的话，我们就能吃了。
如果你们当真敢下毒，下地狱之前，我也一定会拉上你们垫背。相信我，我说到做到。饭菜很快就端上来了，香喷喷的，摆了一大桌子，什么都有。白玄抬眸看着直咽口水的老医仙，前辈，您尝尝看是否有毒？有什么毒啊？没毒。慕容月莎也饿了，拿起筷子就吃起来。老医仙挨个闻了闻，又用银针试了试，最后口水直流。没毒。说着，老医仙就拿起筷子大快朵颐起来。等他吃了2块鱼肉，正准备风卷残云之时，白玄按住他的手。医仙老前辈，您看着萧王身上的寒疾如何？先吃饭，先看病。小丫头，你欺负老年人。您身为一代神医，医术卓绝，为何不肯医治一个病人呢？萧王已经病入膏肓，没法治。现场气氛顿时就是一凝。我就说傅怀业没救了吧。白玄放下手中筷子，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失落。这男人当真没救了吗？小丫头，吃饭了。白玄吃着美味的饭菜，却觉得没什么滋味。要想救萧王，也不是没办法，除非什么？除非老夫心情好了。这是个老顽童吗？这么看着老夫干什么？老医仙一边往嘴里塞着食物，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只准你欺负老夫，不准老夫便便你啊！那敢问您什么时候才能心情好啊？你不是说上京有很多美酒等着老夫吗？等老夫尝遍了那些美酒，心情就好了。白玄莞尔一笑，给老医仙夹了一块鱼。来，您老多吃一点。哎呦，臭丫头，我可告诉你啊，献殷勤也没用，我还没答应你救萧王呢。老医仙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却愿意跟他们去上京。白玄更愿意相信，他内心里是想救萧王的，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才说不救。白玄也不急，只要老医仙去了上京，有的是时间好好的沟通。萧王看着小丫头为了他身上寒疾情绪波动，心中一阵奇怪，这丫头不愿意嫁他，却很关心他的身体。慕容月莎则是冷笑一声，他看着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老医仙连龙脊山穷凶极恶的人都愿意出手相救，如今却推诿不救萧王，一定是萧王身体不行了。老医仙为人善良，又不好说的那么死，打击白玄和萧王，所以才说能救。白玄吃完饭，拿起帕子擦了擦嘴，目光看向一旁的慕容月莎。看我干嘛？看我干嘛？你现在在我手上，所以呢？你打算出多少赎金救自己？慕容月莎一阵无语，这女人抓了他还不算，居然还想打劫他。这女人知不知道，现在他们是在她的地盘上。她身上绳索在吃饭时给她解开了，但脚和身体还被捆绑着。你想要多少？白玄伸出手指比了个5。5万两。慕容月莎松了口气，还好这丫头不算狮子大开口。给你500万两，一个铜板也不能少。啊！慕容月莎恨得牙痒痒。老医仙的胡子抖了抖，手里酒壶都有些握不稳。这是要赎金的吗？这是抄家呀！你觉得我有这么多吗？有啊，要不是看在5年前你刺杀萧王失败，赔了3000万两的份上，就不只是这个数了。慕容月莎不禁深吸一口气，极力抑制自己当场暴跳。5年前他就栽在了萧王手上，差点赔光了月莎门的老底。如今好不容易手上有点积蓄，又要栽在这丫头手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是谁都能在他这儿狠狠敲上一笔，那他以后还在江湖上怎么混啊？你确定不给？既然不给赎金，那你也没有什么用了，我只好杀了你。小丫头，好大的口气，你还真当本座是怕死之人？今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除了老医仙，都给我交代在这里。话落，慕容月莎挣开身上绳索，面色冷酷盯着白玄。他不过是将计就计，陪着小丫头玩玩，看他到底来月莎门做什么。这丫头还真以为他不行。来人，给我包围起来！大厅外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慕容月莎的属下不知何时已经集结起来，将这里围得铁桶一般。你该不会以为就你手下有人，本王就是空手而来的吧？你手下2000兵马还没在大战中败光吗？看来月莎门主并不知道，本王手下的2000人马可以随时补充。正好本王来时就挑选了一批精英重组军队。哼，难怪皇帝一直想搞死你。他虽然身在江湖，可也明白萧王对于大周朝的意义。萧王的权力只怕远不止于此。要么给银子，大家相安无事；要么拼个鱼死网破。那就鱼死网破。本座倒是要看看，是你们先死，还是我先死。
慕容月莎转眸看向白玄，哼，小丫头，别以为你抓了我就有多厉害了。我堂堂月沙门门主是那么好抓的吗？我不过是故意让你抓到罢了。要我再抓一次，证明一下你确实不行。好，你若是能抓了我，我便给你500万两银子。好，你若是能抓了我，我便给你500万两银子。这丫头是有些功夫，但先前能够抓住她，不过是耍了诈。这一次，她绝对不会大意。动手吧。慕容月莎有些实力，不可轻敌。我从不轻敌。慕容月莎眼见白玄和萧王交头接耳，亲昵无比，不禁一阵怒气。他挥起手臂，一股猛烈的拳风扫过去。转眼间，白玄已和慕容月莎厮杀在一起，打得难舍难分。小丫头，有几分本事啊？慕容月莎轻笑一声，出手更重，拳风呼呼，直取白玄要害之处。白玄攻势转为防御，数十回合之后节节败退，眼看着就体力不支。萧王面色微沉，这丫头和魏明大战一场，身上伤口还没好，如今又和慕容月莎交手，恐怕体力支撑不住。慕容月莎眼见白玄快不行了，不由笑道：“小丫头，加油啊！”白玄面色一怒，猛烈发动反攻。不过只一开始看着很猛，10几招后就不行了。哼，终究是女人啊，这体力不行啊！白玄暴怒，再次发动反攻，如此反反复复3回。慕容月莎自以为摸透了白玄的实力，正要抓了白玄，结束这场战斗。就在这时，白玄暴起反击，手中匕首直刺慕容月莎的眼睛。慕容月莎冷笑着去挡，却发现白玄这次力道比之前大了不知几倍。他连忙单手变双手，奋力抓住白玄的手臂，不让他刺中自己。却不妨白玄长腿一抬，踢中慕容月莎的小腿，竟将慕容月莎踢倒在地。白玄迅速扑上去，慕容月莎动弹不得，只气得面色铁青。你又耍诈！兵不厌诈。慕容月莎满目阴沉，这女人假装体力值不行，诱她上钩，简直可恶。该给赎金了吧？不给，死也不给，我不服！白玄一把抓起慕容月莎，扔到院子里温泉池中，只听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与此同时，外面消亡的人杀了进来。慕容月莎整个人浸在水中，只要从水中一冒头，白玄就将她按下去，再冒头又将她按下去，如此反反复复10余次。慕容月莎终于找着一个喘气的机会。我给还不行吗？哎呀，他真是怕了这丫头了，鬼招数多得很。慕容月莎只恨得牙痒痒，却又不得不掏银子。王爷，让你的人帮我抬抬银子吧。行。一日一早，在月沙门一众人的注视下，雷霆带着萧王府亲卫抬的抬，担的担，将10几个箱子从月沙门运走。白玄头也没回，潇潇洒洒离开了月沙门。这女人连看也不看本座一眼。慕容月莎拳头紧握，青筋暴跳。哼，总有一日他要杀到上京城去，找萧王和这个女人报仇。马车行驶了大半月，一行人终于抵达上京。白玄虽然早已料到上京城会有人对他被敌人俘虏之事说三道四，但没想到有人刚一看到他的马车就开始指指点点。哟，这不是白三小姐吗？她还活着呢。听说被敌军俘虏，用来威胁萧王开城门，最后被萧王救回来了。真是个祸害，好好的上京城不待，非要跑去边关。哎呀，谁说不是呢？白玄耳边流言不断，直到马车慢慢抵达白府。张姐，到家了。白玄走下去，一个门房听到动静，见是白玄姐弟，面色骤然一沉。哟，是三小姐回来了。白明听着门房阴阳怪气的，不由训道：怎么对张姐说话的？二公子，你还不知道吧？三小姐不知廉耻，已经连累到你了。中永侯府的薛大小姐已经差人来府上跟你退婚了。白明不由得微微一愣，中永侯府退了他的婚？二公子有空搁这教训我，还不如赶紧想办法挽回一下自己的亲事。白明曾救过中永侯府薛大小姐一命，中永侯府念他救命之恩，一力促成这门亲事。没想到他们会退婚。是婚事不要也罢，但你敢辱骂张姐，我饶不了你。白明说着，拎起门房就是一顿狠揍。哎呦，打人了！大夫人救命啊！哎呦，白家现在可是大夫人说了算，他是大夫人的人。你们给我等着，一会儿大夫人来了。让一让。他回头看向门口的雷霆，麻烦雷将军把这些箱子抬到我院子里面去。好的，白三小姐。这时门房才注意到外面站着一队人马，他们抬着这么多箱子，莫非是装着什么宝物？他这就找大夫人去。雷霆把箱子送到白玄院子里，就回了萧王府。听门房的意思，白明的婚事是受了白三小姐的影响，如今整个上京都在盛传白三小姐被敌人给玷污了，白三小姐在白家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一个女子的名声最是重要，如今白三小姐名声坏了，只怕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你没见到她对付慕容月莎？见到了。慕容月莎都能对付得了，更何况是其他人。她不会不好过，只会让那些让她不好过的人不好过。王爷，您会退白三小姐的婚吗？他回来的路上，到处听到有人对王爷和白三小姐的婚事议论纷纷。萧王动作一顿，书房里安静下来。虽然屋子四周都点着火炉，但空气中依然冰冷。王爷，属下觉得白三小姐人不错，对王爷也挺好的。他们都知道魏明虽然抓了白三小姐，却并未毁白三小姐的清白。外面那些流言不过是有心人故意为之罢了，多半是梁二小姐。就在这时，门外老管家轻薄来报：王爷，宫中来人了。何事？王爷，宫中来人了。何事？说是明日陛下设宴，为您和三皇子接风。陛下忌惮萧王府，只恨不能除他而后快。明日宫宴自然是鸿门宴。备车，去魏国公府一趟。如今萧王府危机重重，他不能再坐以待毙。另外一边，刚刚回府不久的白玄同样收到来自宫中的请柬。宫里来的人是鲁公公，陛下面前听差的大太监。白三小姐，明日可要准时赴宴呐。劳烦鲁公公。小菊，将我带回来的千年人参拿给鲁公公补补身子。是，小姐。小菊本是萧王府的人，回来以后，萧王要他继续伺候白玄，他便留在了白府。鲁公公本以为白家没落，白家会随便拿一个假人参充数，没想到眼前竟是货真价实的千年人参，眉眼间不觉多了几分笑意，忍不住多了一句嘴：明日宫宴，白三小姐务必小心。有劳鲁公公提醒。白玄刚送走鲁公公，大房夫人李芳慧就在门房李二的陪伴下进入院子。玄儿，如今阔绰了呀，千年人参说送就送。不知你打哪儿弄来的千年人参？咱们白家清清白白的人家，可不能要那不干不净的钱财。门房刚刚来报，说是白玄姐弟抬了10几个大箱子回来，如果能把这些东西搞到手，他手头上就富裕了，就可以给2个女儿置办丰厚的嫁妆了。白玄轻轻抬眸，这位就是白家的大房夫人李芳慧。李芳慧出自小门小户，当年用了非常手段才嫁进白家。白家一共3房儿子，大爷白鹤林本是庶出，但因生母难产而死，自小养在白老夫人名下，因而一直被当作嫡出对待。白玄的父亲白鹤轩是白家2房，也是白家真正的嫡出子。白鹤轩在世时荣封虎威将军，整个白家达到鼎盛时期。白家3子白鹤宇也是白老夫人亲生，但却是个浪子，还不知道在何处游荡。到如今呀，老二白鹤轩已故去多年，白家门庭日渐凋敝，整个白家更是大房说了算，也就是李芳慧说了算。当然，如今他回来了，这个家就是他说了算。一根千年人参罢了，大伯母何必大惊小怪？一根千年人参而已，千年人参我们白家库房里都没有，我这玄儿打哪儿来的？路过龙脊山的时候，在山上采的。李芳慧根本就不相信，一双眼珠子不住地往白玄屋里瞅。听门房说，你们姐弟让人抬了10几个大箱子回来，莫非都是从龙脊山挖回来的千年人参？那倒不是。侄女啊，听伯母一句劝，咱们白家虽说门楣不如你父亲在世时风光，但也不能走那不该走的路子，不是？靠着出卖身子换取财物，更是火中取栗。李芳慧满眼嘲讽看着白玄，这丫头除了这副好样貌还有什么呀？不是靠着出卖自己身子得来的财物又是什么呀？白玄勾唇冷笑，这是他大伯母惯会用的手段，无中生有。白明拳头紧握就要发作，白玄轻轻一抬手制止了他的动作。大伯母这么说可真是让玄儿伤心至极了，玄儿哪里有大伯母的本事大呀？大伯母当年挺着个大肚子入我白家大门，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大伯母当年挺着个大肚子入我白家大门，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玄儿不行，玄儿可做不到像大伯母那般靠着给别家公子下药，出卖自己的身子来换取想要的东西。李芳慧脸都绿了，白玄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他老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哪怕白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老夫人都没有把白家的管家权交给他这个大房儿媳。你个小贱蹄子，装什么装？你眼巴巴跑去边关，还不是为了找男人？可惜呀，半路被敌军拐去糟践了。你一个残花败柳，可这装什么贞洁烈女呢？以前他还顾着白玄是萧王未婚妻，想着以后能从白玄那儿捞些好处，给他几分颜面。现在白玄失去了清白，萧王还会要他才怪。白玄的面色一点点沉下来。大伯母是来找茬的。哼，
你不清不楚的从外面带回10几个箱子，为了白家声誉，我要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不给看。你怕是不知道现在白家谁在当家。我和你大伯辛苦供你们姐弟吃穿，你就是这么忤逆长辈的。大伯母哪来的脸说这话？你个目无尊长的妖女，搞坏了自己名声，连累家里不说，还大逆不道，忤逆抚养你多年的长辈，良心被狗吃了。大伯母的良心才是被狗吃了。我父母留下的家业足够养我们姐弟几辈子了，大伯母哪门子的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了？李芳慧现在吃得住的也是他父亲挣来的，居然还有脸说供他们姐弟俩吃穿。白璇，你父亲已经死了，如今白家是我和你大伯在撑着。我父亲是不在了，但是我父亲当年拼下的家业还在。要不咱们就好好的清算一下，如今我姐弟2人都已经长大成人，大伯母也该把我爹娘留下的产业还给我们了，包括目前白家正在经营的庄子、铺子，连同大伯母现在所住的这座经过翻修扩大的宅子。大伯母若是不想住了，可以麻溜点搬出去。你这妖女简直强词夺理，这白家怎么就全是你们2房的了？你父亲功劳是不小，但这些年来这些家业全靠我操持，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李芳慧没有想到白璇去了一趟边关，竟变得如此伶牙俐齿。大伯母若是不想操持，就赶紧把房地契还给我们。李芳慧当然是不想还，于是不再和白璇掰扯这事儿。他目光落到白璇屋子里，来人，去看看三小姐带了些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回来。放肆！我看谁敢动我的东西！下人们被白璇浑身气势所震慑，不禁一愣。李芳慧面色一沉，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去把那些箱子给我抬出来！下人们一听，便朝白璇屋里冲去。弟弟，长姐，我在。开揍！白明早就想动手了，这会儿直接冲上去，拳风呼呼，刷刷几下就把下人打翻在地。一个下人牙齿掉落，哀嚎连天；另一个鼻子被揍出了血，还有2人被打断肋骨，其余几人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李芳慧神色大变，她早就觉得这老二留不得，没想到在军中历练几年，竟有这般好的身手，日后这小子成长起来还不得压他儿子一头。身手不错，这小子有武学天赋，他好好指导一番，将来定能出人头地。李芳慧颜面扫地，面色阴沉下来，却也不走，暗中差人去把病中的白老夫人请过来。没过一会儿，满头银发的白老夫人在婆子的搀扶下走进院子。李芳慧连忙走到老夫人身边：“娘，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您身子还病着，该在屋子里好生歇着才是。我要是再不出来，你们还不得把这房顶给拆了？”白璇刚要开口，李芳慧又抢着说：“娘，娟儿此番回来带了10几个奇怪的大箱子，出手就送宫里人1根千年人参。儿媳担心他上当受骗，手上钱财来路不明，就想着前来查看，没想到璇儿蛮横，竟然说这白府的家业都是他们2房的，扬言要把儿媳赶出白府去。白明还把下人们打得满地找牙。白府的下人们好似为了应景一般，一个个再次哭嚎起来。再哭送你们去见阎王！下人们吓得直缩脖子，连忙住嘴。娘，您看看，这还有没有家教了呀？孙女儿见过祖母。白璇从中打断，吩咐小菊给祖母搬个椅子来。我不坐，你这是要把谁赶出去？要不要连老身也一起赶出去？白璇知道白老夫人是在气原主，这种情况下，身为原主的祖母，白老夫人不生气才不正常。白璇也不恼，仍旧恭恭敬敬。孙女儿谁也不敢，您是这家里的老祖宗，您不让做的事情，孙女儿怎么敢做呢？白老夫人轻哼一声，脸上神色好了几分。小菊搬来一把太师椅，白老夫人感觉自己身子骨站不住，也就坐了下来。白璇缓缓走上前，在祖母身旁蹲下。孙女儿刚回来洗了把脸，正要去看你老人家呢，没想到刚要出门就被大伯母气势汹汹地堵在了这里，反倒劳驾祖母过来，这是孙女儿不对，还请祖母责罚。白老夫人听了这话，不禁一阵惊讶，这丫头知道主动认错了，璇儿被敌人给掳了去，倒是懂事多了。他这话看似夸奖，实则是别有用心，刻意提醒老夫人白璇被敌人抓去的事情。果然，白老夫人一听这话，脸色又白了几分。祖母切勿听信小人的谗言，孙女儿清清白白的，好着呢。大好的黄花闺女儿，哪有被敌军掳去还能好好的呀？况且如璇儿这般美貌，那敌军见了，谁还能忍得住啊？合着在大伯母眼里，战场上面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眼里就只有女人呗？这整个上京都传遍了，这你被敌军掳去，焉能还有清白在啊？关你什么事啊？要你来指指点点吗？
你不顾礼义廉耻，跑到边关去找三皇子，真是丢尽了我们白家的脸面。我可没大伯母丢脸。当年大伯母设计大伯，挺着大肚子大闹白家的时候，我还在娘胎里面，都替你觉得羞臊。白老夫人听着两人的对话，只觉得头疼欲裂，都是白家的丑事，还分哪件更丢人的？娘，好了，你也不要再搬弄是非了，以后莫要再说玄儿被人掳走的事儿。玄儿无论清白还在不在，都是我白家的姑娘，大不了嫁不出去，我白家养着一辈子就是了。玄儿无论清白还在不在，都是我白家的姑娘，以后莫要再说玄儿被人掳走的事儿。白玄心中一阵感动，没想到原主如此伤祖母的心，祖母竟还是护着她。好好好，儿媳不说就是。李芳慧暗骂一声老不死的，脸上却还是笑盈盈。只是娘，玄儿屋子里还藏着10几个来路不明的大箱子呢，儿媳担心里面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还是查看一下的好。你掖着藏着的可有什么秘密？祖母，哪里有什么秘密啊？她眉眼弯弯，脸上笑容清浅。白老夫人不禁看了一愣，上京城美貌女子多的是，可如玄儿这般样貌的，当真是绝无仅有。那为何不给人看？孙女没说不给人看，要是祖母您想看，随时都可以。但是有人想要强闯我的屋子，那可就不行了。李芳慧面色一阵难看，正要回嘴，那就把箱子打开看看吧。李芳慧顿时不说话了，等箱子打开，她要白玄好看。祖母，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孙女儿路过龙脊山的时候，见到那边的土壤特别肥沃，带了一些泥土回来，想要种种花草罢了。雪儿这是哄谁呢？怎么可能带10几箱子泥土啊？白玄冷笑一声，让白明把一个箱子搬出来，里面东西他早就换走了。箱子打开，里面一堆泥土散落出来。白老夫人面色一沉，冷冷盯着李芳慧：“你就是要看这个？或许就这一个箱子里是泥土，还有其他箱子呢。”白玄让弟弟将箱子全部抬出来，当着众人的面一一打开。众人大为惊诧，这10几个箱子里面竟然全是泥土。这就是你说的不干不净的东西？这不可能啊！雪儿带10几箱子泥土回来做什么？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怕雪儿带些不干净的东西回来。大伯母心不干净，自然也看别人都不干净了。娘，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说不定是雪儿偷梁换柱，已经把里面的东西给换了。够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就这捕风捉影的事情，在折腾什么？娘，把大夫人带回去，闭门思过半月。李芳慧虽是不甘不愿，却也不敢违背。这个老太婆终究还是包庇白玄，哼，总有一天她要让这祖孙2人死。众人散去，白老夫人这才细细打量起眼前的孙女儿。当真只是泥土？祖母，请恕孙女儿不能多言。孙女儿只告诉您一件事情，我这次回来为的就是振兴白家门庭。白老夫人浑身一震，微张了张嘴唇。不过白玄说什么振兴白家的话，她也没法信就是了。玄儿是一个柔弱女子，能保住自己这门婚事已经不错了，还能怎样振兴门庭？白玄看得出祖母的想法，也不戳破。事实胜于雄辩，他实在是没有必要到处空口宣扬自己的雄心。送走祖母，白玄唤来从小跟着他的丫头青雨，去把老管家福伯叫过来。小姐，如今大夫人管着家里大小事情，福伯不被重用，被大夫人差使在府上干粗活。大夫人不用我用。福伯为人忠厚老实，不肯与李芳慧同流合污，自然也就被冷落了。是。青雨满目惊喜，他家小姐呀硬起来了。这马上就要快到年底了，你去取些银子，让福伯置办些好东西，好好的装扮一下府上，添些喜庆。今年年节要好好的过一过。是，小姐。白玄吩咐完年节之事，将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包裹拿出来。二弟，你将这些银子拿去军中给顾子刚，让他分发给山贼弟兄们，每人各50两。是，长姐。你的婚事终归是受了长姐的连累，你若是对中永侯府的薛大小姐有意，长姐回头就去中永侯府。不必了，长姐。谁若看不起长姐，就是看不起我白明。这样的亲事不结也罢。他对薛大小姐虽有救命之恩，但要说有什么感情，倒也没有。当年是钟永侯一力促成这门婚事，如今他们自己推了亲，也就罢了。你既然都这样说了，那就算了。我弟弟将门之后，一身武艺又英俊勇毅的，将来啊，定是大有可为。到时候功成名就了，说不定全上京城的姑娘们都想要来接亲呢。长姐，你又打趣我。白明一个大男人被说得面红耳赤，今日听到长姐说要振兴白家门庭，他当真是热血沸腾。他是2房唯一的男儿，更应当和长姐一起振兴白家。来，长姐给你指点几招。白明一阵无奈，同是父亲教的武艺，长姐的身手从小就比他差，他就全当陪长姐玩了。白玄瞅了一眼他弟弟，
看穿他心思却不说破。姐弟二人在院子里切磋起来，白明没有想到几招下来他就败了，白明再上还是没几招就被白玄制服。哇，好生厉害！怎么样，服气吗？服气，张姐。那从今往后你就照着长姐的方法去练习，回头我会给你列一个详细的计划表，你每日按照这个计划表训练，长姐也会定期指导于你，不出3月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多谢长姐指点。长姐，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啊？一个字，悟。白玄开始胡诌，他总不能告诉他是从国际特种兵训练营学来的吧？哦。白明抓了把头发，却没有深究，他全当自己悟性太低，没有悟出来。就在这时，院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白玄抬眸看去，不由得挑挑眉。李芳慧前脚刚走，他女儿白雷后脚就来了。白雷就像是不知道他母亲与白玄之间的事情一般，上来就问：三妹妹，听说你明日要去参加宫宴，萧王也去？白雷眼起眸中嫉妒之色。三妹妹，明日宫宴你能不能带大姐一起去啊？三妹妹，明日宫宴你能不能带大姐一起去啊？白雷的父亲白鹤林只是一个刑部侍郎，这次宫宴不在邀请之列，白雷自然也没有机会跟着去。不行。三妹妹，是不是因为我母亲的事情，我委实不知母亲会来为难你？看在我们姐妹情深的份上，就不要和母亲计较了。哼，姐妹情深，劝她放弃萧王，勾搭三皇子，这是姐妹情深的人能够干得出来的吗？没有，是这请柬我就只有一张，不好带大姐。可以的，我就跟在你身边，说是跟你一起的。往常咱们也不是没干过，是吧？以前是干过，但是我今天不想干了。三妹妹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大姐连这都听不懂吗？意思就是不能带你。白雷瞪大一双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白玄。我们白家姐妹同气连枝，理应相互帮助。你带大姐去宫宴，一来有什么事儿，我们之间也好有个照应；二来大姐也可以暗中帮你去见三皇子啊。不需要，我也不想见三皇子。大姐要是想见三皇子，就自己去，别再拿我当挡箭牌。原主之所以痴迷于三皇子，和这位大堂姐脱不了干系，而他的这位大堂姐却心心念念惦记着他的未婚夫萧王。怎么了这是？三妹妹这是和三皇子闹别扭了？大姐休要胡言，我和三皇子之间毫无干系，我是萧王的未婚妻。大姐如此说法，是想要毁了我和萧王的婚事吗？白雷心事被说中，神色有些不自然。他当然是想毁了白玄的婚事。萧王殿下那样优秀的男子，白玄这个废物根本就配不上。不是，三妹妹，是你跟大姐说你喜欢三皇子的呀？你这次去边关就是为了……够了，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大姐以后莫要再提。白雷神色一沉，只觉得白玄这次还是和三皇子闹别扭了。哎，算了，先不纠结于这个了。三妹，咱们先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你这次从边关回来，上京城对你议论纷纷，明日宫宴上想必也会有很多人对你冷嘲热讽。明日大姐陪你一起去，也可帮你抵消一些尖锐的言语啊。不必。小菊，给我倒盆水泡脚。白玄懒得搭理白雷，索性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姿态随意。小菊很快倒来一盆热水。白雷没有想到白玄如今对他态度如此冷淡，不禁眉头大皱。三妹妹，大姐也是一片好意，你不知京中世家贵族小姐对你颇多意见，尤其是同样从边关回来的梁国公府二小姐，若是你能带大姐一起……好了，别再说废话了。白玄懒得听白雷啰嗦，决定彻底让他死心。他目光微垂，轻轻扫过脚下水盆。这样吧，大姐要是愿意帮我洗脚的话，我就答应带大姐去。这样吧，大姐要是愿意帮我洗脚的话，我就答应带大姐去。你说什么？给我洗脚我就带你去，不洗就麻溜的走，不要再浪费唇舌了。你怕不是脑子进水了吧？青雨，送客。青雨从小就在二房的院子里跟着白玄一起长大，也和白玄一起学过舞，身手不错。见自家小姐发了话，也就不客气了。大小姐请吧。他连推带拉将白雷送到了门外。小姐这才刚回来，这大房的人就可劲儿跑来折腾，真是没完没了。青雨索性把院门给关上了。没过一会儿，门外传来白雷的砸门声以及忍辱负重的声音。三妹妹，只要你愿意带我去宫宴，我答应给你洗脚就是了。洗完了。一盆洗脚水从院墙内泼出，虽然没有泼到白雷，却溅他一身的水。白雷提着裙子尖叫着跑开。外面终于安静了。龙刹，属下在。白玄发现院子里龙刹还在，索性将他当成自己属下使用。你去看看老医仙，问他是否愿意医治你家王爷了。
倒是还不愿意吗？就断了他的酒，让他只能闻得着，却喝不着。龙刹嘴角抽了抽，这白三小姐今日将老医仙送到满是美酒的院子里，将他和无数美酒关在一起，这会儿又不让老医仙饮酒，简直要命啊！是。白玄点点头，沐浴完毕，终于舒舒服服躺在床上。明日宫宴，虽说能够想象得到无数人会对他议论纷纷，污言秽语在所难免，但能够见到皇帝老儿，大周权势最大之人，机会可是来之不易。如果能以女子之身在这大周朝当个女官，大展身手一番，白家门庭振兴指日可待。总之，这场鸿门宴危机重重，却也是个机会。一日清晨，白玄坐在梳妆台前。今日青羽陪我进宫，小菊，你在家好好休息。青羽挥舞，又从小跟在他身边，带着进宫合适些。小菊舟车劳顿，在家休息为好。白玄主仆二人坐着马车来到宫门口，门口带甲武士威严立于两侧。青羽拿了请柬给武士查验。哎呦，这不是白家三小姐吗？白玄没看也知道这人是谁。武士查验完毕，白玄径直往里走去。梁玉涵面色一沉，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拦在白玄的面前。怎么，白三小姐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走得这样急？梁玉涵身后一群世家贵女们也连忙上前来看热闹，一时间白玄竟被他们围住了。白玄冷着脸看向梁玉涵，没有吭声。梁玉涵却来了劲儿。问你话呢？莫非那日被敌军捉去，脑子也傻了？他还不忘扬起下巴，一副洋洋得意看白玄丢丑的样子。梁二小姐，你看那宫墙上面挂着的灯笼，像不像那日被倒挂在城墙上面的你啊？梁二小姐，你看那宫墙上面挂着的灯笼，像不像那日被倒挂在城墙上面的你啊？众人不自觉地看向梁玉涵，似乎在询问什么情况。梁玉涵神色一变，想到在边关被白玄欺负，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怎么，白三小姐还以为这是边关啊？这儿可是上京城，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方。他承认他打不过白玄，但这是在这宫里，谁又敢动手？是谁撒野，大家都长了眼睛，看得清楚才是。不好意思，我赶着去参加宫宴，劳烦让一下。有人故意堵上来，挡在白玄面前不让。说的跟谁不是去参加宫宴一样。白玄冷笑一声，横冲直撞过去，就将那人扫到一边，往前走着。生气什么？草包一个！一会儿宫宴上献艺，定叫他出丑。后面一人急忙追上来。白三小姐，请留步。白玄侧眸一看，不禁顿住脚步。眼前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中永侯府薛家大小姐薛冰雨，她弟弟白明原本的未婚妻。薛小姐何事？薛冰雨柳眉轻蹙，欲言又止，半晌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没事，我就先走了。白三小姐，父亲执意要退婚，非我本意。哦，这么说，薛大小姐并不想退我弟弟的婚？薛冰雨神色一僵，轻咬嘴唇，摇头。我和白二公子之间是不可能的了。如今白三小姐名声，整个上京城人尽皆知。明白了。白玄冷冷打断他，完全没有兴趣听他说后面的话，又一个想羞辱他的。这种事情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出来，不就是想让人看他笑话？薛冰雨快步追上去，挡住他的去路。白三小姐，有屁就放！薛冰雨被吼得一愣，瞪大一双美眸，怔怔看着白玄。白玄也懒着搭理，只一双眼睛冷冷盯着薛冰雨，看他还能说出什么。还请白三姑娘自爱，不要因为自身名声而毁了白二公子前程。关你屁事！白玄冷冷回了一句，大步往前走去。就在这时，一人走上前来。你这什么态度？居然这么对薛大小姐！白玄冷冷看去，只见是大周新科武状元冯浩然。放手！冯浩然连忙放开白玄，替薛冰雨打抱不平。薛大小姐是好意关心白二公子前程，三小姐为人就是如此粗鲁。对，我就是这样。也就是薛大小姐身份贵重，气量大，不和你计较而已。我可就不同了，我度量不大。冯公子要是再敢对我拉拉扯扯，动手动脚，小心我告到御前去。嘿！冯浩然没有想到这区区小事，白玄竟敢威胁他告到御前。几位同行的公子见冯浩然气急，连忙上来劝阻。冯浩然自知理亏，这才闷声不语。我白玄是个粗人，性格直，又不好惹。诸位没事情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来招惹我。我白玄是个粗人，性格直，又不好惹。诸位没事情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来招惹我。这些人衣冠楚楚，气势虚伪至极，一起打发了最好，省得一会儿蹦出来一个跟跳蚤一样烦人。一时间，众人都不再说什么，只神色奇怪打量着白玄。白玄浑不在意，反正现在上京城也没有两个想跟他结交的，随便。白玄这贱人，嚣张什么？
等一会儿到了宫宴上，他怕是连哭都哭不出来。宫门口发生的一幕很快就传到宫中太极殿。朕不是听闻白三小姐胆小如鼠，怎么今日之表现和传言有所不符？陛下，据说白三小姐被魏军抓去之后，回来就性情大变了。这变化未免太大了。皇帝转眸看向身旁势力在侧的鲁公公。昨日你见了白三小姐本人，说说看她是怎样的？回陛下，老奴见着那白三小姐气质雅然，处事稳重，并不像传言那般不堪呐。哦，你对她的评价倒是挺好。陛下，老奴昨日所见，白三小姐头发确实被削短了，不过白三小姐容貌艳绝，即便没有满头长发，看着也不差。你这么说，是从她那里得了什么好处？陛下，老奴哪敢呐！老奴昨日前去传旨，白三小姐照例打赏是有的，老奴推脱不掉，就收了。好了好了，再来吧。哼，该准备去宫宴了。今日为萧王接风，皇后张罗了世家贵女表演才艺，应该热闹得很。是陛下。宫宴设在麟德殿，此时大殿内已经聚集不少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的家眷。众人的坐席按照身份尊卑排列，家眷们大多在外殿入席，只有几个身份贵重之人设在内殿，但也是极偏的地方。白玄进门之后，被宫人引着到大殿内侧一个极为显眼的位置，那位置就在皇后嫔妃们坐席的下方，像是身份贵重之人才能坐的。敢问公公，我的坐席安排可是有误？无误，白三小姐放心入座便是。白玄当着众人的面再三确认之后，也就入了席。有了人做见证，他也就不怕被诬陷乱坐位置了。白玄坐在这个显眼的位置，往来王公贵族的老爷们、世家公子们、贵女们皆要往他身上看上两眼，然后低头交头接耳几句。白玄只当作没有看见，泰然自若坐在位置上，等待着这场暴风雨的开始。忽然，二皇子凑上前来，细细地打量着白玄。三弟，这位便是白三小姐。三弟，这位便是白三小姐。正是白三小姐。白玄回眸看去，二皇子慌忙移开目光，他只听人说白玄名声如何不好，却不知白玄竟生得这般美貌，难怪名声都坏成这样了，萧王也舍不得退婚。席间有人低语，真是个狐狸精啊，连二皇子和三皇子都被他给迷了去。三皇子听了这话，忙走向自己坐席，只目光还在白玄的身上。二皇子也随着宫人高喊皇后驾到入了席，四周打量白玄的目光太多了，若不是参加这次宫宴，白玄还不知道自己在这上京城名流贵族之中竟然如此出名。终于，白玄感受到一丝不一样的柔光落在自己身上，抬眸看去，只见是萧王。在这压抑沉闷的气氛中，白玄好不容易见到一丝善意且熟悉的目光，脸上不自觉露出一抹笑意。白玄注意到，随着萧王的目光一起朝自己看来的，还有一道明皇的身影。大周皇帝来了。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百官皆下跪高呼，白玄混在其中，敷衍跪拜。众卿平身，今日大宴是为庆贺萧王凯旋，众卿不必拘谨，随意吃喝便是。说罢，歌姬舞女翩然而来，大殿里的气氛顿时热闹起来。优美的丝竹之声奏起，依然掩饰不住白玄耳边的议论。白玄浑不在意，酒菜上来了，他就慢慢吃着，纵情声乐，怡然自得，并兴致大好地欣赏着歌舞。皇帝见之颇为惊讶，面上却不动声色。一曲舞毕，皇帝站起身，对诸位臣工道：此番离城一战，我大周大败魏军，萧王居功至伟，来人，为萧王赐酒。回陛下，此次能够战胜魏军，非臣之功，皆是三皇子和三军将士的功劳。皇帝脸上笑意不变，眸中神色深不可测，微微看了三皇子一眼。三皇子缓缓站起身：儿臣并非军事良才，功劳还是萧王居大。三殿下谦虚了，若非三殿下出兵支援，臣仅2000兵马，就算连同离城百姓一起，也难抵御敌军10万。皇帝别有深意看了萧王一眼。好，你们都有功。萧王和三皇子都饮了御赐之酒，方才入座。这时，皇后笑盈盈看向皇帝：陛下，听说今日宫门口几位小姐们发生了些龃龉，臣妾甚是好奇，不知是何事能让诸位小姐大动干戈。大殿里气氛一变，众人目光齐刷刷看向正端着杯子喝酒的白玄。他神色淡然，只顾着埋头给自己倒酒，全当没有听到皇后的话。今日梁玉涵、薛冰雨和冯浩然找事儿，关他什么事儿？
皇帝的目光直朝白璇看过来。皇后都已经发话了，她还能气定神闲坐在席位上倒着喝酒？哼，这丫头有点意思。众目睽睽之下，皇后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正要点名叫人，梁玉涵蹭了一下站出来。启禀皇后娘娘，的确如此。自来的路上，几位姐妹和白三小姐闹了些不愉快。启禀皇后娘娘，的确如此。自来的路上，几位姐妹和白三小姐闹了些不愉快。哦，是吗？白璇。皇后趁机直呼白璇的名字，这个野丫头竟然敢不理她，真是不知礼数。白璇听了这话，面上故作迷茫。有吗？回皇后娘娘，臣女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愉快的呀。席间一人笑出声来，众人抬眸看去，只见是久未露面的17王爷，先皇最小的一个儿子。传说这17王爷不爱朝堂爱江湖，在江湖上浪荡10多年了，不知今日怎的竟回来了，还出现在宫宴上。哎呦呦，皇兄，臣弟失礼，自罚3杯。梁玉涵只觉得一阵莫名其妙，这17王爷捣什么乱啊？他继续煽风点火。白三小姐真是好记性啊，宫门口发生的事儿这就忘了。是啊，这上京城四处传言，说白三小姐前些日子跑去边关，被敌军抓去糟践了，失了清白。我们大家好心好意关心白三小姐几句，白三小姐竟口出狂言，声称要把我倒挂在城楼上。薛小姐也是好心提醒白三小姐要爱惜自己名声，也影响到了她弟弟前程。白三小姐又粗俗无礼地说薛小姐多管闲事，冯将军看不过去，让白三小姐对薛小姐态度好点儿。白三小姐却好生生气，把冯将军也给骂了。皇后娘娘，自古以来像白三小姐这样作风的女子真是闻所未闻。是这样的吗？不是啊。17王爷又忍不住笑了。这丫头什么语气啊？萧王不动声色朝齐耀看过去，狭长凤眸之中暗藏一抹冷意。这齐耀笑什么呀？那你说说看是怎样的？我没觉得是什么大事啊，这区区小事撇足挂齿吗？不过是小女一心想要进宫参加宫宴，梁二小姐和薛大小姐在路上拦着不让，还围着我叽叽喳喳，如同麻雀一般，有点烦罢了。放肆！大殿之上如此说话，成何体统？他们也是好意关心你，你非但不领情，还出言不逊，这就是白家的家教吗？白璇唇角轻勾，既然这皇后说起家教，那他就和皇后探讨一下。那皇后娘娘觉得应该如何呢？若是路上有人拦着你，口口声声关心你如何被人抓了，如何被人糟践，如何没了清白，你愿意听吗？大胆！你是什么身份，竟敢把自己与本后作比？白璇，你被敌军捉去糟践了，本就是事实啊。白璇冷笑，是不事实的还不都凭他们一张嘴吗？他总不能到处宣扬他是清清白白的吧？有谁会信啊？是，小女如今破烂女子一个，不配出现在这大殿上，更加不配坐在如此尊贵的席位上，还请陛下和皇后娘娘以棍棒驱逐下殿，以免侮辱了在座身份比我更为贵重的公卿贵女。是，小女如今破烂女子一个，不配出现在这大殿上，更加不配坐在如此尊贵的席位上，还请陛下和皇后娘娘以棍棒驱逐下殿，以免侮辱了在座身份比我更为贵重的公卿贵女。大殿内鸦雀无声，众人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就在众人等着白璇受罚之时，皇帝忽然大笑起来。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真不愧是武威将军之女，有气不？白璇琢磨着这句话，眸光微眯了眯，随即他站起身来，朝着皇帝举起酒杯。陛下谬赞，小女敬陛下一杯。白璇这是试探，看皇帝到底接不接。若是皇帝给他这个面子，他的处境也就没有那么被动了。皇帝微微一愣，鬼使神差一般端起面前的杯子。啊，朕干了。小丫头仗义直言，很有乃父之风啊。两人各自干了杯中之酒，白璇更是豪气万丈，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酒杯翻转过来。白玉酒杯中滴酒不剩，殿内众人各自陷入沉思。或许他们跟着一起践踏白三小姐并不是什么好事儿，瞧着白三小姐今日这气质，真可谓是豪气冲天，说不定日后白家还有翻身的机会呢。梁玉涵顿时脸都绿了，他说了那么多，还不及白璇一句怒对，莫非陛下脑子进水了？就在这时，魏国公的二女儿魏贤妃忽然转向皇帝。陛下，这白三小姐豪气是豪气，但毕竟有失清誉，她和萧王之间的婚事怕是有些不合适了。魏贤妃作为萧王的姨母，和梁玉涵的母亲以及萧王的母亲是亲生的三姐妹，她也是为着自己外甥着想，担心白璇连累到萧王的名声。魏贤妃并不知道自己此时的行为只有火上浇油的作用。哦，爱妃有何意见？皇帝的兴致似乎又被提起来了，他
他目光幽深看向白玄之时，眸中多了几分意味不明的笑意。不如就由陛下做主，解除了他二人的婚约。大殿里又是一静，皇帝没有吭声，半晌才看向坐席上的女子。白玄，你是何意见？我同意。众人无语，白三小姐这就答应了。魏贤妃也是面色一沉，虽然这丫头答应退婚，可她的态度未免太让人不爽。白玄冷笑，哼，一桩婚事而已，她又不是没了男人就活不下去，况且以她如今的名声，确实会连累到萧王。萧王，你呢？回陛下，臣不同意。众人满目震惊，萧王竟然不同意。梁玉涵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是听错了吧？哦，萧王不同意退婚。是，臣心悦白三小姐，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臣心悦白三小姐，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哎，他什么时候心悦于我了？大殿里气氛一阵奇怪，众人脸上神色各异。他们只以为白玄会求着不要退婚，而萧王则是答应得干干脆脆，谁知两人竟然反着来。哪怕白玄被敌军抓去，失了清白，你也不介意？不介意。萧王声音清亮，毫不含糊，大殿之上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魏贤妃满眼惊讶地看着外甥，他做错事了？可这白玄实在是配不上叶儿啊！白玄真是没有想到，这男人不顾自己颜面，也不肯解除和他之间的婚约，到底是为何？为了履行他父亲临走前要他照顾他的责任吗？表哥，你疯了！梁玉涵双目通红，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就在这时，陛下，臣弟这些年云游四海，机缘巧合之下，在药王谷跟着师傅学了些医术。臣弟细观白小姐眉宇，似还是处子之身。白玄目光唰的一下朝齐耀看去，药王谷弟子，老医仙的徒弟。不知诸位对白三小姐的清白议论纷纷，可是有何依据？世纪王爷，眉宇怎能看出清不清白？白三小姐被敌军捉去，焉能还有清白在？你看不出，不代表本王看不出。被敌人捉去，就能断定白三小姐失去了清白吗？梁玉涵一阵语噎，眼看着就要恼羞成怒了。就在这时，皇后开口：“可以找个有经验的嬷嬷验身。”小女不验。哼，开玩笑，谁敢碰她身子？更别说是还要查看个人隐私了。看吧，看吧，白玄都不敢验身自证，就说明有鬼。白玄眸中露出一抹杀意，目光冷冷掠过梁玉涵。我也怀疑梁二小姐失去了清白，要不梁二小姐也去验个身子，证明一下。不清清白白的，为什么要验？我污浊不堪，又为何要验？众人又是无语，皇帝都被这话给震惊到了。皇帝见惯了那些唯唯诺诺、刻板无趣的女子，如今见到白玄这样鲜活的，倒觉得新鲜。就在这时，白玄身边的丫头青羽走出来，于大殿中央跪下：“陛下，奴婢有事禀报，事关我家小姐清白，万陛下恩准。”说。谢陛下。奴婢试问诸位小姐，有哪个清清白白的姑娘愿意被验身的？我家小姐被人污蔑，百口莫辩。今日陛下恩准，奴婢便为我家小姐说上一句话。我家小姐自幼就由老夫人做主，在右臂之上点了手工纱。昨日奴婢伺候小主沐浴，亲眼见到小主身上手工纱尚在。陛下若是不信，可着人查看。皇帝看了白玄一眼，查。鲁公公找来一位老嬷嬷查看白玄的手腕，果见手工纱还在。回陛下，白三小姐手工纱尚在。众人不禁倒抽一口凉气，难道外面那些真的只是谣言？这手工纱或许有假。放肆！梁国公对女儿训斥：“陛下面前哪有你一个野丫头说话的份儿？还不退下！”本来就是嘛，说不定是他自己画的。梁玉涵跺了跺脚，满脸气愤瞪着白玄。皇帝淡淡应了一声，他对梁玉涵不感兴趣，兴致全在白玄的身上。你方才怎么不辩解？陛下不与夏虫语冰。辩解？逢人到处展示手工纱吗？再说了，他有没有清白，关这群人什么事儿啊？你倒是心宽。还行。好了，以后谁也不许再说白三小姐被敌人糟践的事情了。皇帝发了话，众人自然不敢再议论纷纷，开始喝起酒来。就在这时，皇后又提起了别的话题：“陛下，诸位小姐都准备了才艺表演，还望陛下鉴赏。”好。他很期待这个有个性的小丫头展示才艺。在场的世家闺女们纷纷激动起来，她们平日里处在深闺，难得有机会展示自己。今日宫宴盛况，都恨不能好好表演一下才艺，大显身手一番。世家闺女们一个个自告奋勇上来，有人表演歌舞，有人当场绘画，还有人现场写书法。
薛冰雨在观察一阵之后，找了一个合适机会献了支舞。这舞跳的中规中矩，但胜在体态婀娜，身姿柔美，总体还算不错。新科武状元冯浩然更是当场夸赞：好！薛大小姐才艺出众，此舞如同空谷之幽兰，让人赏心悦目啊！冯公子谬赞了。众人也跟着点头称是，现场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两人是在眉目传情，双方都对彼此有意思。席间有人起哄撮合二人，帝后看者也只是淡笑。钟有侯面上也是笑盈盈的，看起来挺中意这新科武状元。白玄也就笑，却是嘲笑。以他的目光来看，这冯浩然不过是一个伪君子，不过正好配那虚伪至极的薛大小姐就是了。薛大小姐方才展示完，梁玉涵又登场了。今日他定要好好表现一番，让表哥看看到底是白玄好还是他好。梁玉涵表演的是武艺，但却不用兵器，手持一把玉骨扇，抬袖踢腿之间，尽显英姿飒爽。好，好！表演才刚一开始，众人便连连称赞，拍手叫好。梁玉涵听得众人欢呼喝彩，便知自己才艺不错，愈发得意起来。表演完毕，皇帝重赏，金银珠宝、白玉布帛尽皆有之。众小姐满脸羡慕，连薛冰雨都忍不住对这些奖赏垂涎。他虽然赢得了冯公子的喝彩，却没有赢得陛下赏赐，到底是不如梁玉涵出彩。就在这时，一道轻飘飘的声音打破众人的赞叹声：花拳绣腿，小儿技艺。你说什么？花拳绣腿，小儿技艺。你说什么？梁二小姐不过是从军中学得了几个招式罢了，竟也好意思在陛下的面前献丑。石岐王爷齐耀看向白玄的眼神笑意更深，更加充满了探究。他这次为师傅而回来，本打算近日去见白玄，没想到今日宫宴之上见的这丫头，连他师傅都敢抓，着实有点胆大。那你有什么才艺？我呀，我不行。众人顿时哄堂大笑。白玄神色淡淡，等大家笑完，他才慢悠悠地说：我不过是会些三脚猫的功夫，但是把新科状元冯浩然打得鼻青脸肿，还是不在话下的。啊！众人一脸懵。白玄，你怎敢在陛下和皇后娘娘面前大放厥词啊？小丫头，这玩笑可不能开大了。陛下要是想看，小女就为陛下表演一番打倒新科状元如何？狂妄！本将军堂堂男儿，岂会与女子过招？白玄没有搭理他，只是笑意盈盈看向皇帝。陛下想看吗？白玄明眸皓齿，肌肤如玉，眉眼之间波光流转。皇帝只觉得白玄笑容有些晃眼，他看着愣了许久，才回过神来。好。皇帝笑着虚点了点白玄，语气之中颇有些宠溺的意味。这倒是要看看你这丫头怎么收场。陛下，若是小女赢了，可有赏赐？小丫头口气不小啊，还没开打就想着要赏赐了。这不是看梁二小姐得了许多的赏赐，小女眼红吗？梁二小姐这般花拳绣腿，若是都能得到这许多赏赐，想必臣女更能赢得陛下的赏赐。口出狂言！白玄，你一会儿要是输了，可别说冯公子欺负女人。咱们新科武状元，别说女人欺负他就好。四下里一片哗然。哎呦呦，不知死活！就是。冯公子什么人啊？新科武状元啊，实打实的打出来的。哎，你们看白玄那个小身板，像是能打得倒冯公子的人吗？好，你若是能打倒冯浩然，朕自会好好赏赐你。谢陛下。冯浩然早就按耐不住了。陛下，臣本不屑于女子动手，但今日若是不给白三小姐一个教训，白三小姐是断然不会服气的。少废话，上吧。你是女子，你先上。我虽是女子，但是可让你3招。你！冯浩然再也受不住白玄挑衅，挥起拳头就朝他砸去。白玄气定神闲，侧身躲过，笑道：第一招。冯浩然不禁一愣，这丫头有点身手。他面色一沉，再次出手。接下来第2招、第3招，一连串的动作下来，冯浩然连白玄的衣角都没有碰到。众人大为惊讶，皇帝更是瞪圆了眼睛。10几个回合之后，白玄寻着机会重拳出击，砸在冯浩然的眼睛上。轰的一声，冯浩然应声倒地。白玄缓缓收住手势，目光淡淡扫视冯浩然一眼。大殿上一片鸦雀无声。这怎么可能？冯浩然脑子都懵了，他一只眼眶乌黑，头晕目眩，拼命挣扎起身却起不来。最后还是皇帝命人将他从地上扶起，才勉强撑着身子回到自己坐席上。陛下，是不是可以赏赐我了？梁玉涵和薛大小姐气得面色涨红，钟有侯脸上面子也挂不住，没了先前的神采。白玄，你重伤新科武状元，该当何罪？白玄抬眸看去，
只见是宫里的薛淑妃，薛大小姐薛冰雨的姑姑。你狂妄大胆，毫无一个女子该有的模样。陛下不治你的罪，就已经是开恩了，竟然还敢要赏赐。陛下也可以不给啊，没所谓。话落，他便缓缓回到自己座位上。薛淑妃气得鼻子都歪了。白玄这么说，陛下想不赏赐都难了。你想要什么赏赐？这是小女可以选择的吗？还真是个鬼精灵的丫头，她怕是早就想好了要什么赏赐吧。可以，先说说看你想要什么。白玄起身，单膝跪地。陛下，小女不要金银玉帛，只求一身能胜得过新科武状元的本事，能为陛下为大周效力。你想入宫？皇帝面露疑惑，他还真有些看不懂这丫头的心思。并不是，小女将门出身，是个粗人，若是能当个武卫，维持着上京城的秩序，便心满意足。白玄早就心思过了，武卫虽然只是一个最底层的武职，但是负责巡查整个上京各大经济重地，这对白玄来说是个最好的起点。他不但能够趁此机会了解更多上京城机密的消息，晋升之路也会更加容易。在这大周朝武职官位上，只要你武艺够强，立功够多，就能够得到晋升。当了武卫以后，白玄有的是机会往上爬。目前他就先以女子之身为武卫，给这上京的王公贵族打一剂预防针，告诉他们这女子也能当官。等他站稳脚跟，再以此为起点，步步高升，大家的接受度也就容易多了。皇帝目光幽深看着白玄，神情有些复杂。他还以为白玄想进宫当女官，没想到他竟然要当武卫。陛下是不是担心以小女的本事没有办法胜任武卫？皇帝自然听得出白玄的弦外之音，他神色莫测。正是担心你一个女子吃不了那样的苦，到时候怕是会哭鼻子。陛下放心，我什么苦都能吃，别的不敢说，吃苦耐劳这一项，恐怕在座的诸位没人及得上我。白玄说的是实话，但这不影响众人对他嗤之以鼻。皇帝也只是笑笑，只当白玄在胡说。小王，你就不劝劝你未婚妻？臣劝不住。这丫头的硬脾气，他在虎头山的时候就已经领教过了。好，那朕就封你为武卫。好，那朕就封你为武卫，不，封你为武卫长，允你带一队人马维护着上京城治安。谢陛下。众人不禁瞪大了眼睛，满眼的不敢置信。梁玉涵的父亲梁国公忽然站出来：陛下，此事恐有不妥呀。如何不妥？纵观我大周上下200余年，也无女子为武卫的先例。陛下如此做法，恐有违祖制。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就没有。陛下如此英明神武之人，连封个小小的武职也不行吗？那陛下的威风何在？况且陛下金口已开，莫非梁国公想要陛下食言吗？梁国公面色一沉，哼，好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啊！难怪他女儿3番5次在他手上吃亏。陛下若让一女子为武卫长，岂不是叫人耻笑我大周无男儿？非也，若是大周女子亦能为武卫长，只会让人盛赞我大周民风开放，陛下包容博爱，天下百姓只会说陛下英明神武，能人异士，自会闻名而来，为陛下效力。试想一下，陛下若是连一女子都能任用，更何况其他有才之人呢？大殿上一静，众人满目震惊，竟觉得白玄说的有理。你个祸国妖女，休要胡言乱语！陛下，此事万万不可，还请陛下收回成命。好了，此事已定。梁国公瞪了瞪眼睛，只得退下。殿中歌舞又起，众人一派和乐融融，只是议论白玄的声音少了。一曲毕，一个太监在钟有侯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钟有侯微微抬眸，从席间站起来：陛下，臣有本启奏。哦，什么事儿？陛下，臣接到密信说，萧王此次东征，暗中勾结萧老王爷旧部，意欲谋反。大殿里一片哗然，四座议论纷纷。白玄抬眸朝萧王看去，只见男人神色镇定，显示早已料到有此一遭。虽然老臣也不信萧王会做出此等事情，但为了我大周江山100年计，还请陛下详查。不可能，萧王绝不可能谋反。皇帝面色也是不悦。谁敢污蔑我大周护国战神？钟有侯连忙说：揭发萧王之人乃是离城元守将卢松，他本人已来了上京，此时就候在殿外，请他进来，朕倒要看看究竟是何人竟敢胆大包天，指控萧王。启奏陛下，萧王此番奉命守卫离城，虽退敌军10万，立了战功，但其间萧王勾结老萧王部下黄曲，意欲谋反，也是千真万确，还请陛下明察。
你指控萧王可有证据？臣手下有人亲耳听到萧王和黄曲密谋，说是萧王凭着私印便可调动老萧王部下10万军马，随时直奔上京。现场气氛一凝，一股无形的气压笼罩着大殿，众人屏住呼吸，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真也好笑。忽然，一道沉稳有力的声音打破了平静。魏国公魏宏渊乃是萧王的外祖父，更是大周3朝元老。他缓缓出列，冷笑一声：萧王从边关战事结束到如今回朝已有1月有余。卢将军既然早就听说萧王和黄老将军密谋造反，应该早早上报才是，何故等到现在宫宴之上当场揭发？众人纷纷点头，都觉得魏国公言之有理。末将得知消息后也是心急如焚，奈何事关重大，又恐属下人说不清楚，末将便想着等边关战事结束之后，再亲自来京上报陛下。陛下，就凭着卢松几句话，就怀疑忠诚魏国的萧王，未免寒了我大周将士之心啊！魏国公面色冷沉，有人想要污蔑他的外孙，首先就得过他这一关。大殿上不少人点头。卢将军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今日宫宴之上来，不知居心何在？陛下，臣也是为我大周社稷着想，才会冒险前来。臣有萧王写给黄曲的书信一封，可以作证。呈上来。鲁公公将书信呈递上去，皇帝看了，让人把书信给萧王。萧王，你对此有何说法？萧王看也没看书信一眼。陛下，此书信乃是伪造，臣从未写信给黄老将军，下令全是属下亲传，军中人尽皆知。哼，正是因为人尽皆知，所以萧王才会利用这个机会给黄曲写信。陛下可让满朝文武验证，看看这到底是不是萧王的笔迹。准。鲁公公拿着书信给殿内众人传看，众人一阵议论纷纷，皆说和萧王笔迹一样，就连梁玉涵也瞪大了眼睛。这不可能啊，怎么这么像表哥的笔记？书信传到白玄的手中，他看罢之后大笑一声：这书信是伪造的。哼，白三小姐当初被敌军抓走，是萧王殿下与敌人万军之中把你救出来的，你自然会为萧王说话。白玄没有和卢松理论，看向高位上的皇帝：陛下，请赐笔墨，我立时能写出一封一模一样的信出来。萧王眸光微动，这丫头没有必要为了他将自己牵扯进来。当真？拿一模一样的纸来，待笔墨干后，我叫众人分辨不出哪封是原信，哪封是我现写的。白玄语气猖狂，众人都有些不信。皇帝命人备笔墨纸砚，白玄坐在鸡案前，笔对着原信，当场就写了起来。白玄写完，待墨迹干后，众人果然分辨不出哪封是原信，就连细微之处都是一样的。这书信只要是书法功底好之人都能写。这书信是伪造的，只要是书法功底好之人都能写。上一世他外公是书法大家，白玄从小就开始练习书法，用毛笔临摹过无数字体。卢松不禁傻眼了，竟然连他都分辨不出哪封是原信。陛下，只一封书信不能说明什么。回陛下，末将还有证人，此人是黄曲麾下之人，姓韩名东。这次萧王大战魏军，他就是跟在黄曲军中，亲眼见到了黄曲听候萧王命令。若非萧王在边关秘密调兵遣将，联合黄曲，恐怕这次根本难以战胜魏军。韩东被人带上大殿。陛下，小人亲眼见到萧王对黄曲下行军令。陛下，关于此次边关大破魏军，臣已上奏过陛下，非臣之功，而是三皇子之功。三皇子手下2万人马与本王一起奋力杀敌，才能大破魏军。臣也从未调令过黄老将军，只召集离城百姓一心抗敌。黄曲就是带着大部队人马混在普通百姓之中，听从萧王号令的。我们还有几个弟兄一起，皆可以作证。萧王面色彻底沉下来。离城百姓赤膊上阵，血泪流尽，和敌军死战，才得以保住自己家园。若是黄老将军等人混在其中，难道能没有一身甲胄，光着膀子上战场吗？这正是萧王的狡猾之处。黄曲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听从萧王调遣，甘愿带领手下人扮作普通百姓，赤膊上阵杀敌，还请陛下明鉴。荒谬！黄老将军为保卫我大周立下战功赫赫，岂容你辈在这红口白牙的污蔑？陛下，末将所说句句属实。朝堂上争论起来，众臣一阵交头接耳。启奏陛下，当日末将也在边关，萧王绝对没有勾结黄老将军。众人皆见战场上只萧王手下2000人马和三皇子手下2万人马，其余皆是穿着普通服饰的离城百姓。陛下若是不相信，可问当时便在边关的梁二小姐和三皇子。梁玉涵早就坐不住了，他针对的人是白玄，可是现在这火已经烧到了表哥的身上。陛下，萧王忠君为国，绝无谋逆之心。皇帝默了一下，抬眸看向一直没有吭声的三皇子。老三，你说说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注目下，三皇子齐墨从席间走出来。齐墨知道他的回答关系着自己一生的命运。昨日回朝，父皇对他进行了敲打，父皇暗示他今日大殿之上指证萧王，可将功赎罪。但是萧王府的支持对他来说又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如果他背靠萧王府这棵大树，就有了对付大皇兄和二皇兄的筹码。老三，问你话呢？皇帝目光沉沉，看向这个他并不宠爱却总想争一争的儿子。父皇。齐墨这才回过神来，皇帝面色更是不悦，就他这样还妄想当太子。皇帝的这个眼神顿时就让齐墨明白，想着靠讨父皇欢心成为太子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靠自己。回父皇，萧王谋反，儿臣闻所未闻啊！儿臣与萧王在边关和魏军浴血奋战，仅有离城百姓自愿加入战斗，并未见到过黄老将军的军马。卢将军何故无端指责萧王？卢松脑门上直冒冷汗，不由自主地看向钟有侯一眼。他之所以冒险前来上京，都是因为钟有侯薛光义说陛下面前控告萧王谋反，可以让他晋升官职。钟有侯也是一头雾水，他们本来已经商量好了，三皇子也会指证萧王，谁知三皇子竟然临时反水了。三殿下，你可要好好想想啊，是这样吗？没什么可想的，事实就是如此。萧王没做的事情，本宫总不能冤枉萧王吧？钟有侯被堵得哑口无言，皇帝愣愣盯着自己儿子，半晌才道：好，这正正说明我大周战神是被冤枉的。好你个卢松，竟敢诬告萧王，该当何罪？陛下饶命，饶命啊！陛下，这都是钟有。大胆卢松，竟敢诬告萧王，你全家老小性命不要了！卢松满目震惊，这是在拿他全家老小的性命威胁他。你犯的可是诛九族的罪，若是好好从实招来，本侯可就陛下只治你一人之罪。卢松这才明白，他被人当枪使，现在又被人当作替罪羊了。他自知走投无路，为了保住家中老小，末将知罪，末将不该诬告萧王，还请陛下只治末将一人之罪，赦免我一家老小。卢将军，我相信你一个远在边关的守将，不会无缘无故污蔑萧王，不知背后是何人指使，你都说出来，陛下自会为你做主。卢松听了这话，眸光有着些许松动，心中不禁纠结起来。钟有侯眸色一厉，说，这是不是你自作主张？钟有侯语气之中可以说是满带威胁了，就连一些没有牵涉其中的朝臣都听出来了。白玄神色如冰，看了钟有侯一眼。皇帝想宰萧王，选了钟有侯这把刀，那以后他也知道该对付谁了。卢将军，据实说就可以了，说出幕后指使之人，陛下说不定会赦免于你。对，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钟有侯，你如此疾言厉色，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威胁卢将军，不让他说呢。白三小姐误会了，本侯是希望她能够说出来，以求得陛下赦免一家老小。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带着咬牙切齿的味道。白玄刚想要说什么，只见卢松已经做出选择，他一咬舌头，口中鲜血横流，当场气绝。殿内女眷们吓得尖声大叫，朝臣们也纷纷捂住眼睛。钟有侯暗暗松了口气，好险，好险！萧王忠君为国，乃我大周不是功臣。卢松诬告萧王，死有余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此番萧王和三皇子在边关破敌10万，立下大功，各赏黄金1000两，良田1000亩。谢陛下。宫宴散去之时，已是黄昏时分。白玄出了宫门，往外走着，一道熟悉的身影走过来。王爷有事？今日多谢你帮本王说话。萧王没有想到白玄会为他当场临摹字体，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本事。白玄也没有想到萧王会不嫌弃他名声，不取消和他之间的婚约。王爷清旨自清，无需我说，也是清清白白的。本王今日大殿上所说，并非虚言。白玄默了一下，我对王爷无意。听到这个回答，萧王似乎也没那么意外。这丫头变化太大了，从前他喜欢三皇子，现在明显不喜欢了，而他对他也愈发的疏离。本王以为我们之间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不过是抱了一下，亲了一下，一起泡了一下温泉罢了而已。这些亲昵的行为在他眼里是仅此而已。王爷，我并非你的良人。她并非这古代的女子，也不会在王府内院之中相夫教子，她终究是要出去闯的。以前她可以坦然面对萧王，那是因为她确信萧王对她没有感情，可今日宫宴之上，她发现萧王对她的感情产生了变化，那她就不能让她陷得更深了。是本王
自作多情了。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让王爷产生误会。先前为了王爷身上的寒疾，我确实有过逾矩的行为，但那仅仅是因为王爷救过我一命，我还王爷的恩情罢了，还请王爷不要放在心上。好，本王不放在心上。我欠王爷一条性命，会尽快找到治疗寒疾的方法，还王爷这份恩情。好。萧王淡笑看了女子一眼，缓缓转身离去。白玄看着男人高大挺直的背影完全消失，这才回过头来上了马车。一道白影撞入眼帘，白玄猛然看去，正是17王爷齐耀。今日大殿之上，这男人为他说话，还透露自己是老医仙的徒弟，白玄便知道他会来找他，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的马车里。被白三小姐拒绝，萧王只怕是要伤心了。白玄没答这话，神色淡淡。今日之事，谢过王爷。嘿，不敢当，我也没帮上什么实际的忙。不过白三小姐要是能看在我帮你说话的份上，放了我师父，就再好不过了。既然17王爷偷听到了我和萧王之间的谈话，那就应该知道我正在寻找治疗萧王寒疾的方法。这个简单，白三小姐放了我师父，我帮白三小姐治疗萧王的寒疾。你怎么，我不像啊？我可是师父最为看重的弟子，医术卓绝，无人能比。并非我不信王爷，只是有些好奇，为何尊师迟迟不肯答应救萧王，17王爷却一口应下。齐耀神色一僵，没有想到白玄如此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的重点。并非师父不救萧王，而是因为治疗萧王身上寒疾所需药材十分难寻。敢问王爷，都需要些什么药材？需要狼心、虎胆、雀爪、千年灵芝、人参等10几味珍贵药材。不过这些都还好说，药王谷就有，唯独一味药不好寻得。17王爷，且说说看。还需要一味蛇胆。蛇胆，这不是很容易弄到吗？莫非这蛇灭绝了？那倒不是，只是这蛇并非普通的蛇，而是师傅用各种珍贵药材从小喂到大的药蛇，普天之下仅有这一条。但是前不久这蛇逃走了。逃了？就不能再养一条吗？这药蛇师傅养了10多年了，到今年夏天刚养成，哪是那么容易重新养的？这么说，萧王没救了？那倒不是，只要能找到这药蛇，就能救萧王。白玄觉得这男人怕是在开玩笑，蛇逃了还能抓得回来的？齐耀见白玄疑惑，不由解释。这药蛇并非逃到别处去了，而是进入了我大周皇陵的地宫之中，此时应该正在东折。皇陵地宫，这蛇可真是会找地方。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跑出来？这药蛇常年食用珍贵药材，体质已经发生变化，它爬过的地方会留下痕迹。我师弟卷柏一直在那儿守着，药蛇进入地宫之后就没出来过。那我去把他抓来。皇陵守卫森严，地宫之中更是机关重重。大周建国200余年来，多少盗墓贼都死在了里面。白三小姐当真愿意为了萧王如此冒险？白玄抬眸看向马车窗外，残阳如血，染红了整片天空。17王爷可知，这次我在边关被敌军抓去，是萧王于敌人万军之中将我救回。齐耀点了点头，这事儿上京城早就传开了，他自然是知道的。半晌，齐耀开口：若白三小姐要去皇陵，我甘愿作陪。白玄不禁有些奇怪地看着齐耀，这男人是不是忘了这大周皇陵是他家先祖的坟？齐耀接收到白玄的眼神，解释道：斯人已逝，早已化为一缕清风，人生在世，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救萧王也是为了守护先祖们打下的江山基业。白玄倒是对齐耀这番言行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一个古人竟有如此开明的思想。白玄先前对尊师无礼，改日一定登门谢罪。那白三小姐答应放我师父了？那是自然。那白三小姐答应放我师父了？那是自然。白三小姐真是性情中人，可否允许齐某交个朋友？可以。我住在秦王府，师父平日来上京也住在那儿。若是白三小姐有什么事的话，可以随时来府上找我。他虽然浪迹天涯惯了，但是他的王府还在。作为先皇的第17个儿子，大家都喜欢叫他17王爷，他的封号其实是秦王。好。17王爷在青羽警惕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神中下了马车。青羽正担心被人撞见有损他家小姐声誉，想着提醒几句，17王爷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青羽刚回过神来，就听他家小姐吩咐：去京畿营新兵处。小姐，京畿营在城东，新兵营更是在城外东郊，这会儿天色已晚，恐怕赶不回来。那就住在城外。白玄想着山贼弟兄们跟他回京，不知道是否适应新环境，便去看看他们的情况。白玄没有想到，此时的新兵营因着白日他在大殿之上狂揍冯浩然而出了事。这些就是白玄从边关带回来的山贼？是，薛大公子。不过他们是由萧王引荐进来的。
萧王引进来的人也得经过考核，就让本公子来好好的考验一下他们。薛大公子，他们是新兵，刚接受训练，恐怕……不是做过山贼吗？本将军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话落，薛文玉驾马冲过去，二话不说，挥起手中鞭子就朝着最前方的顾子刚脸上一甩。顾子刚正在训练，忽然被打了一鞭子，一时有些懵了。薛文玉又是一拳揍他脸上，把他揍倒在地。大哥，大哥！山贼弟兄们见状，顿时冲过来，满脸愤恨看向薛文玉。李校尉没有想到这薛文玉上来就揍人，但薛文玉是中有侯府的大公子，他也不敢说什么。老二刘卓和老三苏瑞顿时怒气上涌，朝着薛文玉冲上来。薛文玉身边几个孔武有力的侍卫立刻站出来，对着二人大打出手。老二和老三敌不过他们人多，被狠狠打倒在地上。也不过如此嘛，就这样的弱鸡也配进入京畿新兵营训练？回大公子，他们是萧王批准，说是在边关建了功，破格录入。破格？这萧王说破格就破格呀？小爷可不听萧王，给我好好考验一下这群山贼的实力。京畿新兵营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不符合考核的，统统给我扔出去。是。薛文玉身后一群侍卫直接冲上来，不管3721，朝着山贼们就是一顿打。山贼弟兄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顾子刚从地上爬起来，带着弟兄们反抗起来。还敢反抗？给我狠狠的打！真是一群废物，没有一个抗打的，给我全部扔出军营！山贼弟兄们被扔到京畿大营外，快去找你们的白三小姐为你们出气啊！我在中永侯府等着你们。话落，他挥起马鞭扬长而去。哼，他倒要看看他揍了这些山贼，那白玄有没有胆儿去找他算账。一个臭娘们而已，竟敢在宫宴之上使阴招暗算的哥们儿，他让白玄这个女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白玄靠坐在马车上，正闭目养神，忽然路上一队军马气势汹汹迎面而来。是中永侯府的薛大公子，每次都带着人横冲直撞的，从来不管百姓死活。薛冰雨的哥哥，就是他，他是薛冰雨的大哥，仗着自己父亲中永侯深受陛下宠信，在这上京横行霸道许多年了。白玄神情冷淡，没有多说什么。京城一霸嘛，哪儿都有，下场大多不太好就是了。这会儿夕阳下落，天色渐渐黑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人影。马车夫驾着马车一路往前行驶着，忽然猛地勒紧马缰绳，马车陡然停下。怎么了？有人打劫！青羽眉头一跳，上京城天子脚下竟也有人打劫。白玄掀开车帘走下马车，只见前方道路上黑压压的一群人。白玄目光蓦地一沉，顾子刚。顾子刚不禁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没错，是老大。老大，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啊！我们不是在做梦吧？白玄目光扫视过去，不禁眉头大皱。弟兄们身上大多都受了伤，顾子刚的脑门上还淌着血。出什么事了？大家都是一阵沉默，不知如何开口。半晌，顾子刚才抿了抿唇，低声道：“老大，我们技不如人，被人从军中赶出来了。”白玄不禁挑眉，萧王都已经发话将他们收入京畿营中进行训练，还会有人将他们赶出来？此时夜里起了冷风，天色也已经全黑了。白玄看着受伤的弟兄们，对青羽吩咐：“带大家去城东郊的庄子上先歇息一晚。”是，小姐。青羽默默数了一下，这总共有100多号人，怕是庄子里也没有这么多床，但是遮风避雨总是能的。老大，不用麻烦了，我们随便找个破庙住就行。这上京城规矩多，他们都是一群粗人，真怕给老大惹麻烦。老大，我们一群大老粗，凑合凑合就行。是啊，老大。你们以为这里是虎头山呢？是大好的上京城，哪里有这么多破庙啊？老大，我们是怕……行了，怕什么呀？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谁也不许再废话了，跟我走。谁也不许再废话了，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跟我走。白玄一番豪气万丈的话，顿时就让山贼弟兄们破防了，一个个大老爷们眼睛都红了。老大还是当初那个老大，没有一回上京城，就忘了他们这群弟兄们。走吧，咱们听老大的。众人顿时喜笑颜开，跟着白玄前往白家的庄子。白玄也不坐马车了，和弟兄们一起往前走着。详细说说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把你们赶出来的？顾子刚便把军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你们确定是中永侯府的薛大公子薛文玉？就是他，李校尉在他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白玄眸光一沉，原来是那位京城一霸，还扬言在中永侯府等着他。行啊！众人一路到了东郊的庄子，庄子上的仆人乍一见到这么多人，吓了一跳。好在他认得三小姐和青羽。温些酒来，
给大伙儿暖暖身子，再弄些吃的，分量要足。仆人看着这么多人，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但还是应了下来。是三小姐。老大，我们人多，我带兄弟们去帮忙做饭。去吧。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里住下，有伤的处理一下伤口，没伤的呢，吃饱了喝足之后就好好的休息。明天一早跟我上中永侯府，为兄弟们讨回公道。老大，听说那位薛大公子的父亲钟永侯是陛下面前的红人，深得陛下信任。若是得罪了他，管他红人白人，明日定要让他薛文玉给弟兄们道歉。顾子刚不禁一愣，他实在是没有想到，他们原本一群食不果腹，吃了上顿还要担心下顿的山贼，竟能遇到这样好的老大。以后就是跟着老大上刀山下火海，哪怕要他性命也都值了。这一夜弟兄们大部分都没有分到床铺，只能在地上将就着睡，但是屋子里炭火烧得足，大家温暖而又安心。一日一早，众人神清气爽，前往中有侯府讨公道。中有侯府的门房打着哈欠走出来，见着外面黑压压的约有100来号人堵在门口，吓得连忙关紧了门。不好了，不好了，侯爷，有人堵在咱们门口，看起来像是要闹事。老规矩，让人乱棍打走。不行啊，侯爷，他们有100来号人，怕是没那么容易赶走。100来号人？是啊，侯爷。那这就不是简单的有人闹事了。看清楚了吗？是由何人带头？小的怕他们冲进来，就只往外瞥了一眼，便赶紧关上大门。好像是个女人。女人？钟永侯首先想到一个人，白家三小姐白璇。那女人有几分本事，刚刚被陛下封为了五卫长，但怎么会突然来他府上闹事？就在这时，钟有侯的大儿子薛文玉大步跨出来。爹，他们是来找我的，这事儿我来处理。爹，他们是来找我的，这事儿我来处理。白璇这女人居然还真敢来。你怎么招惹她了？眼下陛下没有能捉住萧王的把柄，对他处事不力，已经大为不满。这段时间，中永侯府行事当低调才是。我没招惹她呀，是那没长眼的女人招惹了我。那女人竟敢在宫宴之上对浩然使阴招。她是阴招？肯定啊，要不然浩然武艺如此高强，怎么可能会输给他呀？我和浩然意气相投，乃是至交好友。今日我就替浩然出了这口恶气。胡闹！有谁看到他使阴招了？昨日为父和你妹妹就在当场，封浩然技不如人，陛下面前颜面丢尽，你以后少和他来往。啊，爹，你也太势利眼了！您当真相信那个白璇有那么厉害，几招就能把浩然打倒？钟永侯被儿子这话气得不轻，哼，要不是亲生的，他早揍死他了。事实如此。爹，浩然是我好友，他的为人我了解，他武艺和我不相上下。白璇那女人一定是暗中使了什么手段，说不定是他让人在浩然的酒里下了毒，才让浩然失去了力气。你可给我闭嘴吧！就算真是这样，你有证据吗？这话是随便乱说的吗？怕什么呀？这儿又没什么外人。你这事迟早要气死我呀！你以为那白璇是那么好惹的？她无父无母，一个孤女，竟敢当众给陛下敬酒，陛下还给了她这个面子，你看哪个女子敢这样？切，陛下不过是看她长得貌美好色而已。闭嘴！爹，你可真是胆小如鼠。反正你就不要出面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置。钟永侯还想说什么，薛文玉已经大摇大摆地往外走去。行，让他去看白璇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哪怕这不争气的臭小子真惹出什么祸事也无妨，这点小事他这个钟永侯还是担待得起的。这会儿日头升上空中，上京城的百姓正是清早出门的时候，见钟永侯门口聚集了不少人，不由得纷纷围观过来。山贼弟兄们挥动着手臂，高声大喊：薛大公子滥用私权，不经上奏，私自将我等赶出军中，有违军纪。薛大公子违反大周律令，该当受到责罚。薛大公子还请出来，给我等一个说法。四周百姓越来越多，白璇神色不动。今日他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狠狠地收拾钟永侯府大公子一顿，为弟兄们出气。顺便借着这个机会，让全上京城的百姓都知道，他被陛下封为了五卫长。这样一来，他执行公务的时候就不用到处解释自己的身份，办起事来也会省事许多。就在这时，侯府门口传来一声厉喝：好什么好啊！一群山贼而已，竟敢在我钟永侯府门口放肆！好什么好啊！一群山贼而已，竟敢在我钟永侯府门口放肆！薛文玉的目光冷冷落到白璇身上，他不禁微微一愣。白璇的容貌着实让他惊讶了一下，可惜啊，他不好女色，这女人让他好友当众出丑，他今日定要好好羞辱这女人一番。老大，就是她！白璇点了点头，正要开口，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千里迢迢跑去边关，被敌军捉去剪了头发、脱了衣服、糟蹋过了的白三小姐呀！这脸皮可真够厚的，都这样了，还不赶紧躲回房间里哭鼻子，还跑出来丢人现眼，真是佩服佩服啊！围观的百姓看着白玄，也是一阵议论纷纷。山贼弟兄们气不过，就要动手。白玄抬手制止：“薛大公子侮辱朝廷命官，自有陛下惩治，用不着咱们动手。”啊！我什么时候侮辱朝廷命官了？你别是看着你的山贼弟兄们受了委屈，就急疯了乱咬我呀！你侮辱的朝廷命官就是我，大周第一女武卫长白玄。众人一脸懵，这大周什么时候有女武卫长了？山贼弟兄们还不知道白玄被封为武卫长的事情，这会儿一听他们老大刚回上京就当了官，顿时振奋不已。老大，你真是太厉害了！老大威武！真是笑死本公子了！武卫长，还大周第一女武卫长，你可真有脸啊，白玄！区区一个巡视上京城街道的武卫长，也敢在我忠永侯府门口叫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狗在吠呢。哼，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狗在吠，上京城最大的一条恶狗。是啊，在门口吠来吠去的，吠得可欢了。看门狗都没这么欢实，估计是吃什么好吃的骨头了吧？百姓们不禁窃窃私笑。薛文玉听着山贼们议论自己，顿时气得面色铁青。白三小姐脸皮还真是厚，区区一个武卫长也好意思称自己是朝廷命官？知道什么是朝廷命官吗？像我爹那样深得陛下信任，在朝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才是朝廷命官。哦，薛大公子的意思是我和你爹一样，所以我是你爹？白玄啊，不好意思啊，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我是朝廷命官，你爹也是朝廷命官，所以我和你爹一样，也就是说我是你爹呢。人群外围一辆低调的马车上，一向神情冷肃、正襟危坐的男人听了这话，也忍不住嘴角抽了抽。山贼们毕竟是他准许入军的，如今被赶出军中，他不可能不管。王爷，白三小姐似乎是想激怒薛大公子。这丫头还是这样的性子，天不怕地不怕。他姑且看看这丫头作何打算，他稍后再出面也不迟。你算狗屁的朝廷命官，你不过是负责巡视上京街道的一条狗而已，也配合我爹相提并论？的确，你爹不配和我相提并论。薛文玉脸都青了，他耍了一辈子无赖，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会耍无赖的人。赶紧麻溜的滚蛋！再敢在我忠永侯府门口闹事儿，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人群中不知是谁朝薛文玉的脑门上扔了一个石子，疼得他嗷嗷大叫，狂妄的声音戛然而止。谁打本公子？薛大公子放心，我绝对不会让薛大公子吃不了兜着走，我可能会让薛大公子爬着走，或者是跪着走，不知道薛大公子喜欢哪种方式。你这贱人！来人，这妖女带领山贼聚众闹事，给我拿下！四周侍卫们齐齐拔剑，人群中响起一阵尖叫，百姓们四散逃窜。薛大公子无故拔剑，欲伤我大周百姓，你等既已入军，应当随我一起保护百姓。薛文玉差点没被这话给气晕过去，他什么时候要伤害百姓了？他要抓的只是白玄这女人啊！把这风言风语的女人给我抓起来！话落，薛文玉当先一人冲上前来，挥剑砍向白玄。白玄神色冷淡，瞥了薛文玉一眼，连正眼也没看他。不过是冯浩然之流，这点不入流的功夫，在他面前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薛文玉见他如此，唇边冷笑更甚，哼，他就说嘛，这女人根本就不会什么功夫吧？这会儿见他杀来就傻眼了，只会一动不动立在那儿，就跟个木头一样。白玄脸上笑容绽放，他抬起长腿，一脚踢向薛文玉的下巴。薛文玉惨叫一声，等他回过神来，手中长剑已被白玄夺下，直至他咽喉。不想你们大公子出事的话，都给我住手！侍卫们担心白玄伤到薛文玉，纷纷不敢上前。绑了！山贼弟兄们连忙拿来一捆绳子，把薛文玉结结实实绑起来。顾子刚抬腿就朝薛文玉踢一脚，老二老三也没有忍住，各自踢上几脚，装猛看不出伤的隐蔽地方踢。这个狗东西，昨日让人打弟兄们的时候下手可不轻。门房见自家大公子被白玄抓了，吓得连滚带爬往回跑去。侯爷，大公子被那女人给绑了！什么？钟有侯放下手中茶杯，大步往外走去。白玄这会儿已经让顾子刚将薛文玉扛在肩头，准备送往刑部大牢。白三小姐，有话好说。钟有侯，有事还是刑部大牢里面说吧。我们做武卫的抓了人，都是扔到刑部大牢的。你敢！白玄冷笑一声，在钟有侯的注视下，带着山贼弟兄们大步离去。白玄，你是妖女，我饶不了你！一个弟兄脱下带有脚气的袜子，
迅速塞进他嘴里。薛文玉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恶心的想吐又吐不出来。他两眼恨恨盯着白璇的背影，这女人究竟是怎么把他给拿下的？这女人是不是会妖法呀？钟永侯甩袖而回，气得浑身都在颤抖。要是以往，他直接告进宫去，陛下自会惩罚白璇。可眼下因为萧王的事情，他惹陛下不快。宫宴之后，他求见陛下，陛下都没有见他，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吧。对了，刑部大牢，白璇把玉儿送到刑部大牢，那我直接去找刑部尚书卢洪才。钟永侯立刻乘马车赶到了刑部。卢大人，一个武卫长抓了我儿文玉，关到刑部大牢来了，卢大人可知？有这事儿？人已经关到刑部大牢里了，应该很快就会上报到卢大人这儿来。卢洪才不傻，他没有立刻答应，思索片刻。敢问钟永侯，这抓令郎的武卫长可是陛下新封的女武卫长白璇？正是他，我儿本无过错，那白璇强硬抓人，还请卢大人做主放了我儿。卢洪才可不敢接这话，那白三小姐连新科武状元都敢揍，而且还是当着陛下面揍的，此事绝非那么简单。但他面上也不能得罪了钟永侯。此事简单，我刑部侍郎白鹤龄正是白三小姐的大伯，这事儿我告知他一声，让他来处理。那就劳烦尚书大人了。出了刑部府衙，钟永侯脸便垮下来。哼，这个卢洪才竟敢敷衍他。不过钟永侯倒是想起了白鹤龄，他对这人有印象，胆小懦弱，曾经还巴结过他来着，当即差人去找白鹤龄，直接要他放人。那边白鹤龄得知自己侄女白璇抓了钟永侯府薛大公子，不由吓得满头大汗。你去回禀侯爷，我这就让白璇放人。这个丫头不过就是封了一个小小的武卫长，竟然就敢抓钟永侯府的薛大公子了，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白璇这边带着弟兄们将薛文玉扔进刑部大牢，才去上任。白璇到了地方，自有人带他去领了官牌、官服和佩刀，并向上司报道。白璇隶属左卫府，顶头上司是上将军卓玉。据说这位卓将军武艺高强，智谋过人，但性格怪异，不易接近。卑职白璇前来报道。东西都领好了？好了。这里可没人管你是男是女，到了我手底下就得好好干，明白吗？明白。卓玉见他举止从容，落落大方，神色略微好了一些。作为左卫府的一名武卫长，你手底下掌管着一队50人的武卫，人我已经点出来了。是，属下这就去见弟兄们。卓玉不由得微微一愣，弟兄嘛，他倒是说得顺口，丝毫没有女子的扭捏作态。可以，做好分内之事，不要惹事。是，卑职定不惹事，也不怕事。卓玉抬眸看了白璇一眼，这丫头可以啊，难怪得了陛下青眼，就是不知能坚持几日。本将军话还没说完，就算惹了事，也要自己擦干净屁股。就在这时，一个侍卫来禀：卓将军，刑部侍郎白鹤龄来了，说是有事儿找他侄女白璇。白璇不怎么费力就猜到了，钟永侯找他大伯去了。现在是办公时间，他找白璇什么事？哦，定是我第一天入职，大伯关心，怕我不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去看一下。侍卫侧目看了白璇一眼，神色很是怪异。是白璇把钟永侯府薛大公子给抓起来了，白鹤龄是来找他放人的。白璇不禁嘴角抽了抽，这位兄台拆台未免也拆得太快了一些。才刚上任你就惹事儿？我会自己处理的。卓将军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惹了事自己擦干净屁股就行了。我会自己处理的。卓将军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惹了事自己擦干净屁股就行了。那就好。卓玉摆了摆手，示意众人退下。白璇暗笑，这顶头上司没管他，也就是默认了，这不就相当于是一种变相的支持吗？看来昨日宫宴之上，他强出头也并非没有好处。白璇先去左卫府训练场上领了50个弟兄，又和山贼弟兄们会合，才去见了白鹤龄。白鹤龄在左卫府门口来回踱步，眉头紧皱，焦急不已。大伯，您找我有事？你是不是抓了钟永侯府薛大公子？是。你好大的胆子，还把人关到了刑部大牢，你不要命了？赶紧把人放了。白璇就像没有听到一般，转头看向身后的弟兄们。所有将士听令。50个武卫连同后面的山贼弟兄们，一听到白璇的命令，立刻排队整齐，昂首挺胸，注视前方。今日我们要巡视的地方，乃是上京城各大街区要道，记住，严守军纪，勿搅扰百姓，听到了吗？听到了。将士们整齐划一的声音，只让白鹤龄心头一惊。这丫头好大的官威呀！大伯，您没事的话，我就去执行任务了。我让你放了钟永侯府的薛大公子，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听到了，但是做不到。大伯，如今我们同朝为官，侄女儿走哪条路，你可要跟紧着点，不然可是要吃亏的。你一个女孩子家懂什么？
别以为公宴之上得了陛下亲眼，当了个五卫长就无法无天了。你知道抓了中永侯府薛大公子会有什么后果吗？后果不是已经有了吗？不就是中永侯找您来让我放人的吗？放肆！若是中永侯告到陛下御前，整个白家都要被你牵连。不跟您说了，我巡城去了。白玄说着便朝身后弟兄们一挥手，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了。白玄，你到底放不放人？不放。白鹤林气得直跺脚，他就不信了，他管不了这侄女儿，母亲还管不了这孙女儿。白玄要是敢忤逆祖母，那就是大不孝。他就不信了，白玄也敢拿官威去吓唬他身体不好的祖母。白玄这边离开了左卫府，便带着弟兄们去巡查了。刚到大街上，就碰到梁玉涵和薛冰雨两人在一家店里买东西。梁玉涵从门口看到白玄蓝袍革带，长剑配身，威风凛凛走在大街上，不由得瞪大眼睛。白玄这贱人竟然真的穿上了这身官服。梁二小姐，我不得不提醒你，辱骂朝廷官员可是违反大周律法的行为。梁玉涵没有想到白玄耳力如此之好，分明已经走过去了，还能听到他说话。切，你当真以为当了个小小的五卫长就了不得了？我可是梁国公府的嫡小姐，你个小小的五卫长见了我还得行礼。大周律令没有这一条。梁玉涵一阵语噎。大周律令没有这一条吗？怎么没有？以前那些巡街的五卫长见了本小姐和梁二小姐都跟条狗一样，摇头摆尾的。白三小姐，要不你也摇个尾巴？以前那些巡街的五卫长见了本小姐和梁二小姐都跟条狗一样，摇头摆尾的。白三小姐，要不你也摇个尾巴？当初他和白明有婚约的时候，就是因为白玄被敌军抓去毁了清白，连累了白明的名声，他才不得已和白明退婚的。如今他好不容易看上了新科武状元冯浩然，白玄又在公宴之上将冯浩然打得那般惨样，让他颜面扫地，就连外祖母都说他没有眼光，怎么选了一个连女人都打不过的男人？这白玄不就是狂吗？他就不信白玄敢把他这个中永侯府的大小姐给怎么样。白玄的确没怎么样，因为他还未来得及动手，顾子刚和老二老三满脸气愤冲上去，拽着薛冰雨的头发，就一把将他按倒在地上。你们干什么？知道本小姐是谁吗？我可是中永侯府的薛大小姐。谁他娘管你是谁啊？敢骂我们老大，活腻了！辱骂老大就是辱骂我们。我家老大可是陛下亲封的大周第一女五卫长，辱骂我家老大就是辱骂陛下。白玄也不着急说话，等他们一人一句骂完，才神色淡淡抬手制止。好了，都退下。是，老大。薛冰雨满头长发被扯得稀乱，他眼睛通红，眼泪簌簌掉落。他是真的没有想到白玄竟然敢让人当街打他。梁玉涵瞅着薛冰雨浑身狼狈的样子，忍不住嘴角抽了抽。白玄，你还真是谁都敢欺负啊！梁二小姐这话就说错了，我不是欺负人，我是收拾欺负人的人。欺负人的不就是你吗？仗着自己手底下有几个五卫，就敢对中永侯府的大小姐动手了？只是在执行公务罢了。纵容手下打人也是执行公务？那不是，那是我弟兄们见有人嘴欠，看不过眼了，略作惩戒罢了。扯头发都算是轻的了，要是换他动手的话，少不得这位薛大小姐要狼哭鬼嚎一通。白雪，你给我等着，我哥一定会收拾你的。哦，就是你那位违反大周律令被我给抓进了刑部大牢的好哥哥薛文玉是吗？你说什么？看来薛大小姐还不知道呢，你的好大哥此刻正在刑部大牢里面蹲着呢。你胡说！薛冰雨昨日宫宴散去之后，遇到了他外祖母李夫人。李夫人对外孙女儿许久未见，甚是想念，就把人接到李府上住了一晚。今日一早，薛冰雨又约了梁玉涵一起逛街，顺便商量对付白玄的事情。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大哥被白玄抓进刑部大牢的事情。你当真抓了薛大公子？梁玉涵不像薛冰雨，对白玄毫无了解，他可是在白玄手上吃过亏的。白玄也不回话，只是身子微轻，似笑非笑看着梁玉涵。梁二小姐若是想做个乖孩子，就还得听父亲的话，知道吗？你什么意思？你父亲梁国公昨天晚上没有让你和中永侯府的人来往吗？你怎么知道的？难道白玄在他们家安插了奸细？我掐指一算就知道了。白玄自然不会告诉梁玉涵，以梁国公的老道，很容易根据昨日宫宴上的事情推断出中永侯要倒霉，所以当然要嘱咐自己女儿和中永侯的女儿保持距离。薛大小姐，你不是要让你大哥收拾我吗？还不快去！薛冰雨咬了咬嘴唇，虽然不愿相信他哥哥被白玄抓了，但还是心急如焚，往中永侯府而去。白玄拍了拍身上衣裳，转身就要走。梁玉涵叫住他：白玄，别以为宫宴之上表哥不退婚就是喜欢你。我无所谓啊，不过你表哥好像不怎么喜欢你就是了。表哥就算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姨母和外公都会帮我，倒是你，
如今白家没落，你该不会以为表哥还看得上你吧？表哥不肯退你的婚，不过是看在你爹救命之恩的份上。喂，白璇！梁玉涵话还没有说完，白璇掏了他耳朵，默然离去。一日下来，任务完成，白璇暂时将山贼弟兄们安顿在别院，左卫府的人则各自散去。白明得知山贼弟兄们被薛文玉赶出军中的消息，连忙赶回来，正好半路碰到长姐。长姐，听说你抓了钟永侯府的薛文玉？长姐，钟永侯为人阴险，睚眦必报，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你。那也得等他先把自己的儿子救出去才行。按说薛文玉被抓，钟永侯不是应该直接去找刑部尚书放人吗？他已经找过了，只是那位刑部的卢尚书也没有那么傻，没道理为了不得罪钟永侯就跑去得罪萧王，所以他才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咱们那个傻大伯。听着长姐淡然镇定的语气，白明知道他已经有了主意，紧绷的神经不由放松下来。长姐，我今晚上去别院和兄弟们一起住。弟兄们的事情解决之前，他没法安心。行，去吧。白璇和弟弟分开以后便回了府。门房李二听到动静出来，见是白璇，且身边没有白明保护，不由冷笑：哟，丧门星回来了，哥儿哪偷来的这身衣服呀？白璇压根没有吭声，走上前去，一耳刮子就将李二扇飞出去。早已等候在一旁的老管家白福看得惊呆了。三小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这么说，大爷今日在老夫人面前说的都是真的？他有点担心，一会儿三小姐该如何跟老夫人解释。福伯，你怎么在这儿？白福回过神来，忙迎上去。老奴见过三小姐。见着白璇平安无事从边关回来，老管家不禁眼眶一热。他从小看着三小姐长大，如今也不奢求别的，只希望三小姐能够平平安安的就好。白璇连忙扶起老管家：您老身子骨可好利索了？劳三小姐挂念，老奴已经没事了。那就好，以后可要劳您受累了。这府上的事情啊，以后还是得靠着您呢。三小姐哪里话，这些都是白福应该做的。老管家毕恭毕敬地站在白璇面前，眉眼之间满是笑意。您先前吩咐置办的年节所用物品都已置办好了。很好。您一直等在这里，可是有什么事情？白福这才想起正事儿，连忙说：大爷今日怒气冲冲地回府，在老夫人院里说您得罪了钟永侯，犯了大错。这会儿大爷还在老夫人那儿。白璇神色微冷，白鹤林这么大个人了，还动不动的就找娘，也就这点出息了。今日和大伯聊了聊官场上面的事情，看来大伯是没悟啊，我这就去祖母那里，让他好好的悟一悟。白璇说着便往老夫人的院子清远堂而去。老管家默默跟在白璇身后，只觉得三小姐这身袍服实在太过亮眼，浑身气势也是不凡，竟有二老爷当年身为虎威大将军的影子。白璇入了清远堂，直奔大厅。刚到门口，10数双眼睛齐刷刷看向自己。白璇身上五卫长特有的蓝色锦袍还未换下，腰上佩刀未解，就那样明晃晃地站在大厅门口。一时之间，众人都不禁看得愣住，就连白老夫人见了也颇有些惊讶。逆女，你还敢回来？白璇跟没有听到白鹤林的声音一般，径直走到老夫人的身边。孙女儿拜见祖母。起身吧。璇儿，你大伯所说之事可是真的？祖母，那要看大伯是怎么说的了。你还有脸说？你抓了钟永侯府的薛大公子，钟永侯已经怪罪到你大伯身上来了。哦，钟永侯把大伯怎么了？我看大伯这不是挺好的吗？难不成还等你大伯丢了乌纱帽，你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不想丢乌纱帽的话，就最好别理钟永侯。娘，你看他根本就不懂这官场的规矩。白老夫人不禁抬眸看向孙女儿，神色郑重。璇儿，你好好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祖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薛文玉违反大周律令，我依法将他抓起来罢了。如果薛大公子当真犯了罪，当由陛下下旨抓人，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小小的五卫长来管了？大伯恐有所不知，我们做五卫长的，平时遇到有什么违反大周律令的事情，也会抓起来，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一个黄毛小丫头，竟敢如此猖狂！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连累白府？大伯管好自己，不连累白府就好。母亲，我和这逆女说不清。白鹤林一甩袖子，看向始终不发话的白老夫人。这是何意啊？也不训斥白璇几句？李芳慧连忙在一旁煽风点火。娘，这白璇已经无法无天了，你快管管他吧。来人。下人们瑟缩着身体缓缓走上前来。经过上次翻箱子一事之后，
下人们都有些怕白玄，就更别说白玄如今当了五位长了。大夫人正在禁足之中，却私自跑出来，有违家规，把人给我关回去。大夫人正在禁足之中，却私自跑出来，把人给我关回去。我看谁敢！怎么，祖母命令你们不听，不想在这白府干了吗？白老夫人也对李芳慧无视她的命令不满，这会儿见白玄发作，也就顺势发了话：把老大媳妇带回去。放开我，放开我！白鹤林瞪了瞪眼睛，不敢置信看着白老夫人。母亲，您可知道得罪了中永侯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老身不知，但老身知道玄儿不会做无把握的事儿。娘，您老糊涂了是不是？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包庇白玄？你说谁老糊涂了？谁又不分青红皂白？娘，儿子一时气急失言，还请您别往心里去。白鹤林嘴上道歉，心里却是大大的不服。白老夫人则是气得不行，这白家男儿的气概，老大真是一点都没有传承到。倒是现在的玄儿像极了他父亲，大胆又聪慧。我相信玄儿做事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祖母放心，玄儿所做之事绝对不会给白家带来祸事。他还要借着这个机会往上走，以后上京城，但凡有人提到他这大周第一女五位长，便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有着什么样的手段。上京城的王公贵族们也才不敢小觑他。如此，他以女子之身就算是立住脚了。你凭什么如此保证？就凭玄儿一席之间被陛下亲自封为五位长，就凭玄儿以女子之身穿上这身官服，就凭玄儿敢抓中永侯府的薛大公子。母亲，难道您真的老糊涂了吗？白玄一个小小的五位长，就算再有本事，放肆！你就是这么对母亲说话的，一口一句老糊涂了。我看你倒是不老，但挺糊涂的。孩儿也是为了白家着想啊，您怎么就不能理解孩儿的一片苦心呀？眼下应当立即放了薛大公子，并让白玄去中永侯府负荆请罪。你给我听着，往后玄儿做事你不许管，否则别怪母亲不认你这个儿子。白老夫人已经看出来了，他这个大儿子就是怂，他这个孙女儿倒是非同一般。宫宴上的事情他都已经听说了，这丫头敢以女子之身当众挑衅新科武状元，他还凭着一身本事将新科武状元打得满地找牙。玄儿说过要振兴白家门庭，如今看来绝不是说笑。母亲，你下去，我有事要单独和玄儿说。白鹤林被赶出清远堂，屋子里只剩下祖孙二人。感谢祖母信任。白老夫人神情严肃看向孙女儿，祖母只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是，我打算扳倒中永侯府。你能撼动中永侯府？能。我打算扳倒中永侯府。你能撼动中永侯府？能。白老夫人知道孙女儿想在上京立足，定要干件大事，但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事儿。为何是中永侯府，而不是梁国公府？我记得那位梁二小姐不是与你颇多过节。梁玉涵的确是看我不顺眼，但是也不过是争风吃醋罢了。他的那些小动作我都没有看在眼里。中永侯宫宴之上对萧王发难，可说是萧王府的敌人。我们白府和萧王府同一战线，中永侯也就是我们的敌人。再者，薛大公子薛文玉嚣张跋扈，四处欺压百姓，人人都想教训他，不过没有人敢动手罢了。薛文玉拿我从边关带回来的弟兄们开涮，强行霸道，将兄弟们赶出军中。这口气我是一定会替弟兄们出的。至于中永侯本人，就更不用说了，为人奸诈，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陷害忠良，非我大周良臣。白老夫人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丫头竟有这么多理由。玄儿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祖母相信你，但你也要把握好分寸，还要保护好自己。祖母放心。忽然，清远堂一个仆人匆匆进来禀报：老夫人，门外有人求见三小姐，说是从刑部过来的。祖母，我去看一下。白玄辞别白老夫人，径直往门口而去。一个弟兄等在门口，见了白玄，便急忙道：老大，白家大爷刚刚带人去了刑部，让刑部的人放了薛文玉。现在人呢？被兄弟们拦在了刑部门口。白家大爷扬言说，谁要是敢阻拦薛大公子出狱，他就和人拼命。去刑部，他倒是要看看这没有眼力见的大伯如何跟他拼命。夜半三更，刑部大牢门口，一边是得到消息赶来的白明和山贼弟兄们，一边是白鹤林带着刑部的人。薛文玉立在钟有侯的身旁，手脚上镣铐已被解开，他紧攥着拳头，眼里满是愤然之色。白明，你这是做什么？还不赶快带着人回去！大伯，
薛大公子私自将我大周将士赶出军中，又当街对百姓们拔刀，已违反大周律令，在此事未审理清楚之前，刑部不能放人。大胆！白大人乃刑部侍郎，刑部的事情由白大人说了算。你等山贼若是再不退开，休怪我手下无情。哦，钟永侯想要怎么个无情法？我钟永侯府代驾护卫200人尽皆在此，如今我接我儿回去，谁敢阻拦，本侯就跟他拼命。白三小姐确定要拦着？侯爷回去，我们自然不阻拦。但是薛大公子犯的事儿，事情未定论之前，任何人不能放他。白玄，你胡说什么？薛大公子根本没犯事，本官已经做主将人给放了。好啊，大伯徇私枉法，头上的乌纱帽他是不想要了。好啊，大伯徇私枉法，头上的乌纱帽他是不想要了。白鹤林脸色涨红，一阵难堪。白三小姐好生威风啊！哼，刑部侍郎已经做主放了我儿，你还要节外生枝？刑部侍郎做不了这个主，也放不了你儿。爹，何必跟着妖女多言？一刀宰了便是。薛大公子当真好生厉害，随随便便就想宰了朝廷命官。哼，我倒是想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若是白三小姐想要强行阻拦，那就别怪本侯不客气了。白玄吭都没有吭一声，山贼弟兄们手中长剑铮然出鞘，气势丝毫不输钟永侯府的侍卫。白玄，你当真要弄得鱼死网破？是钟永侯府要强行从刑部带走犯人，我不过是履行职责，保护好犯人罢了。钟永侯的嘴角狠狠一抽，好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白玄，你他娘的才是犯人！白玄从腰后抽出一条绳索，啪的一下甩出去，就招呼到谢文玉的脸上。钟永侯见儿子被打，顿时浑身怒气喷涌。来人，给我杀了这女人！忽然，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从夜色中走出。钟永侯要杀谁呀？钟永侯心神一颤，萧王来了。不只是萧王，萧王身后还跟着刑部尚书卢洪才，难怪白玄如此肆无忌惮，原来是和萧王联起手来了。这么晚了，萧王殿下和卢大人怎么在这儿？本王在府中夜观天象，偶见刑部大牢火光冲天，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便叫了卢大人一起过来看看。没想到就听侯爷喊着要杀什么人。误会，本侯只是来接我儿回家，哪敢杀什么人呢？白侍郎已经查过了，我儿无罪，当立即释放。若是有人胆敢阻拦，休怪本侯无情。卢尚书听了这话，冷冷瞥了下属一眼。白侍郎，薛大公子犯了事儿，你审问过了？白鹤林支支吾吾的，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哪敢审问钟永侯府的薛大公子啊？卢洪才面色一沉，还没审问你就敢私自放人，该当何罪？白鹤林顿时就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侯爷，此案当由本官重新审理，并将审查结果上呈陛下，还请侯爷配合。钟永侯脸色大变，好一个翻脸无情的卢洪才，竟然须臾之间就投靠了萧王。来人，把薛大公子押回大牢，由本尚书连夜审问。白玄呢？卢大人就不审白玄？是薛大公子犯了事儿，还对白五卫长拔刀，怎么可能会审白五卫长呢？钟永侯气得脸都绿了，他这还没有失宠呢，卢洪才这老狐狸就敢踩到他脸上来了。卢洪才，你敢包庇白玄？侯爷，无凭无据指责本官包庇，本官可不认。白玄带着一群山贼在我钟永侯府门口闹事儿，我儿出去调解才产生的冲突，你现在只审我儿不审白玄是何道理？弟兄们是做过山贼，但是已经在边关建了军功，经过萧王同意入了军中，就是我大周的将士。将士们被薛大公子无故赶出军中，才上门讨公道，哪里来的闹事一说？哼，我倒是要问萧王一句，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山贼？钟永侯要是对我大周将士的身份有怀疑，该去问兵部。钟永侯忍不住嘴角抽了抽，只气得袖中拳头紧握，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事情推到了兵部。萧王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群人本质上就是一群山贼。卢尚书若是不信，可以去查。卢洪才是个精明的，萧王都不正面说话，他也没有必要和钟永侯扯那么多。侯爷，这非本官职责范围内的事儿，本官没兴趣去查。侯爷要是没什么可说的，那我可就去审问薛大公子了。你敢？夜色中一阵急切的马蹄声打断众人的争论，一队皇宫禁军出现在刑部大牢门口，为首之人乃是禁军统领穆卫。侯爷，陛下宣你即刻入宫。敢问穆统领所谓何事？穆卫平日里和钟永侯有关系来往，也就多提了两句。侯爷夫人带着薛大小姐告到了御前，说是白三小姐纵容士兵打她，陛下宣您前去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余相关人等也一并进宫。
钟有侯不由得一愣，他今日忙着救儿子出狱，白玄又把他女儿给打了。好啊，白玄欺负他到这份上，他可以进宫哭诉了。他就不信陛下不替他做主。白三小姐，陛下面见。白玄理也没有理他，反而对着不远处的萧王道：大半夜出来，你不冷啊？不冷。白玄看向萧王身后的雷霆，没给你家王爷拿个手炉？雷霆连忙就变戏法一般拿出一个手炉来，他刚给王爷好几次了，王爷都说不用。白玄接过手炉递给萧王，只见萧王一声未吭，默默地将手炉放入袖中。众人无语，所以萧王是真的喜欢这位白三小姐。钟有侯跟见鬼一般看着两人，怒气沉沉地上了马车。陛下，您可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老臣好歹也是陛下亲封的钟永侯，可如今竟然被一个小小的武卫长欺负。哎呀！不等皇帝开口，钟永侯御前啼哭，有失礼仪。钟有侯浑身一僵，微微抬眸看了皇帝一眼，陛下神情似乎不悦，这才止住了哭。老臣悲伤过度，因而无状，还请陛下恕罪。有事好说，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他今晚上真是听够有人哭了。先是薛淑妃哭，薛淑妃哭了，薛夫人哭，薛夫人哭了，他女儿薛冰雨又哭。现在钟有侯一个大男人，竟然也跑到他面前来哭。是，陛下。钟有侯巴拉巴拉叙述着事情经过，其语气之夸张，神情之气愤，和白玄的淡然镇定形成鲜明对比，也让皇帝的目光几乎全落到白玄的身上。皇帝最后的兴趣已经不是听钟有侯如何巴拉巴拉，而是想知道白玄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反击钟有侯。白玄始终没有开口，神色如常站在一旁，甚至还抬手打了个哈欠。皇帝真是无语。这丫头知不知道钟永侯在告她的状，还是说她不怕？陛下，这白玄欺负老臣儿子，又欺负老臣女儿，甚至欺负到了老臣头上，还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白玄，钟永侯所说可是事实？陛下，钟永侯所说并非事实。哦，那你说说看，又是怎么一回事？首先，钟永侯说我带着一群山贼上侯府闹事，就不是事实。弟兄们虽然做过山贼，但是已经通过建立军功，进入了军籍，就是我大周的将士。钟永侯口口声声山贼，是想要误导陛下。陛下，这三人的确是山贼啊！皇帝看向三人问：你们三人可是山贼？回陛下，我们以前是大周百姓，后来家乡发生了战乱，大伙儿活不下去了，上山做个山贼，现在已经入了军籍，是大周的将士。哈哈哈哈哈！大周将士，我大周数10万将士，何缺山贼入军？可正是这群被钟永侯看不起的大周将士，在离城一战之中，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冲入敌军之中，火烧了敌军的粮草。他们火烧了敌军粮草？哼！白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欺军！白玄神色一冷，浑身气势散发出来，只让大殿上的气压骤然一降。钟永侯，既然你说我欺军，那我今日便跟你赌命。若是我所说属实，我要钟永侯你当场撞死在这里；若是我所说为假，我便提剑自刎于此。你可敢赌？皇帝也被白玄身上气势所震慑，一时回不过神来。钟永侯脸颊抽搐，嘴唇颤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怎么样，钟永侯敢不敢打这个赌？钟永侯抿唇不语，他的沉默让他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好了好了，事情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有事儿好好说。是，陛下。白玄这才收起浑身冷意，静静立于大殿之上。你说他们烧了敌军粮草，可是真的？千真万确。那是谁带着他们去烧了敌军粮草的？是有什么高人，还是就他们3个？皇帝显然也不信这几个山贼能有这样的本事。回陛下，是我带领弟兄们放火烧了敌军的粮草。白玄，说了半天，你是在给自己表功呢？不敢，只是陈述事实而已。简直荒谬！你区区一个弱女子，竟然能够带领一群山贼火烧了敌军粮草，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一袭墨袍的萧王挺身而出，看着皇帝神情颇有些惊讶。陛下，臣已将边关战事详细写成了几封折子，早已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回了上京，上面就提到此事，您不知？皇帝被问得一愣，这才想起萧王那几封奏折。一开始他还耐着性子看，到了后面看到老三出兵就没有兴趣了。在后面的2份折子全是萧王让他给将士们表功的，上面一长串立功将士的名字，他看着就觉得头疼。他根本就没有看完，没想到那些表功的人中竟会有白玄和这几个山贼，当真有他们吗？
萧王好像是提过此事。陛下，臣折子里写得很清楚，白三小姐路过虎头山，遇到山贼，将其降服，改邪归正，并以烧掉敌军粮草为功，加入我大周军队。我倒是想知道，白三小姐一柔弱女子是怎么降服100来号山贼的？就像降服新科武状元那般降服。钟永侯只气得脖子一梗，哑口无言。皇帝默了一下，看向侍立一旁的鲁公公，去把萧王先前上呈的折子找出来。是，陛下。几份奏折很快就被翻出来，皇帝拿起仔仔细细看起来，果然见到其中一份折子上面写着白玄收服一群山贼，火烧敌军粮草的事情。折子上面还有这3个山贼头子的名字，顾子刚、刘卓和苏瑞，和大殿上这3人的名字一模一样。是朕的疏忽，这群山贼既然以将功赎罪加入了我大周军队，就是我大周将士。钟永侯以后切莫再拿他们是山贼的身份说事。是，陛下。你们3人火烧敌军粮草，立下大功，各赏银500两。白玄已被封为武卫长，就暂时不再进行封赏，以后立功，朕再大赏。白玄斗胆请求陛下论功行赏，为弟兄们封官，也叫人知道，只要建功立业，人人都可以加官进爵。如此，我大周将士定能奋勇杀敌，誓死保卫我大周。大殿里顿时一静，皇帝面色肉眼可见的沉下来，这丫头有点得寸进尺了。朕不是已经赏赐他们金银了，怎么你还不满足？白三小姐，做人要懂得知足，陛下已经赏赐他们了，何必再为难陛下？弟兄们不要官职也行，那就请陛下替弟兄们向钟永侯府讨一个公道。弟兄们不要官职也行，那就请陛下替弟兄们向钟永侯府讨一个公道。我等不要赏赐，还请陛下为我等做主。你们要朕做什么主？陛下有所不知，薛大公子无辜的新兵营找茬，好好的将我等暴打一顿，又言语侮辱，最后还将我们赶出军中，弟兄们遭受不公平待遇，因而请陛下做主。陛下，他们以前是山贼，留在军中只会丢我大军将士的脸。薛大公子可知，我大周开国皇帝打天下之时，也是一路收服走投无路的流民寇贼，编入军中加以教化，才使得天下万民归心。这些山贼兄弟们最初都是我大周的百姓，因边关战乱吃不上饭，才走上了绝路。皇帝嘴角抽了抽，这丫头竟然连开国皇帝都搬出来了。薛文玉气得直伸脖子，却是无言以对。先祖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好了，此事朕知道了，以后不可再说这些将士们是山贼了，也不许再找他们的事儿。是，陛下。白玄等了一会儿，皇帝没了下文，就这样。陛下，薛大公子滥用私权，在军中狂揍兄弟们，又把兄弟们赶出了军中，陛下不处罚，难以服众。白三小姐，不要得寸进尺，我儿是有错，但已经被你抓到刑部大牢关了1日，你还想如何？薛大公子被抓，是因为当着全上京百姓的面拔刀，我抓他进刑部，乃是维护上京的治安，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你，钟永侯说不过了，薛文玉忍不住道：陛下，我只是考验一下这些山贼们的武力值，没想到他们那么不经打。没见过考验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而且还是把100来号人全部都给打了。好了，别吵了。薛文玉滥用私权，确实该罚，拖出去大打50大板。陛下！钟永侯的眼睛都红了，袖中拳头紧握，却是不敢再说什么。皇帝虽然处罚的是薛文玉，但对白玄也不太满，这丫头身上锋芒未免太锐利了。那薛夫人说你纵兵打了薛大小姐，又是怎么一回事？回陛下，薛大小姐当街侮辱卑职，说以前那些巡街的武卫长见了她就跟条狗一样，摇头摆尾，让卑职给她摇个尾巴。皇帝无语，钟永侯府的人仗着他宠爱已经如此狂妄了吗？敢问陛下，我们身为武卫，我更是陛下亲封的武卫长，一心保卫大周，保卫京畿重地和上京的百姓，却被薛大小姐随意辱骂是狗，这谁能忍？你胡说！小女从小受到严格教养，知书达理，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怎么，钟永侯又想赌命？赌就赌，本侯赌我女儿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对儿子没有信心，可是对女儿很有信心。行，那就由陛下做主。若是薛大小姐说过这话，钟永侯当场撞死；若是没说过这话，我拔剑自刎于此。陛下，微臣同意。这白玄欺人太甚，今日他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和白玄杠到底。把薛大小姐一干人等带上殿来。把薛大小姐一干人等带上殿来。皇帝冷声下令，他也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薛淑妃、薛夫人以及薛冰雨一起走上殿来。白武卫长说你当街辱骂于他，还说上京城的其他武卫长见了你都跟条狗一样，摇头摆尾，可有此事？
薛冰雨先前就跟着姑姑薛淑妃在殿后旁听，自然知道白璇告他状的事情，他也已经想好了理由。陛下，绝无此事。臣女和梁二小姐在街上一家首饰店里买东西，白三小姐带着一队人马盛气凌人的赶来，说是我无故退了她弟弟的婚。说着，薛冰雨还微微偏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白明。白二公子，实在抱歉，虽然你有恩于我，但令姐名声毁坏，又嚣张跋扈，我实在没法和你在一起。薛大小姐退婚我没任何意见，但是最好不要污蔑我长姐，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你这是什么口气？威胁谁呢？薛大小姐还是赶紧说正事吧，别东扯西扯的。我们谁不知道薛大小姐喜欢新科状元冯公子啊？白璇这话顿时就让人联想到那日大殿之上冯浩然被揍得满地找牙的样子。白璇，不要胡言乱语，毁我女儿名声。冰雨和冯公子毫无关系。皇帝看着原本还对冯浩然视若珍宝的钟有侯，一下子将冯浩然弃如敝履，不由陷入沉思。白璇只是冷笑，没有接话。陛下，就是因为我退了白二公子的婚，白三小姐气不过，便让手下人当街扯我的头发。薛大小姐，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白三小姐，我所说的句句属实，何来欺君？欺君的是你。陛下，今日梁二小姐和臣女一起亲眼见证了此事，陛下可传梁二小姐问话，还有首饰店掌柜的也可以作证。传梁玉涵和店铺掌柜的，你有什么证人需要传的，一并传进宫来。陛下，我们亲眼见到薛大小姐辱骂白三小姐。你们是打人者，不能算证人。除了你们，还有别的人证吗？左卫府的50个武卫也在场。白璇刚要开口，薛冰雨挺直脊背。没错，陛下，还请陛下传左卫府的武卫。钟永侯不禁吓了一跳，看到女儿信心十足，才稍微的放下心来。白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薛冰雨让他手底下武卫进宫作证，显然是已经收买了他们。陛下，除了左卫府的武卫，卑职还有一个证人。实际上，白璇自始至终就只打算用这一个证人。谁？17王爷。你胡说！17王爷根本没有在场。17王爷在场，只是薛大小姐没有发现罢了。你们所在的珠宝店对面有一家烤鸭店，17王爷当时就在那里吃烤鸭，并且亲眼目睹了全过程。薛冰雨脸色都绿了，他把自己所能想到的人全都给收买了，没想到还有一个17王爷。17王爷在宫宴之上就帮白璇说过话，这次肯定也会站在白璇一边。薛大小姐，现在认错，求陛下饶恕你欺君之罪，还来得及。